出车祸死了吗？怎么又活过来了？我的名字叫徐缺，本应该是个前途无量的大学生，但是现在这里到底是哪儿啊？身体好僵硬，完全动不了。是谁？天哪，仙女！这荒郊野岭的，怎么会有这么漂亮的女孩啊？等等，这女孩该不会是想要……我这么光明磊落的一个人，可不能偷看啊！姑娘，你这是干嘛？可不能随地大小便啊！嗨！哇，御剑飞翔，真是仙女啊！这是大量的记忆涌入了我的脑海。我在别人的身体里，这副身体的主人竟是当今驸马爷，可却是个十足的倒霉蛋。他本身只是个孤苦孤儿，却拥有千年难得一遇的独特灵根，在机缘巧合下被皇帝看中，招为驸马。皇帝提供了无数天才地宝给他修炼，短短6年便一解负担。踏入金丹期那一天，公主竟将他浑身修为与灵根天赋一并夺走。天才驸马爷才刚新婚，便沦为废人，已经没有了丝毫利用价值的他，被低调连夜送出宫外，在发配到边疆的路上，被皇帝安排的人一掌拍死，气绝身亡，最后被弃于此地。我这是穿越了，唉，可惜了。怎么就穿越到了这个时间点呢？大胆淫贼！竟然敢偷窥本姑娘，给我拿命来！这绝对是误会啊！还有，明明是我先藏在那里的。淫贼，你找死！怎么讲啊？对了，我的身份似乎是驸马爷，这驸马爷身上还带着皇帝颁发的火元国驸马令牌。我乃当今火元国驸马，你敢对我不敬，小心我诛你9族！那个令牌，他是驸马。哼哼，被唬住了吧？装，老子还是在行的。当当！恭喜宿主徐缺激活反套路打脸系统，本系统将为你保驾护航，带你飞黄腾达。恭喜宿主打脸成功，获得1点打脸值，是否进入商城兑换？系统检测到宿主能力偏弱，难以在本世界生存下去，特奖励新手大礼包1份。刚才那是谁的声音？打脸值？商城？只要我装，就能得到好处吗？不管了，只有试一试才知道了。喂，美女，我乃是火元国驸马爷，别以为你拿着飞剑就能喊打喊杀，本驸马爷可是100年难得一遇的修仙天纵奇才，还会怕你这个小丫头片子？淫贼，死到临头还满口谎言！上钩了，不信是吗？来，你上前一步，咱们来比划比划。恭喜宿主装成功了，获得1点打脸值。你。真的增加了，这12打脸系统简直是为我量身打造的呀！这下可有的玩了。对了，刚才还提示有什么礼包？是这样换出系统吗？哦，真的出现了！哎，我看看啊，是这个吗？查看礼包。获得初阶经验单，不用可获得1万经验值。获得初阶神行遁走符2张，使用后可瞬移到方圆5公里之外的任何地方。获得初阶太古5行诀，检测到灵感残缺，不足修炼条件，系统为您补全所有灵根。什么？这是我熟悉的感觉，是当年天火根还未被公主夺取时的力量。
而且，系统还一并补全了金木水火土属性的灵根，每一条还是最上乘的天阶。系统在手，天下我有！什么狗屁火元国公主皇帝，等我虚缺升级归来，就把你们全部踩在脚下，踏得粉碎！大胆！既然自称是火元国的驸马，竟还敢口出狂言，妄图弑君！就顾着展望未来，差点忘记眼下这个麻烦。啊，对了，新手大礼包的功法和经验单，使用。修炼太古五行诀成功，不用初级经验单，获得1万经验值。升级，当前炼气期1层；升级，当前炼气期2层；升级，当前炼气期3层；升级，当前炼气期10层。这回可真是没话说了，5条灵根相生相克，爆发出的力量恐怕就远远不止5倍力量那么简单。我不无敌，谁无敌呀？找死！我去，仙子，你怎么还出界了？你这是偷袭，是暗算！切！你可别怪我不客气了。水源灵气，脑子里一瞬间涌上了太古五行诀的功法。这没有筑基期6层，怎么可能轻易破了这一剑？我就纳闷了，都说是误会，你还老纠缠不清，偏以为长得像仙女我就不打你了？是，淫贼，你想干什么？既然你都叫我淫贼了，我可不能白白背这个锅呀！鼠辈尔敢，给我住手！头好晕，这是什么法术？师父，大胆孽障，竟敢在我天武宗脚下行恶！哪里来的方老太婆？哼！今日我便替天行道！哎呀妈呀！方老太婆，出手这么狠，这是要赶尽杀绝吗？该死！我到底招谁惹谁了？怎么可能？不过才炼气10层，此等速度如何做到的？哼！适才我感应到此人身上有股土元灵气，土元国的人就擅长这样的逃脱之法。他定然是土元国派来的奸细。师父，等等，那人刚才自称火元国驸马，而且他身上还有块令牌。万一他真是驸马，师父将他杀了的话，那皇室有可能乘机讨伐天武宗。驸马？据我所知，火元国驸马可是千年难得一遇的天之骄子，年仅18就已踏入金丹期。此刻应在宫中修炼，岂是这种小小之辈能比的？雪茹，你从未下过山，历练甚少，今后需谨记，莫轻信人言。原来是个骗子！雪茹，为师借你一段捆仙绳，你来将他拿下。那一定是传说中的法宝。师父，以师父的身份，若是出手，被传出去，定被人笑称以大欺小。但借法宝给我，既名正言顺，又能拿下淫贼。淫贼，还不束手就擒！恕你个鬼呀！口口声声叫我淫贼，我束手就擒不是自寻死路吗？哼！我可是火元国驸马，区区一条破绳就想拿下我，未免太小看人了吧？哼！你靠近我试试！找死！打脸失败，不予奖励。我还真可恶！雪茹，以飞剑封他退路。是。你个老不死的，怕你徒弟打不过我吗？不许骂我师父！今天你们要能抓住我，我就不姓徐。
30年河东，30年河西，末期少年穷。给我等着！什么？这是什么法宝？难不成是失传已久的缩地成寸符？快去搜！此子身怀异宝，不能落入他人之手。是。这人到底是？哎，这神行符还挺好用的，这下那老太婆懵了吧？装完就跑，真刺激！打脸成功，获得1点打脸值；达成成就，装完就跑，获得10点打脸值。嘿嘿嘿，太值了！啊，等等，这个地方是天武宗，这神行符怎么把我送到别人老家里来了？要是被天武宗的人发现，那我就完蛋了！哦，等等，这昏暗的密室，闪亮的宝物，这里难不成是天武宗的藏宝阁？哎呀，这多难为情啊！我又不是那种偷鸡摸狗的人。这下发财了！哎，等等，光凭手可拿不了多少啊，偷溜出去的时候也不方便携带。这个系统啊，有方法让我全带上这些宝贝吗？宿主可使用空间储物包裹，将无生命物品储放在内。哦，空间储物包裹，操作方法是储放成功。爽啊！哇！储物包裹已满，这就尴尬了。不行，剩那么多宝贝不拿，可是要遭天谴的。弹药。苏亮师兄，麻烦去藏宝阁取一下这个月的聚元丹。好。这些是谁？谁在那儿？快出来！你这家伙到底在干什么？你是何人？竟敢擅闯我宗门宝阁！还有一张神行遁走符。兄弟，你连我是谁都不知道，就敢拿剑指着我的头？我这辈子最讨厌别人拿枪、剑指着我的头。啊！我没指你的头啊！哼，少废话！敢闯入我宗门宝库，自寻死路！这家伙不是善茬啊！这些修仙者怎么都这鬼样？一言不合就开打，下手还这么狠！老虎不发威，真当我是病猫吗？喂！大胆贼人，耍什么花招？你刚刚把这些丹药全吃了，1颗聚元丹就足以让炼气期修炼1个多月。这家伙难不成是想畏罪自杀？检测到灵气窗负荷，是否开启自动修复功能？开启，快开启！开启成功，每一个时辰扣取1点打脸值。检测到所学太古五行诀只有初级篇，无法消耗体内灵气，需购买终结篇。快给我看看！太古五行诀终结篇，100打脸值。你怎么不去抢啊？我辛辛苦苦装了1天，连个法诀都买不起。喂，你与其如此痛苦而亡，还不如我给你一个痛快吧。我要管我！
人，故有一死，或终于泰山，或情于鸿毛。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爆体而亡。不过，那真是一番豪言壮语啊！还好跑得快，差点没那愣头青一剑劈死。恭喜宿主装成功了，获得1点打脸值。啊，才1点啊！比起中阶篇要的100点，简直是九牛一毛啊！还开着自动修复功能，这1个时辰就是1点打脸值啊！这丹药所产生的灵气，怎么跟烈酒似的？先看下个人信息，生命值岌岌可危，这不就是病危通知书吗？该死的系统，说好的带我飞呢？赶紧帮我看看有什么解决方案啊！检测完毕，根据宿主目前的打脸值与生命状态，本系统已为您找到解决方案。快给我看看！自断经脉。等等，这个方案好像并不是死路一条。系统自我学习自断经脉，实则是为了消耗体内多余的灵气。灵气顺着7经8脉流动，每断一次经脉，灵气都会自动将经脉补回来，不仅会让经脉更加坚韧强大，同时还起到淬体的作用。但是想让灵气修复经脉，就得关闭自动修复功能，这也就意味着要面临无数遍自断经脉的痛苦折磨。算了，断就断吧，总比撑死强。这经脉一断，就是整整2天2夜。又活下来了。好痛！这是哪个庸医干的？给我捆成木乃伊，我还如何下床出去装啊？你总算醒了，你都昏迷好几天了啊！我在山上采野菜的时候，看见你浑身是血倒在地上，所以找了二愣哥他们帮忙将你抬回来了。你应该是外地人吧？那山上不能乱走的，不然很容易碰上野兽的。身体好点了吗？哦，我的天哪！这个世界怎么尽处美女啊？这随便一个小村姑都花容月貌，清纯可人啊！不用害怕了，这里是盘山村，有野兽来了，大伙会帮忙赶跑它的。你说怕？哼，我虚缺从来不知道什么叫怕。实不相瞒，我其实是一名猎人。那天在山上遇上数10头恶狼，大战了3天3夜，最终将他们全部击杀。我这伤疤啊，可是没听说过后山上有狼啊。没有吗？那肯定是从别的山上跑来的，不用在意这些细节。重点是，最后我为了不死在他们口下，义无反顾从山顶跳了下来。没想到上天眷顾我，还派了一位小仙女来救我。谢谢你。我不是小仙女，我叫小柔。嘿嘿，真可爱。小柔，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小仙女了。你这人怎么这样啊？真可爱。获得2点套路值，居然有2点！
得好好赞美小柔才行。哎，之前的境界是初窥门境，怎么变成略有小成了？可能是自断经脉带来的淬体效果。如果是真的话，那些苦头也不算白吃了。系统，开启修复功能。已开启自动修复功能，扣除1点打脸值。感觉浑身充满了力量。那个，公子。啊？那个。怎么了这是？小柔，你听我解释，事情不是这样的。你的伤势很重，大夫说1个月之内都不能断药的。你怎么自己就……小柔，我没事，都只是皮外伤而已，已经无大碍了。你能不能帮我找一件衣服来？你等等。这被子一股药味儿。小柔怎么还没回来呀？该不会以为我是坏人，喊人来抓我了吧？我得瞅瞅。啊！哇，真是个贫穷的村子呀。不过恬静惬意，倒是个养老的好地方。人都去哪儿了？快去救小柔，不能让那畜生伤了咱村民的性命。走。什么？这我能忍？骂谁是畜生呢？就抽吧！这不是受伤的那个小娃吗？你伤还没好，快回去躺着。这事儿你别插手啊！那畜生靠咱几个就能搞定他。等，你们不是冲我来的？啥？后山上跑下来一头猛兽，小柔看见了，叫咱们去帮忙呢。小娃子，咱们搞定那畜生之后，今晚搞个寿宴，一起吃肉啊！大哥，快走！走。野兽出动了这么多壮丁，我也敢去看看吧。穿这个凑合一下吧。哎呀妈！这小娃咋跑这么快？莫非是哪个门派的高徒啊？解锁成就无形装到了，获得5点反套路值。5点，不错。二虎，你没事吧？可恶，你这只畜生！大家快往后退！我去，好大的野兽啊！乡亲们，放开那只畜生！让我来收拾他！公子，你怎么来了？你有伤在身，快回去！没时间解释了，快让我去收拾那只畜生！哎呀，小兄弟，你莫要逞强啊，再被伤到就不好了。小娃儿，我们知道你心地好，村长，可就你这身板又有伤在身，怎么会是那野兽的对手呢？哼，老人家，我可是单挑过数百只野兽的，不信你问小柔。不是数10只吗？三哥，走了。小柔，就要这样死吗？公子，明明昨天还受了那么重的伤。滚！一脚把野兽给踢飞了，这是什么脚力啊？无形打脸成功，获得3点打脸值。无形打脸成功，获得5点打脸值。踢真厚啊，踢一脚我腿都发麻了。小柔，你快回去，注意安全。速战速决，波及村民，受死吧！如此巨大的猛兽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这实在是……如果是他的话，说不定可以将那些仙人
击杀虎牛兽成功，获得6点打脸值，1200点经验值。恭喜宿主升级踏入筑基期，获得成长大礼包1份。提醒宿主，您的功法太古五行诀初阶篇已修炼至巅峰，请补充中阶篇。1000多的经验值，比金眼丹还划算啊！小哥，你这可是天生神力，将来大有出息啊！少爷，谬赞了，村长说的对，谬赞了，小哥是英雄，不敢说，像这种野兽，来多少就打多少。小哥威武！哎呀，我的披风呢？哎，那块红布怎么这么眼熟？小柔，去我那儿拿套衣服给小哥。是。谢谢你啊，小柔。怎么了？难不成我太过威武，让小丫头动了芳心？真是可爱啊！哎，我说小伙子啊，这图案不是俺绣给小柔的吗？哎呀，大娘，那不可能，不是。但是那绣花儿……哎呀，突然有点急事，大伙儿，我先走一步啦！这娃子。哎呀，累死我了！系统，看看个人信息。哎呀，才25点打脸值，什么时候才能换到中阶篇呢？这系统似乎还有个商城，没仔细看过里面都有些啥玩意儿呢？这件事，原来是这样啊！商城里的功法品级按照天、地、玄、黄从高到低排序，原来不是太古五行诀太贵，而是因为它属于天阶品质，所以昂贵。那也属实正常了。原来这黄阶的功法，只要1到5点就可以买到啊！哎，这天阶之上还有被封锁的功法呀？宿主权限等级不足，此功能尚未开放。比天级更高阶的功法，这个系统有点东西啊。不过以现在的打脸值，还是看看黄级的吧。独孤九剑，这种神技居然只被分到黄级！冷静一下，这里是所谓的仙侠世界，那些武侠世界的功法，战斗力自然没法比。降龙18掌，只要5点。不行，得看看别的。玄冰剑法，不行。火焰术、3岩刀法、朽木诀、震金拳，名字都不够霸气啊。这玄级也没啥好东西啊，还是看看地级吧。是我最奸淫，盐分10浪尺，赚大了，这回赚大了！小说中主角修炼的法诀，全都有得卖。我的个乖乖！这些功法随便拿出1本来，都足以震慑一方了。我想想啊，剩余的打脸值还有25点，在其中买1本的话还是足够的。想选这6合游神尺，还需要搭配武器。这商城里的尺随便都要50点，买不起啊！现在我的功力还很弱，能够快速提升战斗力的，也只有它了吧？对，换！龙腾四海，九重变化。第1变，倾力而出，制敌虚弱；第2变，双倍力量爆发而出；第9变，9倍力量爆发，呼风唤雨。九龙齐出，睥睨天下。我竟然没有感受到一丝的陌生，这招式仿佛与生俱来，浑身充满了力量。技能龙腾9变，进度0%，已掌握第1变。哎，接下来那5点就先留着吧，万一哪天又受伤了，还能救命呢。哦，对了。好像还有个新奖励的成长大礼包，
这系统还真是让人惊喜不断呐。奖励随机，打开看看。嘿嘿嘿，会有些什么奖励呢？美女保镖、神器，还是无敌强者老爷爷？来吧，我的宝贝！恭喜宿主获得新权限，激活回收功能。恭喜宿主获得伪装傀儡1个，初阶神行遁走符1张。啊？哎，没了吗？帅我的神器呢？美女保镖呢？啊！这伪装傀儡又是什么鬼啊？伪装傀儡100%伪装他人外貌形体，并模仿其境界气势，但真实实力不给予提升，持续时间1个时辰。伪装对象只限于应变期及以下境界有效。啊，牛啊！这典型的打脸神器啊！照着驸马爷的记忆，这个世界分为筑基期、结丹期、金丹期、元婴期、应变期、炼虚期、合体期、渡劫期、大成期，一共10大境界，每个境界又分为10个小等级，以层划分。应变期已经算是很强大的实力了，火元国当今皇帝便是应变期，天武宗的宗主据闻也是应变期。可惜这持续时间真短啊，不然简直是打脸值赚翻啊！哦，神行遁走符，下一个阶段的成长礼包，差点忘了，系统那个回收功能是什么？回收功能，无论是法宝、灵药、功法等，系统都可以进行回收，并转化成相应分类的精华值回馈宿主。以下是该系统的详细说明：武器类法宝回收，回馈成炼器精华池，可用于提升各类法宝兵器的质量品阶；丹药类法宝回收，回馈成炼药精华池，可用于提升丹药、灵药的质量与纯度；功法类法宝回收，回馈成修炼精华池，可用于快速提升武技法诀的修炼进度。回收提炼，照这么看来，天武宗的那一大堆宝贝正好有用处了。不过很多玩意儿我也不懂怎么用啊，还是不着急回收吧。嘿，小柔，哎，我来，这种粗活交给我。那个，你们别太过分了！糟了，难道是野兽又来了？小柔，你在这儿等着，我去看看。等等，公子，等等我！你们背水村别太过分了！这虎牛兽明明是我们村打下的，凭什么说是你们的？你们问我凭什么？这头虎牛兽是从我们村后山跑来的，现在被你们打死了，没找你们要赔偿就很不错了。放屁！虎牛兽满山都是，凭什么说是从你们后山跑来的？这分明就是硬抢！硬抢又怎么了？不服？这庞豹是隔壁背水村村长之子，天生神力，身手十分了得，我们怕不是他的对手啊！再过几日就是剿共之日，如果这次又没达到要求，县长们定然会惩罚咱们。横竖都是死，不如和庞豹他们拼了！咱们先撑着，大武，你去村里喊人。好。无知草包！叫多少人来都没用。真是笑死人了！我豹哥天生神力，完全就是神挡杀神，佛挡杀佛，岂是你们惹得起的？什么垃圾？也敢来我盘山村捣乱，找死是吧？嚯，小娃子，你这是在骂我？大叔，你还好吧？还死不了。这里就交给我吧。不要误会，我不是针对你啊，我是说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找死！啊，小子，得罪了我庞豹，你完了！受死吧！哎呀，小哥，公子。这盘山村还有这么水灵的女子，给我
和豹爷一起回家吧。别怕，这些人满嘴喷粪，看我给他们长长记性。公子，你没事吧？你小子，我没事，你们快回去躲好。看老子不废了你！原本还愁着去哪儿试试这龙腾九变的威力，没想到这就有人自己送上门来了。龙腾九变，第一变。击杀庞豹，打脸成功，获得10点打脸值，400经验值。哦，干掉了！龙，这是龙啊！是我们有眼无珠，县长让我们一条生路吧！啊？什么情况？乡亲们，你们这是做什么呀？快起来！哎呀，快起来啊！我只会对付那些坏人，不会伤害你们的。哎呀，小柔，这是怎么了？你帮我叫他们起来。你是仙人？仙人？什么仙人啊？我跟你们一样，都是人啊！哎，小柔，你不要害怕，我真的不会伤害你的。你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好吗？大叔们也是，快起来吧！啊！在盘山村的东面，有一个修仙门派，叫做天武宗。每隔1个月，村子都要向他们上供粮食。击杀野兽获得的妖核，也可以代替粮食。但如果什么都没有的话，天武宗会将村子里的壮丁抓走，被抓走的人从此杳无音讯，生死不明。简直是欺人太甚！这个天武宗仗着自己修炼有成，竟然压榨凡人！小哥，小柔，你们没事吧？我们没事，多亏了公子救了我们。小哥，快！小哥，快离开这里！仙人们来找你麻烦了。村子里收到了通缉小哥你的画像，现在有几位仙长正在村子里排查着呢。这是天武宗的人，是怎么追到这里来的？还一次来了好几个。照之前教授的实力来看，不一定能够轻易对付啊。村子附近没有躲藏的地方，小柔，你带小哥去地窖。好。不行，我绝对不能走。要是天武宗的人迁怒你们怎么办？公子，你听我说，那些仙人你不了解，他们要是抓住了你，你必死无疑。你救过盘山村那么多次，现在轮到我们来报答你了。师父，盘山村民全数在此。派下去的画像你们都看过了，可有谁见过画像上的男子？仙长，盘山村民都看过画像了，确实没人见过那名男子啊。村民们都在这里了，仙长若是不信，可以一一查问。不知好歹，你们这群蝼蚁真是胆大包天！天武宗要捉拿的人，也敢私藏？仙长，老夫真的没见过这个人呢。是吗？村长，那就都去死吧！小柔，我们这是去哪儿啊？仙长让我没有见过呀！发生什么事了？仙长，天杀的天武宗，他们对村民们出手了！公子，你快走吧，村民他们没事的。小柔，如果真的这样贪生怕死跑掉，我还是人吗？死吧！乡亲们，快低下头！小哥，师父，就是那个男子。乡亲们，赶紧去躲好，不要再为我出头了。打脸成功，获得50点打脸值。看来这缩头乌龟可算是愿意出来了。
早点出来的话，这些凡人也不会死了。以前我喜欢打脸，打脸的感觉很好，但我知道那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今天我明明可以逃走，但我没有，我选择站出来，因为我知道有些脸是不得不打的。我资本不算是一个好人，但是我从来不伤害无辜。你们这群人算什么狗屁修仙者？长着一些垃圾修为和法术，肆意欺凌杀害这些淳朴的山民们。售卖成功，获得530点精华，成功消耗精华，龙腾9变升级成功。恭喜宿主将龙腾9变修炼圆满，掌握9变。想要上古仙术，哼，想得美！今天你们一个都别想活着离开。师傅，弟子请求迎战。留他一口气，问出他所持上古仙术下落。是。剑来！师弟！击杀筑基期圆满修炼者王山，获得经验值8000。竟敢与我结丹期对战！区区一个筑基期，不要太得意了。别费劲儿，一个个上了。龙腾9变，第9变，开！击杀结丹期修炼者李欢，获得经验值1万。击杀结丹期修炼者刘志，获得经验值1万。不可能，区区筑基期，居然将结丹期强者瞬间轰杀，这家伙绝对不是筑基期。我去禀告师门，让长老们来斩杀此人。你们报殿后。是。说过呢，今天一个都别想走。兑换3000雷动成功，消耗10点打脸值，消耗100点功法精华，3000雷动升级成功。目前进度100%，3000雷动修炼圆满。是否兑换进阶法诀3000换雷身？3000换雷身？不必了，对付这些败类，3000雷动就足够了。狗贼，偷盗天武宗宝物，还不束手就擒！交出宝物，让他饶你一条全尸！找死！击杀结丹期修仙者李雷，获得经验值1万。这位兄弟，我们是洛阳派的弟子，附属天武宗。你若是放了我，我就不会向天武宗禀报你在这里。你若是杀了我，我也是受天武宗之托。这些话，去跟被你杀死的村民们说吧。击杀结丹期圆满修炼者刘北，获得经验值2万。公子，是我害了老村长他们。老村长，我向您保证，一定将盘山村守护好，绝不会让那些败类欺负村民们。大伙儿安息吧。小哥，不必愧疚，若是没有你，盘山村早已不复存在了。仙人们就是这样的作为，不管我们有没有私藏你，他们也会大开杀戒。就算没有这事，大家迟早也会因为上缴公粮而饿死的。大伙儿放心吧，有我徐缺在的一天，那些仙人就不能踏进盘山村一步。第一次感受到这种心情，这是使命感吗？来到这个世界的我，没有能够称得上是家的地方，但这里是村民们的家，是小柔的家。就算拼上性命，我也要守护这里。没想到杀了那群修仙者，竟得到10多万经验，打脸值也有了185点，简直是一夜暴富啊！不能急着换太古五行诀的中剑，我在盘山村的消息肯定还会被其他人知道。天武宗发出了通缉令，现在许多修仙门派肯定都在追杀我。一旦来的人数过多的话，我可能没办法顾及所有村民的安危。最好的选择是先让盘山村强大起来。村民集体修炼是不可能的，
那么从其他方面考虑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在盘山村布下一个大阵。基础阵法、初阶阵法、上古凶阵，我看看，诛仙阵、事先灭神阵、蚩尤杀阵，乖乖，这名字听着就够装的啦。需要3000点，哼，打扰了。怎么中阶阵法均价都得200多点啊？对不起，我再也不说自己一夜暴富了。我还是看初阶的吧。太乙乾坤阵源于上古神阵之残阵，拥有阴阳变化、以柔克刚，能使入阵者神魂颠倒、进退两难，让守阵方处于进攻与防守浑然一体的优势。注意，此阵对阴变期及以上境界强者无效，售价65点打脸值。八荒四象阵源于上古四象神兽镇守图，布局广大，由东青龙、西白虎、南朱雀、北玄武4大神兽的幻象镇守方圆，闯阵者皆杀无赦。注意，此阵对阴变期及以上境界强者无效，售价80打脸值。太乙乾坤阵比较偏向柔和，能让村庄攻守兼备，而八荒四象阵就比较轻松一点，布下阵法就有4大神兽的幻象守阵，来一个杀一个。兑换八荒四象阵成功，消耗80打脸值。哼，对付那些修仙者，当然得是这个了。使用方法：插下4个阵眼之后，浇灌兽血献祭，则可激活法阵。兽血？盘山村这里能找齐吗？哦，还好剩余了一些打脸值，赶紧把太古五行诀终结给兑换了。这100点来的也不容易啊！太古五行诀终结篇兑换成功。恭喜宿主连升10级，当前境界结丹期1层。这根本不叫修仙，叫开挂吧！公子，大事不好了！我怎么了？山上出现了好多仙人，正朝着村子飞过来了。来得好啊，正需要经验值升级呢。小柔，快把大家召集起来，我有事情要大家帮忙。那个，公子，我今天听大壮哥他们说了，山上还有更厉害的仙人，一只手就能举起一座山。如今我们得罪了他们，厉害的仙人一定会过来的。要不，大伙儿一起搬离村子，去别的地方安家，仙人就找不到我们了。小柔，我听村民们说过，小柔无父无母，从小在盘山村长大，这里就是小柔的家乡。如今要远走他乡，她肯定会很不舍。放心，你忘记我昨天说过什么了吗？我说会守护盘山村，就一定会做到。不管是多厉害的仙人来了，我都会保证大家的安危。相信我，好吗？可是，那些混账仙人已经到后山那边了，我需要大伙儿帮我做点事，收集蛇血、狐血、鸟禽血，还有乌龟血，4种血液分开来装，切记不可混在一起。我先去将那些仙人拦住，你们不要急，最重要的是快。小哥，别的还好说，但是这狐血……是啊。哎呀，瞧这脑袋，忘记那老虎是异常凶猛的了。狐血我来弄，你们负责另外3种兽血吧。小柔，你就别乱跑了，在这等我回来，我会守护好村子的。好。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些仙人来得真快，得想办法拖一下，给大伙争取一些时间。王长老，前面的村子就是盘山村了，
弟子们听令，找出通缉令上的男子，若有村民隐瞒其行踪，格杀勿论。是。山顶上有可疑人物。是你这小小之辈，还不束手就擒？触你个头啊！有种就下来呀！混账！你找死！慢着，小心有诈。怎么可能？此子的修为竟已是结丹期。什么？通缉令上明明写的是炼气期，这才几天？他的修为可能不止结丹期，想故技重施骗我们下去。难怪我派弟子杳无音讯，定是遭此子毒手。先在对面山顶休息，切勿靠近盘山村。是。可惜了。我看见了，此人一脸不甘，果然是有奸计引诱我们下去。刘长老果然慧眼识人，若非长老提醒，恐怕今日我等都要被这小混账骗进陷阱了。打脸成功，获得5点打脸值。这群家伙也太好骗了。算你们运气好，我师父说了，敢踏进盘山村半步者，杀无赦。昨天那些人就是最好的例子。师父，你师父是何许人也？你们这群废物，有什么资格知道我师父的大名？识相的话，就赶紧跪下，朝盘山村磕几个响头，然后自己滚。否则惹恼我师父，定然搬空你们宗门宝库，再灭你们满门。否则惹恼我师父，定然搬空你们宗门宝库，再灭你们满门。你找死！慢着，此子当真阴狠毒辣，他分明是在故意激怒我们，想骗我们过去。可恶！打脸成功，获得20点打脸值。你们来抓我呀！大不了我让你们一只手喽，再加条腿如何？莫非我这一生已经注定再无敌手了吗？哎，或许此后该名为独孤求败了。小哥让我们弄这些血来，到底是有何用处呢？是啊，就这区区几类动物的血，能挡住那些仙人吗？乡亲们放心，公子一定会保护我们的。乡亲们都聚集在村子里，想必血液已经收集齐了。哼，你们这群垃圾竟然不应战，那我也回去睡觉了。再见！哈哈哈哈哈！此子身法如此诡异，带有闪电，简直闻所未闻。他师父定然不简单，究竟会是谁呢？对了，我想起来了。怎么？这事儿应当从10年前说起。当时我游历天下，听闻过一个传说，传说修真界有位大人物，名为段九德。此人脾气古怪，喜好盗人宝库，来兴致时还会灭人满门。可他偏偏一身修为高深莫测，连鹰变期的强者都曾被他踩在脚下。联想天武宗宝库被盗一时，此子的师父极有可能是那个人。但是那个段九德有如此修为，想必也不会到这穷乡僻壤来吧？要不要派人去天武宗求援？不行，若是天武宗来了，那悬赏奖励岂不是没了？这群傻子这就被唬住了，赶紧回去开启阵法吧。小哥，血液都收集好了吗？都在这里了。大伙儿在这里等我。什么情况？应当是有人布下了阵法。哦呦，这是什么？大伙儿，这下天武宗的人再也进不来咱们村子了。我去收拾掉外面那些仙人就完事儿了，大家可以放宽心了。
公子，既然他们已经进不来了，你就留下来吧。这阵法是为了保护你们才布下的，只有你们安全了，我才能无所顾忌地收拾他们。来再多的人，我也绝不会让他欺负咱们村的人。不好，我们上这小杂种的当了。如果盘山村真有高手坐镇，那他又何须布阵？那小杂种狐假虎威，我敢保证，盘山村里绝无高手。雕虫小技，一起破阵！老杂毛，敢在背后骂我！小杂种，阴险小人，竟敢偷袭！有种出来一战！这算哪门子偷袭呀？我是正大光明来的，只不过你们太垃圾，跟不上我的速度。小杂种，你找死！老杂毛，嘴巴放干净点。不过，老杂毛刚刚说的没错，你们上当了。盘山村根本没什么高手坐镇。哎，不对啊，我自己就是高手啊！无知小儿，刘长老，以为得到了一方小镇就当宝了，还妄想挡住我们？好像是你们比较无知吧？我根本没打算用这阵法来挡住你们呀，因为我是打算用它来干掉你们。你们听见了吗？那小子说要用阵法来干掉我们呀！真是愚蠢至极！无知真可怕。若看到我派护山阵，估计得吓死。不是吧，阿 Sir？难不成这阵真的不咋地？没道理啊！我可是花了整整80年打脸值啊！一盏茶时间，老夫便破了这阵法。受死吧！什么？还破阵？老杂毛，你这是在搞笑吗？哎呀，高手寂寞呀！有种你出来，别在里面当缩头乌龟！对，快出来，别就知道躲在里面放狠话。哎，我可没打算躲着啊！不要以为你们站在阵外就相安无事了，你们可都在我的阵法攻击范围里呢。哇！什么？这是上古仙兽凤凰？怎么可能会有凤凰？蠢货，这叫朱雀，怎么这么土包子呀？我要是你们掌门，一个个都给逐出师门了，真丢人！不对，刘长老快看，那凤凰的身影虚幻，不像是真的。我明白了，小杂种好事前诈，又耍阴谋，制造出幻象，想骗我们离开，还差点上了你的当了。来，我就站在这儿，你让那凤凰攻击我试试。啊，什么情况这是？这群人是集体智障了吗？好吧，既然你们这么要求，那我就成全你们喽。来呀！我要是动了一下，我是你孙子！区区幻想，就算再真实，也骗不了我的！什么？小心！快撤退！回去禀报天武宗，此事非同小可。想走？我的招数还没秀完呢！是青龙！快走陆路！救命！击杀筑基期修炼者，获得经验值8000；击杀结丹期修炼者，获得经验值10000。传
跟着我突围！我们就这样放过那小子吗？这阵法太过诡异，需要天武宗前来救援。哟，破网之鱼！几位长老不厚道啊！说好站着不动的，怎么能反悔呢？好啊，小杂种！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闯进来！我差点阴沟里翻船啊！这小子连王长老一击都接不住，他在虚张声势！小杂毛，受死吧！老虎不发威，当我是病猫啊！龙腾九变，第9变！这秃头长老的实力确实不可小瞧，想拿下他不简单。弟子们听令，立即返回盘山村。什么4象齐出，这小子在此。盘山村此刻毫无保护，攻入盘山村，村民只能乖乖等死啦！别傻了，我还有八荒。对呀，这傻子自己去撞法阵，还省得我动手了。哎，快停下，不许跑！来与我大战300回合！别逼我用毁天灭地神龙万佛全之封魔斩！那小子慌了，快冲！怎么？老杂毛们，一路走好，下辈子投个好胎啊！不送了。八荒4象阵号称闯阵者皆杀无赦，这句话绝不是闹着玩的。虽有4象护阵，但八荒4象阵的本质却是八荒。闯阵者浑身修为被阵法禁锢，以凡躯行走在8种荒地上，干枯炎热的沙漠，万千毒虫的沼泽，饥饿交迫的冰天雪地，一切都如真似幻。最终，闯阵者会精神崩溃。击杀金丹期修士4名，获得20万经验与4枚金丹。总算搞定了。刚才好大的凤凰，怎么现在全安静了？我还看见青龙了！快看，小哥回来了！小哥，你没事吧？那些仙人都赶跑了吗？嘿嘿，太好了！太好了！小哥万岁！小柔，公子，谢谢你。光是一场战斗就从结丹期1层直接升到5层，还赚到整整350点打脸值，嘿嘿嘿，这回赚大了。哎，对了，那长老还报了啥金丹？金丹期修士体内的金丹蕴含毕生修为真元功法，吞噬后有30%的概率获得其功法，30%概率走火入魔，出售给系统回收，可获得5万经验值。不是很需要这玩意儿啊，暂时先收着吧。经过了昨天的那场战斗，我发现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趁现在打脸值够多，必须先解决的问题，那就是战斗力虽然很猛，但是只靠一双拳头打架，气势不够啊！气势不够还怎么装？嘿嘿，最好就是来一整套金光闪闪的装备，闪瞎修仙者的钛合金狗眼。哈哈哈哈哈哈！哦吼吼吼！系统，查看天阶功法。神剑御雷真诀50打脸值，佛怒火莲50打脸值，6道轮回拳100点打脸值，9字秘残卷200打脸值。哦，都想要。啊，不对，用兵器施展的只有神剑御雷诀，但是我不想要啊。这个佛怒火莲和9字秘不错，比较不错，但是这异火也太贵了。排名第19的青莲地心火都要300打脸值，看来这条路任重而道远啊，还是先买9字秘好了。等以后发财了，我要把异火榜前10全给买了。系统提示：购买9字秘将随机抽取其中1秘。随机？这么多？冰字和斗字比较适合打脸啊。罢了，不多想了，
就买这个9字秘了。恭喜宿主兑换9字秘残卷成功，获得冰字秘一本兵器类秘法。掌握后，驾驭兵器如行云流水，甚至可以暂时夺取别人兵器的使用权，使敌人的兵器临阵倒戈，绝对是敌人的噩梦。是否修炼？耶，漂亮！修炼，必须修炼。修炼冰字秘成功。哼，接下来，系统兑换一本燕分式浪尺和一本6合游身尺。2本法诀都有了，那配套的武器当然是……恭喜宿主获得玄重尺。怎么还有套装呢？检测到宿主修炼燕分式浪尺与6合游身尺，触发隐藏奖励，赠送萧炎同款黑袍一件。萧炎的黑袍非卖品，炎帝萧炎年轻时所穿，价值极高。身穿此物可遮掩容貌，因便期以下无法探测，无论行走在何处，都能给敌人形成一种威压。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自带霸气？有时间就换这身打扮，去那几个宗派门口逛一圈，赚点打脸值。现在还是收起来吧，免得吓到村民们。有了这阵法守护，盘山村基本算是安全了。小哥早啊！哎，大壮二虎，你们准备去哪儿啊？我们要去东面的小城买些耕种的种子。大概翻过2座山就可以看到小城。我去买吧。你们离开盘山村，如果遇到天武宗的人就糟糕了。这多不好意思啊，还劳烦小哥跑一趟。哎，没事儿，你去问问大伙儿有什么需要的，顺便都带回来。公子，小柔，怎么了？你要去城里的话，记得买几块好点的布料。布料？你衣服有点不合身，我想给你做一件新的。好，我会买的。小柔这丫头，来这世界这么久，还没去过别的地方呢，是时候去看看了。真是热闹啊！是他。那人的压迫感，喘不过气来。好强的气势！那人着装如此古怪，修为却这么高，仅仅一眼，我就有种快窒息的感觉，这是有多强啊！无形打脸成功，获得10点打脸值。看来没事得多穿这身衣服上街逛逛。对了，洛阳派的事情你们听说了吗？当然，似乎通缉的那人是某位大人物的亲传弟子。啥情况？我大有来头，我自己咋不知道？大人物是段九德，据说那位大人物曾经名扬东荒大陆，连宗主都记得他。他是段九德的弟子？段九德是谁啊？宗主，关于盘山村一事，牵连到了段九德，可非同小可。那位段九德的脾性古怪，名声嘛，想必大家也……若是咱们真伤了他的弟子，后果恐怕不堪设想啊！放屁！你们烈焰派没有伤亡，当然这么说。自通缉令发出后，尽心尽责抓人的可全是我们洛阳派。那小子下手狠毒，我派死伤了多少弟子，还有几名金丹期的长老陨落，还请张宗主替我们做主啊！明日找那少年来天武宗一趟。放眼天下，也只有段前辈的弟子才可能有如此作风。倘若他肯给在座的各位认个错，那此事就到此为止吧。认个错就算了，那我洛阳派还如何在火元国立足？遵命。宗主，老妇不同意此事。孙长老，你有何异议？老妇前些日子见过这小畜生，
当时他假冒火元国驸马，这次又声称是段九德弟子，想必也是弄虚作假。老夫提议迅速将其扑杀。孙长老，段九德的弟子有这种爱好，也实属正常啊。小畜生手上沾了那么多债，就算段九德找上门，占理的也是我们。够了，他是不是段前辈的弟子，明日便会揭晓。就这样吧。是。兄台慢走，下次再来啊。好嘞。出来一趟打脸值从25涨到130，真是赚翻了。天武宗的人，道友请留步，我们是天武宗的弟子。想必道友也知道，天武宗和道友之间有一些误会。误会？是的。这宗主以为我是段九德的弟子，肯定是怂了。所以，我们宗主想请你到天武宗详谈，消除一下我们之间的误会。行，待会儿就来。道友，你认识天武宗的路吗？我当然认识，特别是你们的藏宝阁。公子，小柔，东西都在这里了，你给大伙儿发下去吧。这布料真好。做成衣裳给公子穿上，一定非常帅气。不是，我是说，傻丫头。小柔，我得去天武宗一趟，解决和他们之间的矛盾，彻底结束这种受他们干扰的日子。这怎么行？天武宗里仙人那么多，公子你一个人去，要是回不来了……傻丫头，你徐缺哥哥的实力还不摆平区区一个天武宗吗？放心。我一定会平安回来的。等我回来了，要给我穿你做的新衣裳哦。听说你们找我？不错，我乃天武宗宗主张丹山，今日请你来，便是要解决一下你与我宗之间的误会。可以啊。想怎么解决？先是你到我们宗门宝库一事。哎，等，什么宝库啊？我怎么不知道这件事啊？你还有盘山村一事，我洛阳派多名弟子和长老。哎，停！人死在盘山村就是我杀的，咱们讲点道理好不？有谁看到了吗？我看到了，这小子诡计多端，陷害我洛阳派弟子伤亡惨重。居然还有跑出来的！哼，就算人是我杀的又如何？这叫正当防卫。你若是这种态度，那我们就没法再谈下去了。没办法谈就算了，我让我师父亲自来和你们谈。拜拜。师父？哼，满嘴谎言。道友请留步。道友你别着急，张宗主他不是那个意思。不是那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哎，我就不明白了。你们找我来解决问题，然后又扯那些破事儿，这样有意思吗？看来他真是段九德的弟子。既然你喜欢直接，那咱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你若向在座的各位道个歉，那既往不咎。我天武宗法宝无数，其中有一件破阵梭，可破除世间各种法阵。你若是不肯道歉，你所珍视的盘山村民性命那可就……你威胁我？不是威胁，只是告诉你两种结果，如何选择，在于你自己。道歉是不可能道歉的，这辈子都不可能道歉。当年我拜入师门，师父就告诉我，不论干什么事情都要死不认错，否则就逐出师门。哼，所以大家折中一下吧，啊！我请大家吃个饭如何？来喝，干杯！不醉不归啊！喝。雪莲，弟子在。带着我的令牌，将藏宝阁内的破阵梭带来。是。张丹山被这小畜生忽悠得昏头转向，还是得靠我自己出马。道友，再来喝呀！你们喝，我上个厕所。这群修仙者真是狗贼，
得知我是段九德的弟子，就疯狂来巴结我，各种奇珍道具送了我一大堆，他脸值涨了不少呢。哼，这下盘山村民应该不会再被天武宗骚扰了。数百年前，我曾与你师父有过一面之缘，不知他现在可好啊？啊，他很好，这几年一直在东荒吃喝玩乐。哦，那他老人家现在在火元国吗？不知道啊，那老家伙行踪诡异。不过他给了我一道秘符，如果我遇到危险，他就会立马出现。张宗主，要不要试试？哼，不必了，有缘自会相见。今后你若是想，可在天武宗住下，有什么需要都尽管开口。至于盘山村那边，本座保证不会再有人去打扰。这家伙似乎十分忌惮段九德。嘿，上回只是粗略地浏览了一遍藏宝阁，这次得好好的大赚一笔。那就谢过张宗主了。不过我得先回去收拾点东西。去吧。好，小柔，这下再也不会有人欺负盘山村了。胸口莫名有些发闷，不会是那群人在菜里给我下了毒吧？师父命我们速回宗门，不只有何要事。我也。师兄快看，那边火光冲天，村子在燃烧，是谁竟敢在此屠杀百姓？呀！我阴鬼门在此办事，无关人等速速离开。这装扮是天武宗？大胆！知晓我乃天武宗弟子，还敢如此放肆！不，校长！还有漏网之鱼！大伙儿！喜鹊哥哥！还不赶紧！小柔，小柔，小柔！修复功能，系统，快给小柔修复！系统等级不足，无法给宿主外的人使用修复功能。那就兑换药品，把能够疗伤的药品都给我。系统等级不足，所有兑换物品他人无法使用。不要紧的，喜鹊哥哥，能够在死之前看到喜鹊哥哥，小柔已经没有遗憾了。喜鹊哥哥，小柔真的很喜欢你。新衣裳还没来得及做好呢，真想看到喜鹊哥哥穿上新衣裳的样子。小柔这一生最开心的，就是和喜鹊哥哥在一起的日子。小柔，对不起。系统，有什么办法能让小柔复活？由于当前系统等级不足，无法搜寻起死回生之法。是不是提高系统等级就能找到办法？是的，只要宿主到金丹期圆满，便可升级本系统。由于从未更新过系统，第一次升级将会免费。金丹期圆满，好，很好，就让屠村的杂碎们都变成经验吧。消耗100打脸值兑换聚魂塔成功。
魂魄收集成功。注意，该具魂塔只能容纳1个灵魂。死者为大，建议宿主尽量让死者肉身入土。他日寻得起死回生之法，可为死者重塑肉体。是你！原来离水镇那人就是他，他的实力怎么会变得如此高强？天武宗的，闯入盘山村的人，你们认识？好强的压迫感！他乃天武宗通缉之人，不该回答他的问题。但是，西边，阴鬼门。放肆！胆敢在我阴鬼门外杀我门中弟子，我腻了。老鬼，差不多该见好就收了。等我将阴鬼门踏成废墟，我就收。痴人说梦，死在这里吧！就凭你也敢叫嚣阴鬼门？段九德弟子又如何？退下！你们不是他的对手。飞龙烈焰，爆！焰。消耗100点功法精华，焰分噬浪齿进度100%。消耗100点功法精华，六合游身齿进度100%。焰分噬浪齿。你莫要得寸进尺，逼得我燃烧本源施展此术。就算是段九德，也救不了你啦！消耗所有功法精华，冰自秘进度10%。冰自秘？怎么可能？等等，盘山村一事，阴鬼门只是奉命行事，背后策划者乃是天武宗孙长老，是孙觉离长老指使我们做的。你说什么？我与你无冤无仇，何必派人屠杀盘山村？此事乃天武宗孙觉离所为。他带着天武宗宝物破阵所，亲自破了盘山村的大阵，告诉我只需杀尽村民，便赐予我一瓶养神丹。臭老太婆，张丹山才答应我保全盘山村无事，原来你才是天武宗的幕后黑手。没错，事情都因天武宗而起。魏坚的控制权逐渐回来了。抱歉，我这个人说一不二，说灭你满门，就灭你满门。击败元婴期修士，获得20万经验值以及储物界神秘大礼包。升级，当前境界结丹期7层。天武宗有好几个元婴期，更有张丹山这个应变期坐镇。以我目前的实力，根本没法报仇。看来得再兑换点狠招。打开神秘大礼包，获得初阶神行遁走符2张，获得伪装傀儡1个。恭喜宿主获得古灵冷火，是否收入体内？古灵冷火可是斗破苍穹中鼎鼎有名的异火，在系统商城里，这异火售价整整有1300点，哼，贵得很。当真天助我也！天武宗，你们完了！给我兑换佛怒火莲，还有排名第19的青莲地心火。消耗50打脸值，兑换佛怒火莲成功。消耗380点打脸值，兑换青莲地心火成功。小柔，新衣裳以后再做吧。今天这绸缎，就用来给这群人当寿衣了。
相信我，很快我就能将你复活。接下来就轮到你们了，天武宗。师兄，快看那是什么！张丹山、孙觉礼，给我滚出来！天上那是何人？那些是什么？是那些阴鬼们的。打脸成功，获得50打脸值；打脸成功，获得30打脸值。我再说一遍，张丹山、孙觉礼，给我滚出来，否则就踏平你天武宗！放肆！我派宗主与长老的大名，岂是你能随意喊的？既然不出来，那么就让你门下弟子替你们赎罪吧。哎呀，孙长老，你怎能如此行事？本座昨夜答应会护得盘山村周全，结果你区区蝼蚁杀了又如何？难不成那小畜生还能找上来报仇？唉，你有所不知，盘山村在徐缺眼里占有很重的位置。若是他闯上天武宗来，你叫本座如何跟他交代？再说一遍，孙觉礼、张丹山，给我滚出来，否则踏平你天武宗！那小子这么快就找上门来了。踏平天武宗，此子还有将本座放在眼里吗？宗主不好了，我们拦不住那徐缺。小畜生，老身去对付他。孙长老且慢，此人不能杀。什么？我们还能放过他不成？闭嘴！若非你自作主张，此事岂会闹得这么大？你们别忘了，他师父可是段九德，那人我们谁都惹不起。徐缺身上有一道秘符，倘若他受伤，段九德赶过来，整个火焰国都得完蛋。整个火焰国都得完蛋。此事老身愿意负责，这便出去，给他一个交代。什么？啊！那是阴鬼门门主，这些人都是你杀的？哼，终于肯出来了。等我把这老太婆宰了，你们就知道了。宗主，此人下手太狠了，这杀人不眨眼的混账，我天武宗与他无冤无仇，请宗主将这个恶贼拿下。无冤无仇，杀人不眨眼。那你们知不知道是谁让阴鬼门屠杀盘山村的？没错，就是这个丧尽天良的老太婆。徐小友，此事是老身做的有些过了，这瓶养神丹便当作是对那些村民的赔罪之物。另外，你还可以去内宗的珍宝阁，随便挑选几件法器。盘山村一事就……什么垃圾玩意儿！老子告诉你，今天就算把整个天武宗送给我，都不够赔的。放肆！我的养神丹！你究竟想怎么样？我想怎么样？要这老太婆血债血偿！他区区一个结丹期修士，哪来的勇气？彻底发挥出龙腾九变的全部力量，9倍的力量已经堪比元婴期。将老太婆打上重伤，接着再引出古灵冷火，把老太婆烧死。够了！应变期果然强大。徐小友，差不多就行了吧？开启自动修复功能。只要杀了这老太婆，我就觉得差不多了。你确定要为了区区几10条凡人生灵，与我天武宗撕破脸皮吗？区几10条生灵，凡人又如何？在我看来，那些死去的村民一点都不低等，而这老太婆连禽兽都不如，
两败俱伤又如何？有些事，就算死我也愿意做。在这种局面下，还能说得出这种满腔热血的话，该说他重情重义呢，还是傻呢？打脸成功，奖励60打脸值；打脸成功，奖励20打脸值；打脸成功，奖励40打脸值。冥顽不灵，看在你师傅的面上，本座不会对你出手，但是你也动不了我天武宗的任何人。是吗？那我也告诉你，许缺想要杀的人，没有人能救得了。这是什么法诀？怎可能凝练出如此惊人威力大的火焰？简直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从未听说过有火焰是带着寒气的，而且这种寒气竟比千年玄冰还要寒冷。这家伙到底从哪儿弄来这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如果将他抢夺过来的话，这小子究竟想要干什么？不好！给我！两股属性截然相反的火焰，怎能相容？许缺，做命令你立刻停下！我们之间没有必要闹到同归于尽的地步。老太婆给盘山村几10条人命，太脏了！佛怒火莲，炸吧！恭喜宿主打脸成功，获得50打脸值。恭喜宿主打脸成功，获得50打脸值。恭喜宿主打脸成功，获得50打脸值。击杀元婴期修士，获得20万经验值与储物戒1枚。摧毁低级势力天武宗过半建筑，重创根基，获得100万经验值。恭喜宿主连升4级，目前金丹期1层。三场大创大强，小柔，你看到了吗？你们的仇我报了。都结束了，一切已经成为了过去，恩怨情仇，但求不愧于心。卑微的凡人又怎么了？你们高高在上的修仙者又有什么了不起？盘山村的凡人，在我看来，比这些卑鄙无耻的修仙者们更加重要无数倍。你鹰变阶的宗主又如何？今天这个脸，我就偏偏狠狠地打了。小畜生，我要杀了你！哼，从盘山村被屠，再到你千方百计地想维护孙觉礼，就该想到会有这种下场。你表面上对我客气，不过是忌惮我身后的师傅。我徐缺不依靠任何人，也是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张丹山，下次再见面的时候，看我如何取你狗命！可恶！这是我天武宗5000年来的奇耻大辱！可恶！可恶啊！这一口气，哪怕1000年、10000年，我都咽不下去。天武宗一战
孙觉离及多名长老身亡，大量弟子受伤，过半建筑被毁，形同废墟。陷入怒火中的张丹山几乎疯狂，却连徐缺的一丁点蛛丝马迹都找不到。而此时的徐缺，早已在千里之外。畜生，别跑！我师妹在此采药，从未得罪于你，却被你虐杀致死。本尊外出觅食，既然见到了食物，为什么不能吃？口感还真是不错的。你这畜生，受死吧！师妹，我们帮你报仇了。精彩至极！什么人？辛苦你们帮我们血海门打倒这只血马，留下法器跟灵石，然后滚。血海门？师妹，把法器跟灵石留下吧。是。等等，我是让你们滚，没让你们走。宋公子，你不要太过分了。我们太医派虽然没落了，可也不是任由你们这般羞辱的。哎呀，本想着今天心情不错，放你们一条生路。既然不想滚，那就死在这儿吧。别动，打劫！男的站左边，女的站右边，把身上的东西都交出来。快点儿！打劫？一个金丹期3层的小修士，打劫一群金丹期7、8层的，见过不要命的，可也没见过这样来送死的呀。大哥，你打劫也专业点好不好？在这枯骨林，向来只有我们血海门劫别人，还从没有遇见过有人敢劫我们。哈，刚遇到几个自称血海门不长眼的东西，结果你们猜怎么着？这是我们血海门的佩剑，这家伙身上有储物剑。我血海门人无数，死几个又如何？倒是你一个小喽啰，居然敢自己送上门来了。那你怎么不想想，我一个人为什么敢过来？实话告诉你们吧，这里已经被我包围。那么多废话，把他抽筋扒皮，然后扔去喂狗。是。这是遇到打脸对手了呀，居然装得这么出神入化。哼，不过，恭喜宿主打脸成功，奖励60打脸值。恭喜宿主击杀金丹期修士，获得5万经验与1枚金丹。不可能！你到底是什么人？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在下炸天帮萧炎，外号独孤求败。萧炎，为什么偏偏与我血海门过不去？我什么时候跟血海门过不去了？说了是来打劫的，出现伤亡是很正常的呀。神秘人的修为突然从金丹期3层到了5层，想必是用了隐匿修为的法诀。他不想被人认出身份，莫非是哪位元婴期的前辈？又只针对血海门，是来救助我们的吗？前辈，要不我们先撤了吧？撤什么撤？区血海门有什么好怕的？你们给我好好待在这里，看我装是看我怎么教训血海门。完了，本以为遇到了个行侠仗义的前辈，没想到是个疯子。很好，我血海门创立至今，还从未被人如此羞辱过。让我血海门门主知晓，你定死无葬身之地。哇哟，这么可怕的吗？我给你一个机会，去叫多点人过来热闹热闹。刚才教训完那些人，让我修为直接提升了2层，比在这森林斩杀魔兽划算多了。如果这血海门还能再来个110人，说不定今天就能冲刺到金丹期圆满了。你想热闹点，我就让你看看什么叫热闹。
血海门门主宋云海是我爹，我乃血海门少门主，在这里乖乖等死。啊！喂，少门主，你还有个小弟活着呢。你想干什么？我在想啊，若是杀了你这个少门主，岂不是更加热闹？啊！他疯了吗？前辈，别冲动！要是杀了他，血海门会不惜倾尽全力追杀你的。真的假的？不止如此，整个风雾城的魔门势力都将追杀你。啊，那太棒了！等等！少门主，恭喜宿主打脸成功，获得80打脸值，获得5万经验值与1枚金丹。唉，人死不能复生，请节哀。来，赶紧平复一下心情，去把门主叫过来吧。来，快起来，路上小心啊！前辈，不能放他走啊！哎，行了行了，我问你，血海门有没有应变期？没有。嘿，那就行了。只要没有应变期，来多少他们都得完蛋。哎呀，有点饿了。哎，趁他们还没来，我们先做一些准备。你们收拾一些干柴火过来。原来前辈还是有所准备啊！哎，我就说嘛，像前辈这种高人，不可能拿性命开玩笑的。前辈，干柴都收拾好了。收拾这么多干柴是要布阵吗？啊，布阵？嘿嘿，当然是做新奥尔良烤翅啊！饿着肚子怎么打架呀？前辈，大敌当前，血海门马上就要杀过来了，您还有心思在这烤鸡翅？对啊，先吃饱肚子，待会儿才有力气杀敌嘛。嘿，快坐快坐，喜欢微辣还是中辣呀？变态辣也有啊。用真元力凝出的火焰。没错，就是这个味道。恭喜宿主打脸成功，获得50打脸值。恭喜宿主打脸成功，获得70打脸值。好了，来试试。啊，好香啊！明明不饿，可为何闻到这股奇特的香味后，突然好想吃东西？鸡翅居然能做得这么色香味俱全！前辈真是太神奇了！低调低调，看来这个世界的人厨艺并不怎么样啊。区新奥尔良烤翅就让你们吃成这样子了。哎，以后倒是可以借用这点厨艺来打脸啊。这什么味道？为何这般奇特？老头，我几百年不曾吃过任何食物，没想到今日竟然有了胃口。怕什么怕呀？就你们这点烂肉，还入不了老头我的眼。哎，那个，哎，让你们查的事查到没有啊？我倒要看看是哪个不要命的，敢冒充我段九德的弟子。查到了，半个月前，有个名为徐缺的少年出现在天武宗地界，自称是段前辈您的弟子。他与天武宗有些纠葛，弄毁了大半个天武宗。如今天武宗已经沦为笑柄，几百年建立的根基一下子都毁了。不过让人匪夷所思的是，那小子还安然无恙地跑了。天武宗宗主找了大半个月，愣是没摸到一丁点踪迹。居然还抓不住一个小毛孩，真是丢人！你们两个给我好好出去打听。
这味道越来越浓了，不能忍了。你们赶紧出去找人啊！老头，我出去溜达溜达。哟，在这烤鸡翅呢，怎么也不叫上我呀？真是的。好吃。这人你们认识的？不认识。这臭不要脸的哪儿冒出来的？骗吃骗到我这儿来了。哎，你小兄弟，你真是天才啊，竟能做出如此美味佳肴。原来是个吃货呀！看不出来你这个老叫花子还挺懂吃的嘛。啊？谁是老叫花子？老头，我如此神武英姿，气宇轩昂，哪一点像乞丐了？哪一点都像好吗？不过还算你小子眼光不错。如果说到吃啊，老头我称世间第二，没人敢称世间第一。老叫花子，能不能别吹牛啊？一把年纪还不知害臊。实不相瞒，在吃这方面，我倒是曾经获得过一个美称，叫做食神。放屁！就你这小屁孩，还敢自称食神？哎呦，真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哎，实话告诉你，老头我曾经吃过龙肝凤胆，你这烤鸡翅算个屁呀！哼，区龙肝凤胆也敢拿出来炫耀？本食神吃过原味鸡，吃过麦当当，还吃过披萨呢。什么鸡什么麦，听都没听过。哎，别以为你随便弄个名字就能出来糊弄我啊！哼，那是因为你孤陋寡闻。放屁！老头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切，本食神上天入地，无所不知。呸！你无耻！你臭不要脸！无耻至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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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算了，我不跟你这无名小辈计较。当年老头我纵横北冥之海，与鲲鹏一族结伴，吃尽天下无数山珍的时候，你小子还没出世呢。哼，尽拿这些小事出来炫耀，我都不想说我连鲲鹏都吃过。哎呦，就你小子这点修为，连火元国都没踏出去过吧？还敢说吃过北冥之海的鲲鹏？恐怕见都没见过吧？哎，你们说说，你们听过鲲鹏吗？见过鲲鹏吗？没有。哼，老叫花子，所以我说你无知，不就是鲲鹏吗？我不仅吃过，吃完还诗兴大发，特意做了首诗呢。诗？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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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就你还能给鲲鹏一族写诗呢？来，念出来听听。北冥有鱼，其名为鲲。这小子竟然知道鲲是鱼，难不成真见过？鲲之大，一锅炖不下；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大，需要2个烧烤架，一个多糖，一个微辣，再来瓶雪花，让我们勇闯天下。这算什么诗啊？除了前面跟中间几句听着还正常，其他的怎么都是吃的？哦，嘿呀，好一句一个多糖，一个微辣，一听就令人胃口大开，真是好诗啊，好诗！嘿，谬赞了，谬赞了！来，小子，我问你啊，你真吃过鲲鹏啊？那是，我像那种吹牛的人吗？哦，那个雪花又是何物啊？它为何能勇闯天下呀？哦，那是一种酒。瞧被你这么一提，我都有点馋了。看你这老叫花子人还不错，改天我若酿出来，就请你大喝一场。好，
我看你这小子也不错，是个可造之材。来，此物就当是见面礼了，拿去玩儿。这墨玉卖相还不错嘛。哦，那谢谢了啊。这俩咋和好了？高手的脾气都如此古怪的吗？好浓烈的杀气！血海门的人来了！等了这么久，总算是来了。哎，小子，你有仇家来寻仇啊？如果你愿意开口求我，我倒是可以替你全都解决了。求你？做梦去吧！竟然看不透这老头的修为。你这小子才区金丹期，口气倒是不小。老头，我就不告诉你，对方来了8个元婴期了。啊？怎么不是血海门的人？参见掌门，参见莫长老、李长老。太医派居然有这么年轻漂亮的掌门，该不会是个驻颜有术的老太婆吧？我听说血海门的少门主被杀了，而且还与你们有关，就立刻赶来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是这样的，掌门。什么？那黑袍人故意杀了宋公子，就是为了把血海门的人都引过来，还让你们去捡干柴，就地烤起了鸡翅膀。恭喜宿主打脸成功，获得50打脸值。恭喜宿主打脸成功，获得60打脸值。恭喜宿主打脸成功，获得70打脸值。发生什么事了？孩儿，孩儿，我的孩儿！杀我儿的畜生是谁？血海门掌门宋云海。杀我儿的畜生，给我滚出来！掌门，该怎么办？那黑袍人救了我派弟子，我们自然应当帮他。是。哎呀，老叫花子，你能不能别用这种眼神看我呀？怪恶心的！臭小子，好心当成驴肝肺是吧？人家这么多元婴期强者，你打得过吗你？本来呀，还想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让你求我出手，嘿嘿，现在没了。就算你跪下来求我，我都不可能帮你喽。你想多了，就这10几个喽啰，我随随便便都能弄死，用得着你多事吗？好，你说的。待会儿你不弄死他们，老头我就先把你弄死。把我弄死？真是天真！你要是能弄死我，我跟你姓。混账！你敢激我？别以为我不敢杀你！激你咋的？来呀，杀呀！看看是谁杀谁！哎呦呵，你小子还能杀我不成？来呀，来！你先来呀！有种你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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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宿主打脸成功，获得50打脸值。恭喜宿主打脸成功，获得60打脸值。恭喜宿主打脸成功，获得60打脸值。这是怎么回事？给我住口！给我住口！为我而偿命！啊！小兔崽子，老叫花子！糟了，快帮忙！滚开！糟了！这是……门主！原来这老头这么厉害，根本没看出来。恭喜宿主击杀元婴期修士，奖励20万经验值与1枚储物戒指。旁人都以为是我杀的那人，
但杀招是这小子诡异的火焰。小子，你那一招是什么名堂？哟，想学啊？你求我教你啊。哼，小子，既然你有这种手段，老头我也懒得理你。正好我有事，得抓一个和你一样这么混球的小子。再见了。哎，别再见了，走好不送哈。好强的身法，竟然比神行遁走符还要快。老前辈竟然走了，这么强大的后盾，而且还是被赶走的。这个人是吃饱了撑的呀！小子，没人再护着你了，乖乖把命交上来吧！哎呀，无关紧要的人总算走了，别浪费时间，赶紧一起上吧。几位，如今门主已死，不如我们来个赌注，谁先斩杀那小子，谁就是新任的门主，如何？可以，不如顺便再来个彩头，解决完那小子，我们再联手把太一派拿下，怎么样？以苏云兰掌门的这种天姿国色，确实值得我们出手了。你们这些无耻之徒，竟敢对我们掌门出言不逊！苏掌门，我们一定会满足你的。你们这群蠢货，活该单身一辈子，一点都不知道怜香惜玉。嘿嘿，小子，死的人只会是你，上！一点套路都不会，还好意思出来混？都给我去死吧！你究竟是什么人？在下徐缺。以一人之力摧毁天武宗，一击必杀宋云海的人，他就是徐缺。眼前这个人，果然跟传说中一样，动不动就灭人满门。啊，苏掌门，你脸色怎么这么不好？难道是刚刚受伤了？来，让在下帮你看看。没事，我没事。还说没事呢？我看你这脸色，实不相瞒，在下是一名大夫，大家平时也都喊我神医。啊？你不是说你是食神吗？食神是个副业，我平时主要工作还是看病救人，拯救世界什么的。看病救人？来吧，苏掌门，让在下看看你伤口在哪儿。你这当头浪子！苏掌门，这家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啊？前一刻还在威风凛凛，没想到眨眼间就变成了无赖公子爷。但是，他以一己之力击败血海门，且救助了我派弟子。如果与他交好的话，这位道友，不如一同前往风雾城，来我太一派做客。啊！道友救了我派弟子一命，还击败了血海门，此恩我派定要报答。好吧，在这森林待了大半个月，是时候出去看看了。我太一派在100年前其实也是个大宗派，甚至不比巅峰时期的天武宗差。可自从苏掌门的爷爷，也就是太一派的第1任掌门失踪后，渐渐的门派就没落下来。苏掌门靠着惊人的天赋，加上门中无数资源的培养，短短20年时间，便修炼至元婴期，并接管了掌门之位。苏掌门的父母在几年前一场大战中都战死了，整个太一派全靠他以及我们2名长老支撑着，日子并不太好过。不用你们说，我也看出来了。这些破破烂烂的房屋年久失修，院落里还堆满落叶，爬满蛛丝，仿佛荒废了许久。整个门派的弟子加起来才区20多人，境界最高的，就是在枯骨林里遇到的那2个金丹期弟子，
其余大多都只是筑基期与结丹期。啊，对了，两位长老，在太乙派，我希望以萧炎作为化名，还请勿向他人透露我真名了。好，道友可在此住下，我们先行告退。休息一会儿吧。真是闲得慌，不如出去抓几只鸟回来烤着当夜宵吃吧。好香啊，什么味道？哦，苏云兰。嘿，苏掌门还没睡啊？徐道友说笑了，修炼至你我这等境界，又何谈睡眠？哦，对哦，都忘了他们打个坐就等于睡觉了。苏掌门找我有事吗？不如进来一坐，喝杯茶。无妨，只是想跟徐道友谈几句，在这儿即可。徐道友今后有什么打算吗？今后啊，今后在下应当还是继续游历天下，拯救世界。当然了，前提是先将小楼复活。徐道友没想过稳定下来吗？比如，找一方门派安定落脚。平日带领门中弟子修炼，不再需要每天都在杀戮仇恨中度日。哦，苏掌门，你是想邀我加入太乙派吗？不错，此次我前来打扰，确实是为了邀请徐道友入驻我太乙派，并担任大长老一职。不知徐道友是否愿意？不愿意。恭喜宿主反套路成功，奖励60点反套路值。徐道友可否告知我原因呢？原因，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在下又志在四方，喜欢游历天下。苏掌门让我留下来当长老，就等于把我飞翔的翅膀给折断了。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好一句绝句。想不到徐道友文采如此卓越，倒是我唐突了。本以为他是个无赖散修，没想到性格也不坏。若能待在太乙派，定能让太乙派崛起。反套路成功，奖励50点反套路值。苏掌门谬赞了。其实像我这种冷酷不羁、放肆桀骜的人，真不适合待在门派里。所以苏掌门的好意，在下只能心领了。只不过在我看来，徐道友虽有桀骜不羁的一面，但也平易近人，并不冷酷。不冷酷吗？看来下次得试试走这种路线。其实，我很羡慕徐道友这种自由自在的生活，无拘无束，又身怀绝技，能游历四方。你也可以啊，当掌门又不一定非得天天待在门派里，这多无聊啊！咱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我带着你，你带着银两。说走就走的旅行，若真能说走就走，便好了呀。平日有些魔门中人总过来闹事，赶走一批又来一批，不胜其烦。哦，来的人多吗？大概都是些什么境界的人过来啊？挺多的，一般给他们一些零食便会离去。会有1、2位元婴期强者，以及数名金丹期弟子。徐道友，你可不能乱来啊！那些人都是风雾城附近的魔门。怕什么？倘若徐道友愿意留下来，当然不怕。可要是你离开了，我们太乙派又怎能守得住魔门中人一次次的来犯？这倒也是。哎，系统，有什么可以提高门派战斗力，又可以给别人使用的东西吗？神威充能炮。神威充能炮，每次攻击需耗费1点零食，每一炮相当于元婴期巅峰强者的最强一击。哈哈哈哈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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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哈！
徐道友，你怎么了？苏掌门，我有一计，可以让太乙派从此免去魔门之扰，甚至可以一跃成为风雾城方圆最强大的门派。苏掌门让我来找点材料。是。玄铁是锻造飞剑的必备材料，所以太乙派的藏宝库中有大量库存。恰恰这炮不需要什么珍贵的材料，只用到大量的玄铁罢了。其他复杂的符文石片，买图只是赠送了不少，足够锻造4、5门大炮了。利用异火，快速将玄铁融化成液态，剔出里面的杂质，然后冷却塑形，融入各种配件，铸造完成。哎，通知苏掌门过来，说秘密武器研制成功了。啊！见掌门与长老时，都需要先送去一张名帖，写明来意。啥玩意儿？我还需要请帖？道友，你误会了。我们历代掌门与长老都住在藏书阁中，而藏书阁又布满了禁制，必须得持有禁令才能进入。哦，原来如此。劳烦道友您念一下，我按您所说的写上去。你就写：苏掌门，有位英俊潇洒、冷酷不羁的翩翩少年，想约你今天过来看个秘密武器。你看这名帖就这么小，能写的字数有限，可否简略些许？那就写：苏掌门，有位英俊潇洒的少年想约你吧。可否再简略些许？行吧，你就写：苏掌门约。道友当真是才华横溢啊！哦，落款人还要写上道友的名字，不知您如何称呼？在下制炮神。苏掌门，我听说徐缺将所有的玄铁都搬走了，难道就是为了做一门火炮？我答应过他，需要什么材料就尽管拿。这可是咱们仅有的玄铁呀！虽说不算珍贵罕见，可价格也昂贵至极，如此浪费掉，当真是……唉，罢了。浪费一批玄铁倒也无所谓，毕竟这是徐缺想帮助太乙派的一番心意。这些年来，我们苦苦撑着整个门派，如今徐缺愿意分担点烦恼，哪怕没什么作用，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安慰。果然，终究是凡人军营打仗用的火炮啊！各位，我这一炮打到对面那座山上，不影响吧？无妨，对面山上并无住户，只有一些野兽游荡而已。徐道友尽管尝试。这距离，最多也就轰出个坑吧。好，那我就试试了。现在就让你们见证这神威充能炮的威力吧！不都是先放火药与炮弹，怎么是先放块灵石进去的？先结一击，就看比元婴期巅峰的威力。恭喜宿主打脸成功，奖励80大脸值。吓我一跳，这个炮威力这么强的吗？啊，炮打完了，灵石我得拿回来。这么抠的吗？几位道友，对在下这门神威充能炮还算满意吗？徐道友，这门神威炮，当真是你铸造出来的？是的呀。使用了1夜时间。是的呀，没错，只需要放入灵石就能开炮了，
不过数量有限，最多只能再给你们造2门炮。这下应该能免去魔门的骚扰了吧？一共3门。徐道友，此恩太一派永世难忘。他日若有用到我太一派之处，尽管开口。哪怕倾尽全派系上下，我也会不留余力的相助于你。多谢徐道友。严重了，严重了，启飞不必客气。这几天都没人来闹事啊，还是再去一趟枯骨林吧。只要再杀6头元婴期妖兽，便可以金丹期第10层圆满，让系统升级，得到复活小柔的办法。苏云兰，还不出来迎接我们吗？这个月的零食可准备好了？3息之内见不到零食，就别怪我们心狠手辣了。哎呀，喊什么喊？谁家的狗没拴好啊？大清早的就在吠个不停，惹人烦。嘿嘿，哪来的黄毛小子？赶紧滚一边去！让苏云兰那个贱人出来！你这张狗嘴挺臭的，不如就永远别开口了吧。杀了他！恭喜宿主打脸成功，奖励40打脸值，击杀金丹期修士，获得5万经验与1枚金丹。你不是太一派的人，我追风帮与你无怨无仇，为何杀我门人？追风帮，这名字真的傻得不行啊！吹着风跑的人，大多数都是二愣子。你说什么？比起我炸天帮，你们差远了。炸天帮，这真是有理有据，令人信服呀！我现在听着追风帮也觉得太傻了。哎呀，别说了，别说了！哎呀，这个人真是太有趣了。太一派，连你们也敢嘲笑我追风帮？今日你们这些人全都得死！不好，他想去通风报信，快拦住他！不必拦他，苏掌门，把神威炮拉上来吧。我乃追风帮帮主彭刚，是谁诋毁我追风帮？哎，是在下。干嘛这么认真回答呀？哎，帮主，你看，他们还摆了3门烦人的火炮。哦，我猜呀，是想给咱们看一场烟花表演。来，你站过去。啊，太一派，我给你们一个机会。若你那火炮能伤我弟子1根毫毛，我就放你们一马。这句话我怎么有种强烈的既视感？修仙的都喜欢站着被人打吗？你装的可以呀，可惜没什么用。开炮！帮主，你没事吧？我的右手！哎呀，威力稍微调大了一些，不小心波及到帮主你了。哎，既然这样，那就再来一炮吧。苏掌门，你来操作吧。我来。咱们有3门炮呢，都来。日后离开太一派，也是需要你们操纵火炮，正好练练。这样吗？帮主，那3门火炮都对准了我们，快撤！呀，又打偏了。太一派，待我追风帮卷土重来，定与你不死不休！你们给我等着！哼，你就别想着什么卷土重来了，乖乖站好，再来一炮！起飞！发射！想必再没人敢来骚扰你们了。谢谢你。恭喜宿主打脸成功，奖励40点打脸值，击杀金丹期修士，获得5万经验与1枚金丹。
这炮的人头都算在我身上了。获得20万经验与一枚储物件，当当！恭喜宿主升级，当前境界金丹期10层。恭喜宿主达到金丹期圆满，成功启动系统升级功能。目前系统等级1级，检测到拥有1次免费升级系统机会，是否使用？终于，小柔，我能救你了。使用。苏掌门，我有急事，离开一会儿。好，好快的身法。快，使用免费机会升级系统。系统开始升级，升级成功，当前系统等级2级。本次升级成功增添商城新物品，开放物品使用权限。快搜索复活小柔的办法！正在为宿主搜索，请稍等。搜索成功。根据宿主目前实力以及当前世界资源，已为您寻找到难度最低的复活方法——九转还魂液，可酝养死者魂魄，有起死回生之功效，并为灵魂重塑肉身，有一定几率得到5行混沌体质。主要材料：派出金灵草，派出木灵草，派出水灵草，派出火灵草，派出土灵草。辅料：生灵圣水。药方售价2000点打脸值。哦，这都是些什么鬼啊？2000打脸值是药材的售价吗？是药方的售价。兑换药方之后，会指引宿主找寻药材。哎呀，那就快兑换！只要能复活小柔，哪怕2万、20万都给我兑换！兑换九转还魂液药方成功，正在搜索药材地点，派出火灵草，生长在火灵气最浓郁之地。当前世界方位为火元国东郊龙脉深处，派出金灵草，生长在金气最浓郁之地。当前世界方位为金元国南郊龙脉深处，派出木灵草，生长在木气最浓郁之地。当前世界方位为木元国西郊龙脉深处。火元国东郊龙脉，根据驸马的记忆，火元国的东郊，那可是皇陵啊，埋葬了历代皇帝的地方。我系统，你该不会是在坑我吧？你知不知道那里机关重重，布满禁制，连当今皇帝都不敢轻易踏入皇陵。不单只是火元国，我还得去其他4国的皇陵。哎呀，系统，我还有别的办法吗？派出灵草乃龙脉精华所在，一旦拔起，举国国运也将终结，此行危险重重。希望宿主能够努力修炼。什么？你努力修炼就打发我了？不管怎么样，至少得到了复活小柔的办法，我也有了前进的方向。系统总不会故意坑我吧？我对这个5大国家没有任何情感，就算毁了龙脉，受害的也只是皇室，与平民百姓没有牵连。哼，管你什么5国皇陵，谁也不能阻止我救小柔。这副身体的原主人之所以会死，就是被火元国皇帝骗回皇宫修炼，最后连天火灵根都被夺走了，正好也是时候去一趟火元国了。皇帝老儿，小公主，本驸马回来了。徐道友，人呢？苏掌门，我有急事需办理，请原谅我不辞而别。放在信旁的是八卦万剑阵，是个抵挡贼人入侵太乙派的强力阵法。使用方法在另一封信上。有缘再见，徐雀。除了交代剑阵的用法，就没有其他的话留给我了吗？此地处火元国边疆，不仅荒凉，路途也十分遥远。就算日夜兼程，起码也得1-2个月才能到皇城。啊，花了200多打脸值给苏掌门兑换了阵法，身上打脸值所剩无几了呀。仔细想想，此趟出行可谓是凶多吉少。火元国内高手如云，火元国皇帝就是鹰变期6层。当初
初用双翼火的佛怒火莲对抗鹰变期5层的张丹山，已经是我最后的手段了，却没能伤他分毫，只是趁乱逃脱了他的追击。张丹山与火焰国皇帝看似差一层，小小的一层，却是天与地的差距。若是他俩交手，不出10个回合，张丹山必败下阵来。唉，惆怅啊！小二，来瓶肥宅快乐水。肥宅水，本店只有茶水供应。哦，那随便来壶茶吧。好嘞。快让开！呀，看那边，是谁呀？横冲直撞的。哎呦，这阵仗，肯定是某位达官贵人呐。马车上挂的是咱火元国的旗帜呢，是皇宫里的人吧？子轩，你还记得徐缺吗？哦，徐缺。从我们进入边疆之后，几乎全是关于这徐缺的传闻。不过这传闻略有夸张，区区结丹期，竟然在鹰变期手下杀了那么多人，最后还让他逃走了，我觉得夸大了许多吧。不是，我说的徐缺是6年前的那个。6年前被招入宫的那位驸马吗？原来他也叫徐缺啊。他现在如何了？死了。他死了？我也是前阵子才知晓此事。回想起来，我还记得第一次见到他时，那副内向脸红的可爱模样。我也是后来才知道，他是火皇的剑阶炉鼎，后来被关入了地宫，再没人提起过此事。我都忘了这事，没想到他……我一直没忘。那当初为何你不阻止？我不可能阻止。父皇想更进一步修为，那徐缺有最适合的天火灵根，又无亲无戚。父皇让幻妃假扮我，陪了那徐缺6年，等他步入了金丹期，才将天火灵根取走。原来这些年是幻妃在陪那徐缺，以他那身功法与变幻之术，骗住一个金丹期确实不难。人各有命，父皇现在正冲击第7层，若是成功了，对于火元国可是大好事。我只是忘不了他啊！公主，你说谣传的这徐缺，会不会和驸马是同一人呀？要不我派人去打听一下，看看画像，好瞧瞧到底是什么人。名字相同的人多的是，没必要小题大做。再则，皇宫里的徐缺所有修为都被汲取一空，哪怕苟活下来，也没有灵根，是绝对不可能重新修炼的。说来也是，毕竟这世间没听说过有人能重新长出灵根的。击杀元婴期妖兽，获得20万经验值。恭喜宿主金丹期圆满，即将迎来49天劫。经过系统计算，天劫将在7天后来临，难度等级为困难模式。什么呀？说好的带我飞，困难模式是怎么回事啊？由于宿主修炼了太古5行诀，此法诀天梯不容，困难模式已是最简单的模式。日后还可能会有地狱模式、修罗模式、九死一生模式。没在这儿，继续搜，绝不能让他活着回去。这些人谁呀？管他呢，去皇城要紧。发生什么事了？这马车不是半个月前在那茶馆遇到的吗？看来应该是被那些红面具追杀了。我仿佛又看到了装的机会。金元国真是胆大包天，那么多元婴期，显然是想置我们于死地。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那些人是天煞的杀手。天煞？传闻天煞杀手皆穿白衣，戴红面具，个个刀法了得。刚才偷袭我们那些，想必就是天煞。这金元国对我们是志在必得。公主，
此次恐怕我们在劫难逃了。子轩，他们一定是冲我来的，是我连累你了。待会儿我去引开他们，你趁机逃走吧。公主，子轩以前什么都听你的，唯独这事，子轩恕难从命。你以前总说我脾气倔，将来找不到驸马。可你这倔脾气，一点也不比我差。来，公主，目前除非是拥有天火灵根的金丹期，才有可能对抗元婴期吧？可我俩只是金丹期，当年那个徐缺若是还没死的话，倒是挺符合这些条件的。只可惜，别说他了。天底下又不是只有他一个人拥有天火灵根，我始终相信，我炎阳命中那真正的驸马会更加出色。道友，别太过分了，误会一场，有必要赶尽杀绝吗？突然跳出来咬我屁股，当然有必要啦！去死吧！他们应该是那马车里的人。对了，这马车挂着火元国的旗帜，我得赶紧兑换一个面具才行，免得认出我来了。消耗200点打脸值兑换高级面具成功，可自定义容貌栩栩如生，让人真假难辨，对应变期以上无效。此人金丹期就能斩杀元婴期的血蟒，此手段闻所未闻。道友留步，小女子有一事相求。不知两位姑娘所谓何事？套路成功，获得60点套路值。套路成功，获得60点套路值。这么多年来，我身边的男子要么是对我恭敬有加的翩翩公子，要么就是谄媚的小人，从来没见过像他一般平静如水的男人。实力超群，举手投足间便镇压血蟒，不多言语便转身离去。他的每一个动作都散发着独特的气息，那双眼眸深邃的让人窒息，仿佛能将人吸进去，多看一眼都会着迷。这位少侠，我和姐姐陪同皇宫里的贵族出来游玩，却不慎遇到了刺客追杀，不知少侠可否护送我们姐妹俩回城？只要回去，定会给你满意的报酬。陪同？那他俩应该不是皇室的人吧？那就救下吧。追杀你们的人是不是身穿白色长袍、头戴红色面具的元婴期强者？对，少侠，你见过他们了？我辈中人义薄云天，肝胆相照，在下定当竭尽全力护送两位姑娘到达皇城。套路成功，获得70点套路值。这么好的打脸机会，怎么会放过呢？少侠，不知你如何称呼呢？在下乍天帮花无缺。乍天帮花无缺？莫非姑娘听过在下的名字？没有，只是你这名中有个缺字，让我想起以前的一位朋友。原来如此。花无缺少侠，夜晚在此生活，会不会将敌人给引过来啊？赶了一天的路了，不吃点东西怎么能行？我看你们一身脏兮兮的，去小溪那边洗漱一下吧。不用了，这样便好。这么不爱干净的，来，吃吧。哇，好香啊！姐姐你尝尝。拿开，本宫不可能吃这种东西。本宫？糟了！本宫？你们是什么人？你想干什么？姐姐，你没事吧？姬婉清，果然是你！花无缺，你好大的胆子！知道本宫是炎阳公主，还敢对本宫无礼！
仅凭此罪，本宫便能诛你9族。当年你想诛我9族，可惜我族只剩我一个人，而且我也不是什么花无缺，被抽尽修为，被抛尸边疆，这副身体的记忆依然跟我融为一体。给我好好看清楚，我到底是谁！我可爱的公主殿下，才分开几个月，没把你的驸马爷给忘了吧？徐缺，不可能！父皇分明将你的生机斩断，你不可能还活着。为什么不可能？老天给我再活一次的机会，就是为了让我找你们姬家报仇。火元国姬家的皇权，到你们这一世也该结束。住手！你别忘了，你刚刚答应过要保护我们的。抱歉，我这人浑身是优点，唯一的缺点就是说话不算话，而且没打算要改过。等等，徐缺，你听我说，6年以来，公主并没有。子轩，给我住口！我们姬家做事，还用不着去跟一个本该饿死街头的流浪孤儿解释。若你要杀我，那便一起死在这里吧。炎阳淬笛，他在这边。哪里逃？炎阳，拿命来！金丹期的保镖，炎阳，你也是走投无路了。姬婉清，你这算盘打得挺响的嘛。可惜呀，你觉得就凭这10几个废物，能杀得了我吗？为什么？为什么？是你？为什么不能是我？既然老天不让我死，就说明这是天意。我的公主老婆，天意不可违呀。很快，便是你们火元国的灭国之日了。徐缺，如果不是我们当初将你接回皇宫的话，你最后不过是街头巷尾一具饿死的尸骨罢了。接我回皇宫，你们救我不过是觊觎我身上的天火灵根罢了。现在的我，还会稀罕你们皇城中的狗屁荣华富贵吗？哼！不过，我暂时还不打算杀了你。要知道，这世界上有无数比死更加恐怖的惩罚。可惜了这些美食。公主，我们该怎么办啊？子轩，把我们从水源国带回来的那瓶酒给我。不行啊，公主，那天心阴阳酒可是水源国的禁酒，难得喝下，功力瞬间尽失。女子喝下，却……女子喝下，就如剧烈无比的禁药。公主，我知道你想干什么，可万一被他察觉，惹恼了他，必然会对你下死手的。子轩，你听说过一日夫妻百日恩吗？许缺毕竟和那个公主有过夫妻之实，而且还不知那公主是换妃假扮的。他现在不杀我，终究是念在当初那点旧情。我若主动服软，过去与他交谈，把酒言欢，他定然会喝。可是，没有可是了，这是我最后的希望。他才不过金丹期圆满，就有如此功力。倘若让他踏入更高深的境界，火元国要亡矣。可是，不要，公主！相信我，
父皇能杀他一次，我也一样能杀他一次。须缺，本宫知道你恨我们姬家，但这是个强者为尊的世界，你没有实力，则会被人拿捏在手中，连生死都无法自己掌控。但是，那6年与你相处的日子，本宫也不是说忘就忘的。所以，本宫敬你这杯酒，从此斩断夫妻之情。你在杀我时，也不会落得一个杀妻的骂名。难道本宫猜错了？他对早已相处6年的公主毫无余情？不可能！我这个人有个原则，我从不跟2种人喝酒，一种是死人，一种是贱人。我从不跟2种人喝酒，一种是死人，一种是贱人。你2种都快占全了，我还如何跟你喝？你最好还是老实点儿，在我还没想好怎么处理你之前，好好珍惜你最后的时光，去忏悔一下你做过多少丧尽天良的事。我唯一做过的错事，就是不该与你这种人成亲。现在我只想在临死前断绝与你所有的关系，连这点要求你都不肯答应吗？我同意与你断绝夫妻之名。把酒拿来。系统，检查下这酒。检查完毕，此酒为天心阴阳酒，男子喝下将散尽所有修为，此生不得再修炼；女子喝下如巨联盟汉药，唯有与男子修炼才能解开。注意，当男子修为比女子高时，可夺取他体内的部分修为，但不影响他今后修炼。他那杯呢？无毒。给我换过来。花费30打脸值兑换1张置换符，成功更换。须缺，看来你也不过如此，依旧跟以前那般天真。此话怎讲？公主，虽然不知道这短短几个月间你得到了什么造化，不仅可以重新修炼，还将实力提高到如此可怕的地步，但现在这一切都要再次化为乌有了。你可知本宫刚才给你喝的是什么酒？知道啊，天心阴阳酒。你是怎么？姬婉清啊，姬婉清，你这心肠真是黑到了极点，害我1次不够，还想害我第2次。照我以前的脾气，你现在应该是个死人了。哼，可我改变了主意，想看看你喝天心阴阳酒后会怎么样。你说什么？须缺，你做了什么？也没什么，就是把酒换了而已。哼，按理来说，你快发作了。放肆！你！我也提醒过你，别耍花样，这就叫自作孽不可活。公主，公主，水源灵气，原来你是水源国的人。女子饮下天心阴阳酒，若是不修炼，将会暴毙而亡。须缺，子轩求你救救公主！哈，我脑袋被驴踢了吗？现在看着她这样死去，正合我意。须缺，只要你愿意救公主，子轩愿意将毕生修为和灵根都给你，愿意为奴为婢，弥补当初他们对你所做的一切。求求你救她！你的修为跟灵根对我没什么用，我也不需要奴婢。那你想要什么？只要你肯救公主，子轩什么都愿意。是吗？说起来，我还真需要一件东西。既然你是水源国的人，又跟公主如此亲近，想必身份也不简单吧？给我火源国与水源国的皇陵地图，我便答应救人。你想闯入皇陵？没用的，就算有地图在手，
皇陵中禁制无数，连应变期强者都不敢轻易踏入。未有人从皇陵活着走出来。你，子轩，我好难受。我答应你，2张地图，我都会想办法。此丹名为3尸噬魂丹，一旦服下，无药可解。你们若背叛于我，我一个念头间就能让你们毙命。喂，人我已经给你救了。之后我就会去皇城，希望到时候能看到皇陵地图，否则……你不必威胁我，我答应过你的事，定然会做到。公主，哼，这个机器是应变期的老怪物，而且还是2个。你走吧，那2位是附近王侯城里的王爷，我们遇险时，公主曾发出求救信号，应该是他们来了。应变期，与张丹山一战后，我已金丹圆满，自那之后还未与应变期较量过。算了，记住，日后不许提起我半个字，哪怕隔着1000万里，我一个念头间，你2人都会丧命。接下来的难题就是渡天劫了，手头的这些装备让我心里没谱啊。系统，以我现在的状态，成功率是多少？无法给出准确的回答，建议多兑换些道具和装备。唉，既然这样，买件比较好的防具防身吧。连前世游戏里的装备都出现了，用脚趾头想想都知道，渡天劫肯定需要魔法抗性。振奋铠甲不仅有55点魔抗，还拥有将生命恢复力变成双倍的被动能力。如果配合上系统的自动修复功能，这件装备在我渡天劫的时候能帮上大忙。贵是贵了点，耗500点打脸值，比什么都强。好，兄弟，我渡劫可靠你了啊！怎么回事？急需经验和打脸值的时候，一只野兽都找不到了。估计都被那2个应变器给吓跑了，得找一个能大量赚取打脸值的办法。有人？几位道友，我们得加快行程了，再迟就赶不上报名了。是啊，这天香谷可是5大国3大宗派之一，每隔100年才会广招一次弟子啊。据闻派中天骄天女无数，就连水源国的女帝都曾是天香谷的首席弟子。可惜咱们火源国这次才分到50个入门试炼点。每个试炼点都隐藏在各地，咱们碰巧得知其中一个试炼之地，得赶紧到达才行啊！天香谷5大国3大宗派之一，100年第一次广招弟子，我似乎找到了打脸的好地方了。哎，加紧步伐，试炼点就快到了。好强的气势啊！那人为何浑身充满了神秘感？必定是1等1的高手，必须得结交一番。哎，这位道友，在下乃曾繁荣，乃是灵王城人士。这几位皆是我的发友，正想去参加试炼，没想到经过此地遇到阁下，可否冒昧问一句，道友是否也是为了入门试炼而来？在下花无缺，正是为了那试炼点而来，只是可惜消息不够灵通，走到这儿便迷失了方向。若是曾兄不嫌弃，可否带在下一同前往？所谓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正好我们知道那试炼点的方位。如果花兄不嫌弃，可以与我们结伴同行。这位花无缺仪表堂堂，为人谦虚有礼，单人前来试炼，定然不简单呐。打脸成功，获得70点打脸值。天香谷5国3大宗派之一，每隔100年广招一次弟子。举行活动时，会在各个国家随机设立试炼点，寻找试炼点就是第一个关卡。有门路有能耐的人自然会找到线索，而更多的人
则是在第1关就被拒之门外。道友们，只需跨过这个障眼阵，前面便是第1个试炼点——烈火大阵。我们必须穿过一片火海，只有通过者才有资格进入下一关。这火海诡异无比，通常的真元力是无法抵御火焰的。华兄，你可有准备避火的法宝？避火？没有。华兄，这火焰可不能轻视。我这有一枚水元珠，借给你一用吧。里面蕴含了大量的水元灵气，只需催动珠子，便能形成护罩。多谢曾兄一番美意，不过这火海我能自己度过的。华兄，这水元珠价值不菲，曾兄一番好意，你可别死要面子活受罪啊！放心，我自有法子。切！避火符，诸位，在下就先行一步了，待会儿在阵法出口再相聚吧。曾兄，我也去了。大家都身怀绝技啊，我们也别耽误了，一块进去吧。曾兄先请，待你们都通过了我再行，免得误伤到你们。误伤？误伤？华兄一副淡然的模样，想必一定有高明的手法呀。华兄，那我就先行通过了，你注意安全。打脸成功，获得70点打脸值。哼，师姐，目前为止还未有人扛不住这火阵，我们倒是清闲了不少。有人把这个试炼点是烈火阵的消息透露了出去，他们都是有备而来的。这一关看来是挡不住多少人了。哼，师姐你看，刚入阵的这群人中，有个少年还未入阵，怕是没有准备避火法宝吧？真是可怜啊！看他样貌如此俊朗，若是能够通过，倒是可以结交一番。现在看来是与我们天香谷无缘了。我过来了，林道友，曾兄。哇！大家都平安无事啊，太好了。走，我们赶紧去报名吧。还是等一下花兄吧，他应该快进来了。不必等他了，这花无缺一不识路，二无避火法宝。曾兄如此待他，他却心高气傲，不愿接受。可是，装过头了他，这会儿估计在外面干着急呢。我们先去报名吧，别理他了。通过火阵的人士，请到前方报名。唉，可惜了一副好皮囊，却是个不知天高地厚之人。是呢。系统，他们都过去了吗？检测完毕，阵中无人。好。燕分侍郎，劈山断浪，给我开！什么避火法宝，展开便是。这怎么可能？仅仅一招就破开了我们的烈火大阵。哎，不会吧？我才用了2成功力，这地面就破成这样，都没办法走了。不是吧？我们千辛万苦才走过来的烈火阵，被他这么轻易破了。让你们久等了。打脸成功，获得70点打脸值。华兄，你可真是太惊人了。哪里，大家能过来都是本事。哼。师姐，阵法被毁了，我们该怎么办呀？我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我也……东北考点发出阵响，发生什么事情了？回禀师兄，刚才是那名考生把烈火大阵给破开了。破开？我天香谷的烈火阵从来都是艰苦闯过，还从未听说过有人能直接破坏阵法。这位兄台，请问报名是走这边吗？是你把阵法破开的？又在了，少给我嬉皮笑脸的！你可知这阵法有多珍贵？不管你用了什么妖法，破坏了阵法，你们就别想拿到试炼资格！
什么？取消资格？你们给我老老实实的待在这里，等我师兄过来了再跟你们算账。这下完蛋了，得罪了天香谷，试炼肯定凉了。喂，我问你一句，从头到尾有人规定过不能以破开阵法来穿过烈火阵吗？从未想过有人能破开烈火阵，自然也不会有这种规定。如果没有这种规定，那么就给我跪下，然后道歉。你，此人是监考人员的师兄，想必地位不低。华兄竟敢如此大胆！你个疯子，别把我们也拖下水了！华兄，你这是疯了吗？对方可是天香谷的监考人员，这下我们通过无望了。你找死！哼，想动手？师兄！这人实力好强，刚才若是没躲开，性命恐怕不保。理论不过就动手杀人，大宗派天香谷也不过如此。你给我住口！向他道歉。大师兄，总算来了个识相的了。师兄，是他！闭嘴！快道歉！抱歉了。就你这实力，为难你也没意思。喂，道歉是道歉了，你来跟我比划比划，我就不追究下跪的事了。道友何须如此？以你的实力入我天香谷根本不难，他日我俩成为师兄弟，多的是时间相互切磋。什么狗屁天香谷，我压根就没想去。今天我就是来这里打脸的。不如这样，第二关太看运气，并不考验实力。我补偿道友提前进入第3关如何？居然让他跳过淘汰率最高的第2关，这个补偿也太好了吧！你态度可以，我不为难你了。嘿，但是跳关什么的，我并不需要。曾兄，走，我们报名去。大哥，其实我跟你不熟啊，这样称兄道弟，日后进了天香谷会不会被针对啊？大师兄，虽说是我先动的手，但是那人无故破我大阵。闭嘴！水皇这段时间会在灵域之塔内闭关，我不希望再闹出什么乱子，知道了吧？是。这人非常不简单，明明只是个金丹期，以我元婴期5层的修为，居然都赢不了他。恭喜大家成功到达报名处，大家来这里集合。接下来迎接大家的是第2关的考验。接下来大家可以各自组队，一队最多6人。领取队牌之后，进入被封锁的山谷内寻找任务物品星芒草。规定时间为6个时辰，在规定时间内于出发口上将星芒草，则视为通过。注意，一支队伍只需1株星芒草就可通过。星芒草极其难寻，据说这种草药价值很高，但是千里之内只有单株能存活，极其稀有。华兄，我们再找2人组队，6个人一起报名吧。这一关不考验战斗，人多就有更多机会找到。不，这一关怎么可能不考验战斗？报名处并未提到不能抢夺他人的星芒草，定会有人潜伏暗处抢夺草药来通关。系统，这种草药商场有的卖吗？正在搜索中，搜索完毕。星芒草10株，售价1点打脸值。这关这不是白送吗？曾兄，借一步说话。怎么了，华兄？曾兄，你我2个人组队吧，我带你找草药。华兄，你这是……若是组队战斗，我会毫不犹豫和华兄2人组队。可是这采草药，想必是人越多越好吧？毕竟只需1株就可过关。曾兄不必为难，毕竟这事儿也看个人的气运。在下也习惯一个人独自行动了。有缘再见。曾兄，怎么了？华兄说他要独自行动。
随他去吧，就他那性格，能阻得到谁呀？我们去另寻队友吧。拿好你的队牌。看，我们是135号。你的牌？哎，这位道友，你就一人组队？是的。怎么了？一个人？怎么会有人一个人？打脸成功，获得70件打脸值。因为我不是来考试的，我是来打脸的。9527号考生，请求入场。通过，每组限16个时辰，各位考生多加努力，回来上交星芒草，则可通关。多加努力？我似乎不需要怎么努力就能获得星芒草呢。快看，那里有一株星芒草！嘘，小声点，你想把别人引来吗？雪茹，你身手敏捷，你去把星芒草摘回来吧。好。天武宗一战后，张丹山闭关修炼，弟子们纷纷出走，寻找新的出路。天武宗已然不复存在。寻得星芒草，我们就能投入天香谷门下，就能重新修炼了。这就是星芒草。雪茹，小心身后！雪茹，你没事吧？并无大碍。大哥，这法子果然有用。你看，又有一队过来送死的。这星芒草就是最好的鱼儿源源不断的咬钩了。你什么意思？明明是我们先发现的。你先发现的，小子，你可知五国之中有多少修炼者前来闯关吗？数不胜数。而这天香谷100年才招收1次弟子，名额少得可怜。这里除掉你们这些傻子，好为我入天香谷腾出名额呀！无耻之徒，你也想入天香谷？何必多言，死吧！已经过去4个时辰了，能够闯入这一关的人数大约为8000人。上交星芒草过关的至今不足100人。天香谷限制了考场范围，这座山里根本不可能有那么多星芒草可供摘取。天香谷用炼蛊的方式让考生互相残杀，胜者为王。能够找到星芒草根本不是重点，真正的考点是能否将星芒草带出考场。消耗100点打脸值，兑换1000株星芒草。时间所剩无几了，想必大家现在都很着急吧？是时候出去收割他们了。师兄，快这边！好，我期待的剧情出现。你不能杀了我们，我们愿意退出考试。会娘胎里后悔吧？喂，不过是一株星芒草，大家有话好好说嘛，喊打喊杀的多不好啊！你等等，这人有些古怪。天武宗的啊？你知道星芒草为什么叫这名字吗？不知道。他为何知道我是天武宗的？那是因为他有星芒草，而且还是3株。喂，你在搞什么呀？你疯了吧？快住手！因为它燃烧之后真的会出现星芒。打脸成功，获得70点打脸值。你这个疯子，不断的烧掉星芒草作甚，不要就给我呀！赚够了打脸值，去死吧！这个人到底在做什么？拿去吧，这东西我多的是。愣着干嘛？还不赶紧藏起来，不然又被人抢了。啊！谢谢。虽然我恨天武宗，但是这丫头曾经帮过团山村，希望你们能通过考验吧。怎么找了那么久，连影子都没看见？难道我们与天香谷无缘了吗？我们运气太差了。唉，休息一下，
待会儿分散来找吧。对了，你们可知有一个少年独自参加第2关考验？有这种事啊？我们6人一组都如此难寻，他岂不是要急疯了？有意思，我倒想看看他现在还能不能那么嚣张。笑死我了！若让我遇到他，必定上去干扰一番，浪费他的时间。是谁？鬼鬼祟祟躲在身后。听说你们找我，是想阻止我找星芒草吗？是吓唬谁呢？活该你找不到星芒草。你们知不知道，星芒草里真的有星芒？这小子该不会是疯了吧？肯定是找不到星芒草，遭受打击，精神错乱了。小子，还是赶紧滚出去吧，这里不适合你。找不到星芒草，抱歉，我还真找到了。我看看啊，1株、2株、3株、4株，我一共找到了10株星芒草啊！这怎么可能？整整10株星芒草，而我们连1株都找不到啊！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你个疯子，快住手！哎，你们看，这个星芒很像地球的烟花呀！不要啊！不要烧啊！哎呦，你是不是有病啊？别烧了，别烧了！打脸成功，奖励70点打脸值。长老，弟子有事汇报。进来。第2考场传来消息，有一名考生正在大肆焚烧星芒草。竟有这种事情？他为何烧草？因为好看，据说已烧了100多株。岂有此理！天香谷1年收成不过100余株，把这人抓来审问。哎，你们听说了没有啊？考场内有人在烧星芒草啊！我们苦苦寻找那么久的草，有人烧了。哎，听说那人在山顶，走去找他。通关的办法就是从那家伙手上抢星芒草。检考人员集合，抓住烧毁星芒草的家伙！宿主徐天，打脸值1500点。赚翻了，赚翻了！快看，花无缺就在那里了！围住他，别让他跑了！竟然浪费这么多星芒草，简直是人神共愤！哎，没错没错，大家一起把他的星芒草抢救过来！哎，干掉他！花无缺，你听着，你已经被我们包围了，别想着能逃跑！把你手上的星芒草交给我们，就能放你一条生路。啊！瞧，那么多人呀，大伙儿都是没找到星芒草的可怜人呐，打着替天行道的幌子来抢劫我，这种事儿一般是我才会做的。我很佩服你们的勇气。别啰嗦，要么交出星芒草，要么我们从你尸体上找。哎，别急，我先数数你们有多少人。1、2、3，不超过300人吧。我这里呢，正好剩下300株星芒草。星芒草足300株，我们踏遍了整座山都未曾寻到的。他一个人到底是从哪儿找到这些的？花无缺，算你识相，快把星芒草交过来，之后保证无人敢伤你，大家一起通关。你们见过300株星芒草一起燃烧的样子吗？花无缺，你别做傻事，那可是300株星芒草啊！这里集合了300名修士，你烧了星芒草，插翅难飞啊！快把星芒草交给我们，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啊！我再不通过考核就要回家种田了，别烧了！我也没见过，但我相信，那一定很壮观。星芒草的光芒聚成了字。炸天风，那是什么呀？全都
烧光了。打脸成功，奖励100点打脸值；达成成就，打了一个大脸，奖励100点打脸值；集齐装完就跑，打了一个好脸，打了一个大脸，获得打脸王称号。从此商城的道具打9折。谁是打脸王啊？叫我打脸狂魔好吗？好不容易有机会能够加入天香国，大好的前途就这样被你葬送了！给我去死吧！大家一起上！他身上肯定还有剩余的星芒草。是。受死吧！哦，他死了吗？唉，站着不动让你们打都伤不了我，你们还进什么天香国？我不是针对某一个人啊，我是说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打脸成功，获得50点打脸值。正言妖法，大家不要被他骗了，继续上！他身上有一股力量护体，我们的攻击无法穿透。系统，这里这么多人在这里，推荐个靠谱的兵器，让我提升功力。推荐宿主神秘之剑，售价260点打脸值，击杀同等境界的敌人，可让攻击力翻倍，最多叠加30层，受伤一次降低1层，翻30倍。若我再开启龙腾9变，整整翻了270倍，岂不是一巴掌拍死巅峰应变期？系统无法预知，需宿主亲自验证。对话，朋友们，请让我试试吧！这把匕首越来越锋利了，有一股暖流随着刀柄进入了我的手臂，这是进入龙腾9变第4变的感觉。真的变强了！这人太恐怖了，快逃！迟了！共计击杀27名金丹期修士，3名元婴期修士，共获得6000万经验值与金丹数10枚。神秘之剑成功叠加30层力量。这位考生稍安勿躁。是天香国的师兄师姐，快救救我们！这个花无缺是个疯子呀！请你们镇杀此妖孽吧！考生花无缺，你的考核已经通过了，长老亲自发下一枚精英入门令给你。从现在起，你已经是天香国的一员。现在与我们一同回去吧。啊！原本想将此人打入大牢，做恶意毁坏星芒草处置，怎料他功法了得，让他加入我派更妥当。他杀了我们那么多人，还让他提前入门？天香国，你没天理啊！不是还有第3、第4关吗？花少侠说笑了，以你的本事，何须再闯后面的关卡呀？放屁！你天香国还有没有规章制度了？什么？前面已经有一个说让我跳关的，现在又来一个，这说得过去吗？你让辛辛苦苦找星芒草的道友们怎么想？他们会以为我是走后门的，这是名誉污点呐！啊！既然搞活动，就要公平、公正，还有公开。哎，真是恨铁不成钢啊！请考生注意，考试时间所剩无几，请寻到星芒草的考生立马到出口上交通关。完了，时间结束了，我们再也找不到星芒草了。大伙儿别急，我答应你们，不用这铠甲和匕首，谁能伤到我，我就送谁一株星芒草。此话当真？你不使用那诡异的法宝？我要突破我自己的极限，来吧，一起对我出手吧！打脸成功，获得50点打脸值。花无缺，你这次是自寻死路，若是当场暴毙，可别怪我们心狠手辣。花少侠，你不必如此赎罪，
你若是不想接受精英入门令，现在就离开，去挑战第3关吧。别再多劝，只有经过浴血奋战，经过百般历练，我才能变得更加强大。二少侠，冰冷火！经过这场浴血奋战的磨练，我终于又变得更强了。诸位，战斗已经结束，我得前往第3关了，告辞。打脸成功，获得50点打脸值。竟然积累了这么多经验，等度过4、9天劫后，就会连升好几级呢。嘿嘿，赶紧去下一关吧。天香谷最为看重弟子的气运与神魂之力，因此第3关用上了灵域之塔。灵域之塔乃天香谷的镇派法器，此塔可随时变换大小，并在其中布下防御禁制等。它并不具备攻击力，只是用于淬炼修士的神魂力的法器。第3关的要求很简单，靠自身能力走上第4层便能通关。若能走到第5层，则会直接收到精英入门令，加入天香谷。每一轮进入50名考生，进入塔前交付木牌，因为外界无法知晓塔内的情况，木牌在塔外跟随主人缓缓上升。待考生坚持不住，木牌会吸附在外壁，成为考生的最终成绩。考生则会被传送到塔外，结束考试。现在已经是第3轮了，大部分人在第2层就被淘汰，仍然坚持在第3层的只有2人了。有一人接近第4层了，竟有如此神魄力！快看，有一块木牌动了。神魂力呀，我还从未提升过这方面的实力。可恶，压迫力太强了，让我投下手指，精神都要涣散了。只要再走上3个台阶，就能到达第4层了。道友，快服下我这粒清水丹，可以帮你恢复受损的神魄。不，道友，我这儿有粒静心丸，更适合你。谢谢。这人在最后一刻达到了第4层，通过考核的人所受的待遇果然不一样。这就是修仙界，强者为尊，实力为上。第4轮灵域之塔考核即将开始，想要参加的考生来这边交号牌，未报上名的人等待下一场。怎么，你们不参加？不了，我们等下一轮。为何？还未满额？听说有一名叫花无缺的考生也来参加第3关了，与他一同考试，不知道会出什么意外呢。反正我是不敢去，他闯完再说吧。对呀，哼，胆小如鼠。这位道友，那花无缺长相如何啊？他年纪轻轻，一头白发，样貌倒是颇为俊美。9527号考生花无缺，请求入场。是他？他就是花无缺。本轮人数已满，进塔。应该没问题吧？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的。可恶，动弹不得，这明明才是第1层啊！哎，快看，那个叫花无缺的，刚进来就动弹不得，还传言屠杀了100号人，吹牛的吧？走吧，别理他了。为什么那些人如此轻俗？好像吐。由于宿主神魂穿越之后，尚未与肉身完全融合，系统现在重新为你融合，请稍后。原来是后遗症啊！吓死我了！
我还以为要打脸不成反被打了呢。兄弟，刚进来就不行了？哟，这不是花无缺吗？外面不少人说你的威风事儿呢。走吧。可恶，这一个个的都给我等着！我都记住你们的脸了。神魂融合完美成功。现有神魂力较难对抗此地的压迫力，推荐宿主兑换天虚丹，用以提升神魂力。兑换，快兑换！舒服了。哎，这一会儿功夫人全走了。兔崽子们，敢嘲讽我，爷爷来收拾你们了！累死我了！这第二层压迫感太强了，难怪许多人在这里被淘汰出局。你还有功夫说话？别吵得我静心抵抗压迫力！你们给我站住！刚才嘴里臭的你们，现在都成乌龟了吧？乖乖过来挨打吧！这么大声，吓死人呢！他为何突然能走动了？花无缺，你在这里生气也没用，敢在塔内出手，立马就会被传送出去。不能打架，那比是个什么劲儿啊？哼，乡村野妇就知道打打杀杀。灵域之塔考验的是神魄力和意志力，想要继续往上修炼，重要的是内心。这破塔还有这么多规矩，不能动手，我要怎么打他们脸呢？嘿，我有个好办法了，麻烦让一让。哎，前面还有其他人吗？不是很多。那很好，我看看。柴火、酱油、辣椒，还有孜然，最重要的鸡翅。他在做什么？那些乱七八糟的都是什么？这么快就有人出来了！我要投诉！我要举报！有人在塔内干扰他人。失败者都会说是别人的错了。你知道什么？是那个花无缺。果然。花无缺又搞事情了，他刚进1层就走不动了，我们不过是嘲笑了他几句，他居然在塔里面烤鸡翅！可恶，这味道太香了，我开始控制不住神智了！我要投诉那个花无缺影响我考试。我本来定能上到第4层，却被他耽误了。倘若你们修为够高，神魂力足够强大，又怎么会被他影响？那是因为鸡翅实在太香了。荒谬！鸡翅也能吃？投诉驳回。是真的。没有和花无缺一起考试，真是福分呐。我记得他自称是炸天帮，但是我从来都没有听过这个帮派啊。难不成炸天帮的人特别喜欢吃烤鸡翅？大师兄，打开第2层的塔窗，看看里面什么情况，让塔内的空气与外界流通，是真是假，一探便知。是。哎，落地窗这么高端？太香了！区区烤鸡翅，怎么可能会如此沁人心脾？难怪无法击中神魂，换做我，恐怕也没法坚持啊！快看，花无缺在那儿！啊！哇，香味便是从那里飘来的。啊！再有，好贵干。华兄，我们又见面了，你这是在做什么呀？饿了就吃点东西啊！怎么，你们有不能在塔里吃东西的规定吗？规定倒是没有，不过你能否别吃那么香的？不吃香的，难道是臭的？不是这个意思。你看，现在这考试都乱套了，你稍微配合一下，别影响到其他人。
啊，不能弄太香的是吧？对，只要别弄那么香，你吃什么都可以。行吧，给你个面子，我不吃鸡翅了。多谢华兄。不对劲啊，他怎么突然那么配合了？总感觉有些不妙。差点就稳不住心神了，还好他没有继续烤鸡翅。入场50人，这第2层还没过半就走了10几人，花无缺真是太缺德了。还敢说？若不是你们去嘲讽他，他会乱来吗？都怪你，我没有说啊，都是你在说。他似乎已经到了第3层了，我们继续。总算到达第3层了，坚持上来的还有数人，大家资质都不错。不行了，要赶紧稳住心神。第3层的压迫力太强了，稍有不慎就会出局。喂，等你们半天了，怎么才来啊？你答应不再用香味影响我们的，你又想干什么？花无缺，你这个无耻之徒！大家放心，我说话算话。如果香味影响到你们，我当场自尽。你再敢弄香的食物，我就弄死你！小小的金丹期，不要太猖狂了。好臭！无缺，你竟然在煮屎！臭吗？臭就对了。这可是我精心烹饪的经典小吃——长沙臭豆腐。妈，我不行了！这是放了多久的粪便才能黑成这样？你别说了，忍住！哎，我特意做了一大锅，怎么都走了？就剩你们俩了，快尝尝。你居然拿粪便侮辱我！我要将你碎尸万段！都有。哎呀，连他也淘汰了。既然这样，只好你独享了。这个很好吃的啊！我要投诉！又怎么了？花无缺的，花无缺的！快将第3层的塔窗打开！是。花无缺在喂别人吃屎！哎呀，怎么你也不愿意吃啊？花无缺，你答应过不再煮香食物的。没错啊，这个的确不香啊。太臭了，这个是什么味道？你这无耻之徒，居然拿粪便耍我！你若是真煮食物，我也不追究了。你现在居然煮屎！都给我闭嘴！不懂美食的蠢货！美味的豆腐，当然是越臭越好吃。都给我看好了！哇塞，这味道太棒啦！太可怕了！他居然在吃屎！求求你别再说这个字了！打脸成功，奖励70点打脸值；打脸成功，奖励70点打脸值。经过验证，宿主烹饪的臭豆腐为1星美食，奖励副业大礼包。这么多奖励，有空再打开看看。哎，你们看那花无缺吃了屎还笑得那么开心，真是个奇葩呀！道友们，我问你们，我神魂力突飞猛进，想知道为什么吗？又想耍我们？我想知道。哎，他肯定是骗你的。打脸值我也赚了不少了，给你们发点福利。这臭豆腐是我炸天帮的特色美食，食用即可增加神魂力。剩余还有很多，我就送给你们吧。这你敢吃吗？哼，打脸值收获了不少，但是神魂力增强了之后，我隐隐约约感觉到这塔上面似乎还有一人。居然有人能上到这么高层，我得上去瞧瞧。
诸位，我若是没看错的话，那黑色的物体是豆腐？不可能，那肯定是粪便。这样也说不过去啊！世间哪有人会吃粪便的？更何况是那花无缺。不行，我要试试。齐长老，为何塔外如此热闹？发生什么事情了？那人是鹰变期，好强的压迫力。这是有一名为花无缺的考生在塔内捣乱，导致多名考生被淘汰。现在他已经去第4层了。齐长老，是否要将这人抓出来？不必，他能够上到第4层，修为尚可。你把塔窗打开，我与他聊聊。是。花小友，谁叫那么大声啊？小友莫生气，是老夫唐突了。齐长老居然道歉了。待你闯到第5层后，与老夫一同到石屋商谈，可好啊？第5层，看不起谁呢？老子可是要去第10层的。哎，一边去，别打扰我。齐长老，到了第5层，塔窗就打不开了。无妨，我们等他出来。他的魂魄之力不错，第4层仍能说话自如。但是一次考核就能上到第6层的，就是旷世奇才了。前面就是第6层了，光靠臭豆腐提供的加成恐怕不够。可恶，真的很在意上面的人到底是谁。豁出去！消耗500点打脸值，兑换玄冰避火露，效果永久提升神魂力60%。你们快看，什么？木牌移动到第6层了！打脸成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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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脸值，打脸值，打脸值。吃了药进了第6层，差点让我魂飞魄散。检测到宿主正处于淬魂宝地，在此修炼半个时辰，可提升神魂力50%。什么？50%？这简直是免费的丹药啊！待我修炼一会儿，再冲刺第7层。就算再苦，我也要撑下去。最终结果就是第6层了吧？能够上到第6层，已经是几百年来的第1人了。等等，木牌开始动了，他上到第7层了！哇！这臭豆腐竟有如此奇效！一块臭豆腐10000石，太奸诈了！我出2万，3万。我至今也只能勉强走到第7层，这少年如此年纪，怎么可能做到这一步？齐长老，不能再让他上去了。除非他自愿放弃，否则我们无法干扰他。但是，水皇塔在第8层修炼，如果被他闯入，不慎走火入魔的话，打脸成功，打脸成功，打脸成功！来吧，有种压死我！刚才的声音是心魔。恭喜宿主成功淬炼神魂，神魂力提升50%。哇呀！压迫感没有了，这次增强后让我倍感轻松。神魂力增强后，发现原来压迫感是源于空气中的那些云雾。神魂力足够强大，
他们就不会靠近。哼，这回就看我把这灵域之塔刷个通关，好好赚一笔神魂力。我健步如飞，冲啊！怎么回事？可恶，居然在这里布下禁制！我已经能清楚地感知到第8层有人，为何会有人被困在里面？要么上面那人被禁锢在此，要么就是上面藏着宝贝。嘿，这样藏着掖着，肯定是有好东西。这堵墙，我越用力，它就反震越强。既然这样的话，果然有神魂力聚集起来，就能推动墙壁往前走。竟然推着走这么远！冰墙！我今天爬了多少回了？动不了。第8层如此恐怖的吗？自从来到这个世界，我已经见过太多美女了。可眼前这个人的容貌和气质，几乎是压倒性的胜利。真是个大美女啊！不对劲，这少年不过才金丹期圆满，怎么到第8层的？除非是心魔，朕已经闭关了数月，现在正是释放体内冰元灵气、涅槃重生的关键时刻，不可有丝毫外物阻挠。难道这便是朕内心的弱点，才导致心魔出现？原来朕害怕袒露面对男子，庆幸这心魔化身乃是金丹期，让我识破不可能在8层。若是化为鹰变期，朕很有可能会信以为真。如今朕已看破此少年乃心魔所化，他的一举一动不必多加理会。此时，徐却并没有意识到，眼前这让他如此入迷的女人，乃天香谷当年最为杰出的女天骄，如今4大国之水源国的女帝江红颜。喂，那啥，等等，美女，你独自在这儿打坐，看到我之后一点反应都没有，甚至还闭上了眼睛。啊，美女啊，你能听到我说话吗？帮个忙呗，我卡在这里动弹不得了。姑娘，你是聋子吗？还是说你也动弹不得了？你快来救我呀！回头我请你吃臭豆腐和烤鸡翅报答你。你别假装听不到啊！你刚才都看到我了，听不懂中文吗 ？Hello， こんにちは。这心魔怎生得如此厉害，竟能发出如此熏臭的味道？不好，我不能再被干扰下去了。可恶，算你厉害，看老子如何自救！系统，有什么办法帮我摆脱困境？宿主需在此淬炼神魂半个时辰，即可得到100%神魂力增强，然后再兑换8滴玄冰冰火露，则可无视此处的压制。8滴，那可是整整4000打脸值啊！你这是抢劫！早知道就不上这该死的8层了，本以为能大赚一笔，没想到只有个女人，我只能从她身上赚点打脸值了。万一几天后天劫降临，我还没脱困，岂不是在这里被活活劈死？系统，能不能给我个小范围的移动方案？可以先兑换1滴玄冰冰火露，服下1滴可获得1平方米活动范围，半个时辰淬魂结束后可获得3平方米活动范围。不是说我现在可以打9折吗？
就没有更便宜的方案了吗？商城里的所有物品早已打过9折。奸商，好气啊！兑换，消耗500点打脸值，兑换成功。啊！哈哈哈！总算能动了。哼哼，姑娘，准备看我打脸吧！我的天哪，第8层，我不是在做梦吧？火元国这回真要出一个不得了的举世天才了，有此神魂力，今后必名震天下，天香谷也会因此受益。有此天才的加入，是门派之福。这怎么可能？他是怎么突破第8层入口的封印的？回禀长老，考试开始前，我们确实开启了封印。女帝在第8层，她今时的地位对天香谷极其重要，若修炼出了差错，后果不堪设想。但这花无缺更是从未有过的天之骄子，天香谷也不能错过他。也许灵域之塔出了差错呢？你们几个在此，我走开片刻。是。这花无缺是个狠人。姑娘快看，星芒草里真的有星芒！哎，姑娘快闻，我这烤鸡翅如何？香的受不了了吧？哎，这回真是踢到铁板了。这距离入口有些距离，只靠1米的范围可没法回去。算了，先煮一些臭豆腐，待半个时辰淬魂成功，看能不能慢慢挪过去。又是这股恶臭！我这心魔竟然在煮粪便！心魔随心念而生，催发内心深处的那一面。难道朕的内心深处竟隐藏如此肮脏的一面？唉，遇到这种软硬不吃的，本钱是赚不回来喽。也罢，神魂力道也增强了不少，不能太纠结了。填饱肚子，再想如何脱困吧。啊，这味道真是棒极了！荒诞，这个心魔简直荒诞！为一坨粪便，竟还露出这种表情，朕的心魔为何会如此？爽，太爽了！什么情况？啊，姑娘，姑娘，姑娘，你没事吧？这怎么可能？掌门师姐，发生何事了？老七传来密报称，考核中有一名少年资质过人，以金丹期圆满的修为，闯上了灵域塔第8层。什么？掌门师姐，这可是大好事呀！若此子加入天香谷，将是我派大福。原本确实是好事，可江红颜这丫头这段时间在老七那儿闭关，就正处于灵塔内第8层。哎呦，这下糟了！那丫头正以神魂淬炼冰原灵根，若是被人惊扰，后果不堪设想啊！三位师妹，助我催动无天镜，我要窥探那塔中情况。无天镜，用足够强的神魂力推动，则可观察世界上任何地方。打脸成功，奖励80点打脸值。打到让鹰变期吐血，获得成就打了个神奇的脸，奖励100点打脸值。神魂淬炼成功，恭喜宿主神魂力提升100%，获得3平方米活动范围。姑娘，你这是咋回事啊？我不就是吃了块臭豆腐吗？用得着吐血吗？莫非是朕猜错了？此人并非心魔所化，
岂不是？糟了，我神魂受损，已经抵抗不了8层的压制力。若是对方心怀不轨，系统，这姑娘咋了？不会是被我的打脸神功震伤了吧？经过确认，宿主的行为影响了她修炼，导致遭受大创。还真是我造成的。算了，看在她这么美的份上，我就勉为其难出手救她吧。系统，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她疗伤吗？她的伤势来源于神魂，建议使用滋养神魂力的药品进行治疗。滋养神魂力？哎，臭豆腐可以吗？可以。哈，那就好办了。他想干什么？姑娘，来，不哭啊！吃了我亲手烹饪的极品美食，你的伤势马上就可以恢复啦。不要！哎，乖，张嘴。哦，原来你不能动啊！早说嘛！来，我帮你。啊！宫野那丫头受伤了，她竟然要给水皇喂这玩意儿！放肆！开启传送阵，哪怕她天资再高，本座也绝不饶她！啊！真乃堂堂水源国女帝，应变修为万中无一，竟沦落这般境地！真……此物充满了豆腐的香味儿，无比嫩滑，怎么会如此香甜？感觉好点了吗？这男子，神魂力猛然得到了提升，那最后一丝瓶颈，竟在这一刻冲破了！怎么可能？嘿，能说话了。我这臭豆腐能滋养神魂，别处可吃不到这样的食物。明明熏臭无比，却入口香甜，并且蕴含强大的神魂力。世间怎会有如此神奇之物？姑娘，你这话就不对了。须知道一花一世界，一树一菩提。世界这么大，自然是无奇不有的。一花一世界，一树一菩提。看上去涉世未深的金丹期少年，竟说出这等蕴含深奥禅意的话来。这少年样貌不凡，能在这灵域塔8层行动自如，并烹出如此神奇的食物，世间竟有这样精彩绝艳的男子。打脸成功，奖励50点打脸值；打脸成功，奖励60点打脸值。哼，总算装成功了，不枉费我这么舍己为人、救死扶伤的古道热肠。小兄弟，我问你，你可是来参加天香谷入门试炼的修士？正是。小姑娘，如果没猜错的话，你应该也是天香谷的人吧？你称我为小姑娘？你可知道我比你大多少岁吗？你这招真不错啊，就是不冷吗？可否告诉我，你是如何来到第8层的？8层入口应当有禁制才对。区区一道禁制可挡不住我，或者说，这世间没有任何地方能拦得住我。只要我想去，便可去，包括你的心。你是个很有意思的少年，这个年纪却能说出那么多让人捉摸不透的话，我还是第一次遇到。可恶，这女人根本没有把我当男人看。小兄弟，既然你能闯到这第8层，天香谷的精英入门令非你莫属，你也不必再往上冒险了。我们一同出去吧。等等，谁说我要入天香谷了？嗯，
那你又为何会出现在第3关考场内？我就是正好路过，进来打个脸就走。打脸是何意思？打脸就是……塔下传来了应变期强者的杀气，4个比张丹山更强的应变期，看来此地不宜久留了。切，我说怎么回事呢？原来这些都是你们的阴谋！阴谋？别再掩饰了，看到我这纯洁而又充满智慧的双眼了吗？你贪图我的聪明才智，先是用漂亮的外表跟我搭讪，下一步再摆出你是皇室的背景，妄图将我困在你身边，让我衣食无忧，最终变成一个废人。这样一来，我的肉体和灵魂都会彻底的沦陷，只能依附于你。日后我还如何打脸？你放心，天香谷从来不会强迫他人加入的，成为我派弟子，也绝不会成为废人的。开玩笑，塔下那突破天际的杀气，你当我感觉不到啊？小姑娘，我先溜了。你不用担心，来的是我天香谷4位长老，而这塔内布下了禁制，是无法直接逃离的。撕裂虚空，你竟然能在塔内做到这种地步！我掌握一手打完脸就跑的技术，还怎么出来混啊？哼！有缘再见了，小姑娘。等等，你我有缘，感谢你为我疗伤，这块天阙玉佩就送与你了。似乎已经许久未曾与人这般轻松的言谈。红颜，你没事吧？师伯们，你的境界突破，那臭小子呢？我要将他千刀万剐！红颜，那小子已经被你彻底泯灭成灰了。几位师伯，此事我已经处理了，你们不必再追究。也对，此事不宜声张，就此接过吧。那家伙怎么在地上留了这么多破烂？姑娘快看，星芒草燃烧起来真的有星芒哦！姑娘，这烤鸡翅味道够香吧？姑娘，这是刚炸出来的臭豆腐，要不要来一块？这些我来处理吧。二师伯，你手上可有星芒草？今年收成不错，还有150株星芒草。红颜，你要来做啥？都拿给我吧。你们快看，塔顶突然燃烧起来了，那是星芒草的光亮，我在第2关的时候见过。是花无缺，是他烧的星芒草，太厉害了，真是吾辈之楷模。天哪，红颜你在做什么？快停下，这可是仅有的星芒草了。真美啊！打脸成功，获得40点打脸值；打脸成功，获得60点打脸值；打脸成功，获得80点打脸值。这里，啊！小弟弟，水好玩吗？我带你去玩更好玩的吧。细皮嫩肉的，不怕塞牙缝了。妖怪，快跑啊！嘿嘿。哇！哪里跑？雷劫祭司的肉抓到了。这下大王不会怪罪我们了。闭嘴！吵死了！再吵，把你舌头割了！不要！小子，俺老牛的刀可是数1数2的快，你不会感到丝毫的疼。啊！老牛，臭小子，你做了什么？我不知道。孩子别怕，有我在。你是光天化日之下为非作歹，有经过我神雕大侠的同意吗？糟了，
人类修士发现了！快跑！我做隐士那么多年，难不成向大王汇报吧？喂，怎么不打了？这几个人妖是哪儿来的？二蛋，你没事吧？多谢神雕大侠救了我们。本大侠要去抓那2个坏蛋，你们赶紧回家。知道了。没有大人陪同，就不要乱跑了。神雕大侠好帅啊！我长大以后也要成为这样的人。该死！人类的修士居然这么强！哥们儿，还有空聊天呢？打又打不过，跑又跑不过，那只能大侠饶命啊！我们也是受人指使啊！他已经跪下了，你呢？大哥，我也想跪，可是条件不允许，我只双手投降行吗？都给我站好了！我问你们几个问题。你们刚才说的雷劫祭祀是啥玩意儿？大哥，这是我们妖族用来选拔妖皇10年一度的传统。谁能在祭祀上引来最强大的天劫，就能成为新任妖皇。疯了吧？还组团渡劫？如果祭祀那天没人渡劫咋办啊？不会的，我妖族能够压制实力，隐蔽气息，静候祭祀来临。待祭祀那日解放力量，便能够引来比以往更强的天劫。因为祭祀就在2日后，所以才受命出来抓祭品。大哥，你看看能不能放我们一条生路啊？2日后，传送福报从天香谷传到这里，还没找到去皇城的路。我的天劫差不多也是2日后，正好就去耍耍吧。你们这雷劫祭祀有多少人来参加？都是些什么境界的？会有许多部族来参加，具体有多少人不好说，但有实力夺冠的一定是我们万妖部落的大王龙纹虎王，另一个是天妖部族的大王九尾妖狐。他俩踏入元婴期圆满多年，沉淀已久，就是为了2天后的雷劫祭祀。最厉害的才元婴期，真菜。行了，你们俩走吧，别再让我看到你们了啊！感谢大哥饶命！大哥饶命！藏得如此隐蔽呀！若不是我功法了得，差点被他们甩脱了。这阵法看起来挺强的，我得伪装一番才行。哎，系统，这伪装傀儡能加长持续时间吗？还有，能不能变成这世界上没有的人啊？建议将伪装傀儡合成升级之后会有相应的功能。合成？这不就是网游里的那一套吗？合成道具将消耗100点打脸值，这也要钱？哎呀，算了，快给我合成！合成成功，基础持续时间变为2小时，时间结束后每消耗1点打脸值，可延续1个时辰。可恶！系统，你这奸商，1点打脸值也不放过，你还是人吗？嘿嘿，本系统不属于人类。说不过你。使用傀儡。宿主想定义何种外貌？啊，我并不是那种爱张扬的人啊，本质上还是很谦虚的。那就给我来一个如来佛祖、玉皇大帝、观音菩萨指定取西经特派使者花果山水帘洞美猴王之齐天大圣孙悟空。姐姐，前方就是龙纹虎王的领地了，这阵法看起来很弱，看我破了他！等等，有可疑人物。这人想做什么？本大爷乃齐天大圣孙悟空，速速将阵法给老子打开！姐姐，这猴子是不是传言中虎王找来的高手？虎王的境界只能招来5效雷劫，而姐姐你已经修炼出了6尾化形，他肯定会偷偷对你出手的。但这猴子只有金丹期圆满的修为，以虎王的行事风格，他不应该找这么弱的。先观察一下，不要轻举妄动。来者何人？哈哈，俺乃齐天大圣孙悟空，特来拜见龙纹虎王。口
口令。口令？没有口令，一概不放行。猴头赶紧滚开，别逼我启动杀阵将你秒杀。哎呀，西东，有什么免费的方法可以闯过去？硬闯？你别跟我开玩笑，我认真的。经过计算，防御状态的法阵无法通过，但以其进入攻击状态，则有机会攻破法阵。啊，原来如此。姐姐，看来他不是虎王的人，我们将他收入天妖部落可好？我们再看看，快看，他想硬闯法阵。他要吃亏，这法阵能够反他所有术法攻击，贸然出手必定受伤。老头，快给老子开门！大王有令，没有口令一概不得放行。识相点就快滚！哼，好吧，是你逼我的。他想干嘛？抓个虎王做晚餐，抓个虎王做晚餐。太难听了！他干嘛突然唱歌呀？给我闭嘴！侯童，我看你是存心闹事，看我如何收拾你！侯童，我看你是存心闹事，看我如何收拾你！哎呦，我就唱个歌，怎么了呀？法阵转换攻击模式。嘿嘿，来了。他怕是要死在法阵之下，这傻子。猴子，我乃万妖部落守门人，此阵遮天蔽日，你无处可逃。这阵法攻击范围太广，连我们都受牵连。姐姐，这猴子不是万妖部落的，要不救下他？这猴子不懂分寸，不知万妖部落阵法的厉害，我们将他救下吧。喂，该轮到我了吧？佛怒火莲，猴子上蹿下跳，着实烦人，给我消停下来！这是虎女吗？嗨，两位美女，在下炸天帮齐天大圣孙悟空，敢问两位怎么称呼啊？不好，攻击被引过来了，快跑！猴子，你快逃啊！哎，不急，等我把那狗屁阵法给炸了。什么破玩意儿，也敢在我面前舞刀弄枪！啊，美女们小心，风浪太大，快趴下！哎呀天哪，刚才太危险了，多亏我及时掩护你们啊！你干什么？你这个臭猴子！小狐狸，是我救了你们，怎么能无辜骂人呢？你这不要脸的臭猴子！臭猴子，我要杀了你！够了，都别吵了。妹妹，你不许胡闹。孙悟空，你到底是什么人？嘿嘿，啊，在下炸天帮孙悟空，此次前来只是想见识一下雷劫祭祀，不想得罪了两位美女，还望海涵。所以你才来找龙纹虎王？对，不过他那态度太恶劣了，动不动就打人。态度恶劣，似乎没你恶劣吧？万妖族传承多年的护门大阵，就这样被他炸了。该说他一根筋呢，还是感叹他实力强大？是气息，是万妖族的应变器长老。姐姐，我们还是快走吧。大门都被炸了，当然要来看看了。我乃天妖族妖狐苏灵儿，这是我妹妹苏小七。猴子，你若想见识雷劫祭祀，不妨加入我族。可以啊，万妖族都是些臭男人，还是天妖族美女适合我。万妖族有护山大阵作为他们的传承，我们天妖族自然也有。这山洞，除非是我族人亲自带领，又或者有令牌，否则是绝对进不来的。岔路还挺多的，
哎，对了，你俩为啥跑万妖族门口去？关于这个，因为我们族内出现了叛徒，有人将令牌送给了万妖族，所以你们想先下手为强，把虎王给干了？并非如此。此次雷劫祭祀最有可能成为妖皇的，就是我姐姐，所以虎王雇佣了杀手，想阻止姐姐参加雷劫祭祀。刚才万妖族不是有应变期吗？还请啥杀手啊？每位长老都以心魔发誓，不会出手干扰雷劫祭祀，否则将会被天劫毁灭。臭猴子，为什么你连这些都不知道？你到底是不是异族人啊？越看你这张臭脸越觉得可疑。嗨，没办法，我从小游历四海，维护世界和平，最近才回老家。你们两个快跟上，前面就是出口了。那是天煞！原来虎王雇佣了你们，敢在我天妖族门口动手，未免也太自信了吧！能破掉我的索命夺魂刀，你神魂力不浅。不过你已经没有第二次机会了。我天煞一出手，哎，打住打住！我说怎么那么眼熟呢？原来你们就是上次我炸天帮虐杀的那个组织啊！拿里头，炎阳，拿命来！炸天帮，我天煞奉命追杀公主时被莫名暗算，原来就是你炸天帮之人，拿命来！什么时候在我身后？你居然识破了我们的阵法！鬼鬼祟祟就知道偷袭小姑娘，你们还是男人吗？灵儿、小七，快躲我身后来，看我打死这群男人！猴子，天煞都是元婴期圆满，你不要冲动。只有金丹期修为的你不是他们的对手，你快逃啊！嘿嘿，我可是齐天大圣孙悟空，字典里就没有逃这个字。更何况我和九尾狐可是一对 CP 呢。CP？那是什么？就是指天生一对的情侣。所以别再让我逃，我会保证你们的安全的。痴心妄想，你逃得了吗？不愧是接近阴变期的修为，力量果然霸道。但是和我满层杀人剑加成相比，还是差远了。恭喜宿主一次打脸，同时攻略2人，奖励法诀无相神功。什么情况？死猴子，不要脸！天生一对的情侣什么的，你胡说什么呢？没想到他俩都是9尾妖狐啊。无相神功，天阶绝学，能够瞬间模仿他人武学，修炼圆满后能够瞬间模仿他人武学8层威力。这简直是为我量身定做的打脸绝学啊！快学习！哼，猴子蛮力倒是不小，这招你再挡一下试试。检测到天阶法诀索命夺魂飞刀，此乃魔门天阶终极法诀，来自上古传承的残术，以神魂力释放，每次释放损耗10%神魂力，消耗极大。模仿，好快的速度！击杀元婴期修士，获得20万经验值与储物件。美女们，现在安全了。猴子，你是怎么做到的？这招攻击力是强，但神魂力损耗有点大呀。就知道逞强，也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啊！你还好吗？虽然你击败了天煞，但是自身也受伤了吧？哎呀，突然头好晕，我要晕倒了。猴子，我感觉好多了，谢谢灵儿妹妹。啊，姐姐，这猴子在偷笑呢！你这猴子！误会啊，我是真的受伤了。还敢狡辩！
到了，这里就是我们天妖部族。好一个世外桃源啊！大王，不好了，炼丹房那边出问题了。小云，怎么了吗？大王，你可算回来了。牛大力对炼丹还是很不熟练，小玉觉得他不适合当药童，可咱们部落已经没有其他人擅长炼丹了呀。刚刚他们连续炼出2炉飞丹之后，小玉就闹脾气了。现在小玉把自己锁在家里不肯出来了，再过2天就是雷劫祭祀了，怎么办呀？小玉，你在里面吗？我知道你为了雷劫祭祀想炼出好的丹药，但是我不希望你因为这件事压力太大了。就算没有丹药也可以的，和我们好好谈谈，可以吗？大王，这些话我们也对小玉说过，但是她就是不肯回应我们。灵儿小姐，这小玉也是狐妖吗？小玉的祖先是玉兔一族，他们在炼丹方面是非常有天赋的。不过小玉年纪还小，性格有点小孩子脾气。我来试试叫她出来。猴子，你可千万别乱说话。知道啦。使用副职业大礼包。恭喜宿主获得1星厨师称号，能够100%烹饪出1星食物。恭喜宿主获得1星乐师称号，能够100%演奏出1星曲谱。恭喜宿主获得1星炼器师称号，能够100%炼制出1星法器。恭喜宿主获得1星炼丹师称号，能够100%炼制出1星丹药。恭喜宿主获得1星符箓师称号，能够100%制造出1星符箓。感觉真不错。我看看，乐师消耗10点打脸值，兑换古琴成功。哪来的琴？臭猴子，你住口！你唱歌太难听了。居然很好听。猴子，你……哇，好美的琴声啊！小兔子乖乖，把门打开，快点开开，我要进来。这歌词是什么鬼啊？猴子，你可别再叫小鱼兔子了。不开不开，我不开，啦啦啦啦啦。猴子别唱了，小玉出来了。小兔子乖乖。小鱼，你别咬它，这猴子是我们带来的。小玉，猴子哥哥，你唱歌好好听呀，能不能再唱给小玉听？小玉想起妈妈了。好呀。这猴子，臭猴子，你就暂时住在这里吧，记住不要乱跑。天妖部落是有很多规矩的。放心，我很听话的。谁信你个臭猴子，没一句真话。姐姐和我说了，既然小玉亲近你，你就留在她身边当药童吧。小玉是我们部族唯一的炼丹师。雷劫祭祀时，姐姐的丹药都得靠她，你得好好帮忙，不要捣乱。放心，我很听话的。哼。这房间也太寒碜了。系统，给我来一套家具。消耗10点打脸值，兑换豪华家具套餐成功。唉，这才叫生活。帮小玉炼丹。系统，我是不是有个什么炼丹师的技术？宿主乃1星炼丹师。很好，帮我调查如何才能升级炼丹师。2天后我也得渡劫，趁着这个机会给自己做好充足准备。经过计算，渡劫所需的养神丹以及血元丹都为3级丹药。宿主目前为1星炼丹师，建议宿主购买2星技能书。这也太贵了吧！
养神丹能够修复神魂力，血元丹能够修复气血，都是渡劫良品。神魂力我能吃臭豆腐，身体损伤可以用系统修复，这俩丹药不实用啊。还有一种丹药为太清避雷丹，是上古传承的神丹妙药，服用后可增强肉身的韧性，减少雷劫带来的伤害，并借用雷霆之力淬炼肉身。这个倒是很需要。太清避雷丹的药方售价1000点打脸值，建议兑换。技能书加上药方都得整整2500打脸值了，肉疼啊！但是我的雷劫是困难模式，手头只有一件振奋盔甲，能不能挡下都是未知数。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活着才能继续打脸呢。在天香谷赚了那么多打脸值，就是为了这一刻。系统，都给我兑换！兑换成功。猴子，猴子，臭猴子，快开门！大家都在等你呢。啊，啥情况？死猴子，你还不快起来！咋了，小七？小七？臭猴子，你哪来那么多新家具啊？漂亮吧？哪里漂亮了？浮夸！傻丫头，等我过几天不住在这里之后，这些家具就都送给你吧。谁想要你这些破家具啊？大王，药材的存货已经所剩无几了。前日小玉和牛大力才失败了2回，现在随便找了个药童就又炼丹。这次的药童是我找回来的，他的实力不错，应该不会出差错。哟，你们在聊我吗？孙悟空，你怎么才来？嗨！你们若是不放心小玉，可以让我来炼丹啊。什么？猴哥哥，你也会炼丹吗？死猴子，你可别乱来呀！炼丹可不是闹着玩的。就是不能闹着玩，所以我才要亲自出手嘛。孙悟空，明天我们就要启程去万族雷池了，你不要胡闹。什么胡闹？如果我失败了，我就吞粪自尽。你莫非是想故意找个正当理由吞粪吧？相信我。既然如此，我就让你尝试一次，只有一次。大王，万一他控制不住火候，若是发现丹炉出现不稳定的情况，我让你停下，你就得立刻停下，知道了吗 ？OK， 小玉，哥哥来教你最正宗的炼丹术。哈，小玉怎么对着臭猴子言听计从的？材料都在这里啦。猴子的眼神不一样了，难不成他？对了，小玉，咱们要练什么丹来着？啊？练什么丹都不知道，你是猴子派来搞笑的吗？哥哥，你以前有练过养神丹和血元丹吗？嘿嘿，我以前都是练长生不老丹之类的。你先把丹方给我看看。好呀。这是玉兔一族传承至今的药方，系统全部给我复制下来。消耗1点打脸值，药方已经全部复刻到宿主脑海之中。爽！死猴子，你在干嘛？哥哥，你这就看完了？嘿嘿，哥哥我看好了，接下来就看我炼丹吧。嘿嘿，哥哥我看好了，接下来就看我炼丹吧。这猴子真是来捣乱的，连丹方都随意翻一遍。罢了，我们警惕一些，注意丹炉，别让它搞爆炸了。哼，小鱼看好了，首先要将灵药进行淬炼，除去其中的杂质。好强的清火，这的温度太可怕了。这么高的温度，连晶体都能瞬间挥发了。这灵药扔进去，岂不是直接化成灰了？不对，你看，灵药被包裹在火焰中，却毫发无损。药中的水汽被蒸发了出来，灵药开始融化。哥哥，
你这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聪明。第2步，将灵药精华放入丹炉，进行融合。第3步，分丹。第4步，成丹。第5步，开鼎收丹。才用1份灵药就做出了10颗养神丹，居然连1颗废丹都没有。最后一步，强化口感。哥哥，最后一步是做什么呀？这叫巧克力味养神丹，很美味的。下回给你试试。灵儿小姐，这是给你的。谢谢，孙悟空，你真的太厉害了。嘿嘿，我这个药童不错吧？何止不错，你都能当炼丹师了。打脸成功，打脸成功，80大脸值，获得80大脸值，80大脸值。哎，你们这儿的设备和灵药都挺齐全的，我给你炼个别的丹吧，对你渡劫有好处的。这猴子怎么会那么多东西？长老们，你们先行退下吧。好的。臭猴子，你还准备炼什么丹啊？哼，等我练好了你就知道了。竟然是丹云异象。小玉，那是什么？一旦丹药出炉时出现了丹云异象，那就是绝品级的丹药。绝品谈不上，不过也是好货。这下渡劫可谓是万事俱备了。太清避雷丹，我练好了。太清避雷丹，打脸成功，打脸成功，80大脸值，获得80大脸值，80大脸值。猴子，你快跟我过来。咋了？灵儿小姐，孙悟空，我们现在就启程去雷池，不能再等了。怎么了？不是明天才是雷劫祭司吗？你能炼出太清避雷丹，着实出乎我的意料，我得感谢你。但是我族之中有叛徒，如果你能炼出此丹的信息被偷偷传出，不出数日，无数异族部落都会杀来。这么严重？那咱们现在就走吧。先和小七他们说一声。小七、小玉，我得和孙悟空先行前往雷池，今日之事千万不得让别人知晓。待明天雷劫祭祀正式开始，你们再和族人一同前来。知道了。传送阵能将我们送到雷池附近，省去许多功夫。站稳了。我们到了，怎么了？没有，只是觉得突然独处了，有点不适应。油嘴滑舌的，雷池要明早才会开放，我们先找个安全的地方等候吧。对了，灵儿小姐，明天的雷劫祭祀我也想上去参加。你也想参加，但是你只是金丹期圆满，只能引来4、9天劫呀。4、9天劫不能参加雷劫祭祀吗？所有人都能参加，只是要到元婴期圆满才能够引来5、9天劫。你若是上台，怕会被他人耻笑。嗨，这无所谓啊，重在参与嘛。看不出来，你心性倒是平和。话说回来，灵儿小姐为什么要参加雷劫祭祀？我该怎么说呢？我们一族本就被人类所排斥，所以隐世生活在大山里。但是虎王不这么想，他们的部族认为，异族应该团结力量，向人类发起战争，抢夺更大的领地。人类国力强大，实力强劲的修士无数。发起战争，必是死路一条。但认同虎王观念的异族不在少数。若是他夺得妖皇，那恐怕我天妖部族也得听命于他了。虎王与我实力相差无几，我不能放任他当上妖皇，所以，我得夺得妖皇。原来如此，灵儿小姐你也挺大压力啊。雷劫祭祀对我和我的族人都意义重大，
孙悟空，你帮了我这么多忙，我都不知道该如何报答你。都是举手之劳。若是灵儿小姐执意想报答我，那就答应我2件事吧。我能做到的，必尽力而为。你想我答应你什么？等我想好了再说吧。对了，夜神老，你饿不饿呀？我给你弄点吃的。你太客气了，我不饿。哟，快看，天妖部族的苏灵儿来了，想不到身边还带了只公猴子。这瘦猴啊，要遭老罪了。不必理会他们，外妖部族向来嘴欠，在这雷池法阵内无人能动手，否则会被雷池瞬间击杀。没事，我晚点再收拾他们。我们进去吧。警告！警告！伪装傀儡即将失效。什么情况？检测到宿主进入雷劫大阵，此阵会自动检测非异族真元力，并且清除。系统已自动将宿主真元力封禁，否则被雷阵检测到将瞬间被击杀。啊！那我岂不是成废人了？宿主还有杀人剑提供的30层力量加成。光力气大有什么用啊？灵儿小姐，在这里面不能动手的，对吧？是啊，体内真元力一旦运起，就会被雷池击杀的。那就好。哪来的老野？再不让开，小心我踩死你们！龙纹虎王，哼，苏狐狸，此界妖皇非我莫属，我劝你还是不要自讨没趣了。虎哥，要不我们将他就地拿下，岂不是省了许多功夫？弟弟不可，这雷池内不能动手，我会在雷劫祭祀上胜过他，名正言顺地成为异族的妖皇。好的，虎哥。我们走。装模作样，我们先去找个地方休整吧。孙悟空，这王也太强壮了，30倍力量怕是打不过他呀。哈哈，就在这里吧。天黑之后，雷劫祭祀才正式开始，晚点小七他们就会到。我们先休息吧。啊，给你避雷丹。谢谢。我炼化这太清避雷丹需要5个时辰，你也抓紧时间吧。好。哟哟哟，这不是天妖部族的苏灵儿吗？还真是呢。我牛妖部族都已经追随虎王，这次的雷劫祭祀不会上场了。我看你也别去丢人现眼了。这年头什么东西都敢来找茬了。哟，这还有只瘦干猴子呀！咦，说话这么臭，我看你没刷过牙吧？抱歉，或许是因为你是吃屎长大的。你什么你呀？长得不知道是牛还是猪的玩意儿，亏你还能活到现在。我什么我？我要是你就立马原地去世，争取投胎当个猴子，样貌才华两开花。看来我的话你是听进去了，我很欣慰呀。铁牛，你为什么要在雷池里动手啊？我要弄死他！打脸成功，获得70点打脸值。好了，我也来炼化吧。宿主修为处于禁闭状态，炼化丹药速度减慢，预计要6个时辰。注意，宿主吞食丹药过量，炼化过程将进入休眠状态。又吃多了，这一幕有点似曾相识啊。是怎么回事？大王先行离开村子的事情，不知道为什么泄露了。我们来雷池的路上就被虎王的人截住了。他们要求大王你在雷池不稳的情况下第一个渡劫。
卑鄙！小七，雷劫祭祀开始了。小玉，你帮忙看好孙悟空，他正在炼化丹药，暂时不能动弹。100年一次的雷劫祭祀终于开始了。嘿，不知道这一次谁会夺得妖皇的宝座啊？论实力，应该就是天妖部族与万妖部族的2位王。如果是我的话，必定不会第一个上场。雷池还不稳的情况下，会产生额外的冲击。哎，你们快看，苏灵儿先行上场了，他疯了吗？来吧！恭喜宿主成功炼化9枚太清地雷丹，药力已成功被5行灵根所吸收，激活太古5行绝密篇，冥王镇狱体。此乃太古5行绝密篇之一，需吸收金木水火土风雷冰8种灵气精华，以此淬炼肉身。8种灵气精华圆满方可大成，大成后撕破虚空，举手投足。这已经是第5道天雷了，只要再坚持1道，便可成功到应变期。可是雷池初开的威力实在是太大了。来了！到此为止了。大王，我来助你。小玉，住手！雷池内不可以运气，动用真元力。相信你家大王，他没事的。大王，小玉，我没事，不用担心。什么？啊！第一个进行雷劫，居然能做到这一步！天妖部族苏灵儿引动6道雷劫，成功渡劫应变期。区区6道雷劫便无力再战，连勾动雷池都做不到。苏灵儿，这场雷劫祭祀，你输了。哼！虎王，虎王，虎王，虎王！这虎人气这么高啊！新妖皇的位置，非我莫属。虎王的实力比我想象中要强。没谓的雷击，再多来点吧。灵儿小姐，我听说雷池初开时威力太大，不适合渡劫。为什么你要第一个上场？太不利了。我们先行前来雷池的事情泄露了，虎王带人半路拦住了小七，他们用小七当人质威胁我，要求我第一个上场。若是平常威力的雷劫，我应该还有余力再勾动3座雷池才对。啊，这么阴险啊！这狗屎虎王，我不扒下你一层皮，我就不姓徐。虎王扛下了第6道雷劫，现在苏灵儿持平了。但是虎王看起来游刃有余啊！这一届的妖王看来非虎王莫属了。虎王要引动下一波雷击了，如果成功，好臭！这是什么味道？是苦瓜吐了！大王，你快看那儿，是孙悟空。哎，虎王，你渡劫多累啊！我给你煮点臭豆腐吃，对补充神魂力很有帮助的。二弟，把那胡子给我收拾掉！糟了，被这臭味所扰，雷云开始消退了。可恶！我要重新引动雷池。雷云消退了，虎王似乎也不动雷击了。为什么都说臭啊？我闻着挺香的呀。虎王，你别折腾了，快过来吃点。他在雷池里动手了。哼！干扰我渡劫，找死！虽然有6道雷击，但我还能勾动雷池，比你苏灵儿更强。妖王之位，本王唾手可得。哼，虎哥快要成功了。我辛辛苦苦做的臭豆腐让你给毁了，臭不要脸！为什么在雷池内动手，却没有引起反噬？不，你仔细看，
他们并没有运起真元力，而是单纯靠肉体在互搏。你说这猴子靠蛮力将万妖族的二当家给干趴下了，30倍力量的杀人剑，当我开玩笑的吗？喂，虎王，臭豆腐你不喜欢的话，我烤点别的给你吃吧。嘿嘿，渡劫这么累，补充一下体力吧。你居然把二虎，你哇，烤好了，要吃吗？糟了，虎王的注意力被转移了，但是雷池已经被勾动起来了。虎王最终只勾动了一座雷池，他的雷劫结束了。胜负已分，就算一座雷池也比苏灵儿强。雷劫祭祀结束了，妖皇是我的了。嚷嚷什么呢？你说结束就结束了吗？天妖部族孙悟空前来挑战雷劫祭祀。天妖部族孙悟空，准备渡劫。这猴子居然想挑战雷劫，真是不自量力！区金丹期，一律之光竟敢与皓月争辉！把你退下吧！渡天劫可不是煮点粪便就能成的。此地不会受到雷劫大阵检测，宿主可放心施展修为。很好，帮我解开封禁。熟悉的力量又回来了。系统，我的雷劫还有多久开始？距离宿主的天劫降临还有4个时辰。哎，太久了，有什么办法可以加快吗？宿主可以尝试对着老天打脸，加快雷劫速度，但是可能会增加天劫难度。打脸我没问题啊。二弟，你没事吧？虎哥，二弟，你还好吗？虎哥，他是故意让你转移注意力，导致雷劫失败。都怪我，居然被区一只猴子偷袭。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只要还在，就什么都好说。那猴子开始雷劫，我暂时不能插手。等他下来，就是他的死期。虎哥，二弟，大王，猴子哥哥突然跑上雷池了。一旦开始渡劫，旁人是不得阻拦的，只能静观其变。话说我出生时，天空出现一片祥云，那一片云飘到我家屋后，幻化成了一个字。帅！于是我拼命的逃跑，逃到一座高山上。我质问老天，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我长大后，所有人都在疯狂的迷恋我，我一点自由都没有。我要反抗这个宿命，我不想靠着一张脸而什么都不做，这埋没了我的才华和人生的意义。因为我其实根本就不帅！我的妈呀，这还是渡劫吗？这是老天要杀人吧？太可怕了！这猴头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啊？孙悟空只有金丹期，怎会引得如此天地变色？是我害了他，我不该带他来雷劫祭祀的。打脸成功，一共获得180点打脸值，恭喜宿主获得打脸增雷劈成就，奖励200点打脸值。由于宿主渡劫还要打脸，困难模式难度在此增加升级为地狱模式，请宿主一定要活下来。什么？打脸还遭雷劈？地狱模式？这可玩大了，这难度也太夸张了吧！可恶啊！快给我兑换一件魔抗装备！嗯，这是什么？女妖面纱，600点！哎，不管了，快给我兑换！这猴子要遭殃了！嘿嘿嘿，我有女妖面纱抵挡雷劫，你奈我何？3道雷劫同时落下，这猴头怕是会瞬间灰飞烟灭。敢对老天爷出言不逊，真是不怕死啊！孙悟空，女妖面纱护盾效果结束，冷却时间1天，检测到雷霆之力，太古五行绝密篇冥王镇狱体已激活，当前雷霆之力吸收1%。唉，女妖面纱破碎时，我还以为要完蛋了，差点忘了还有冥王镇狱体。
这套密篇法诀是需要吸收8种灵气，如今这雷劫正好是送上门来的福利呀！我没看错吧？他居然没死！不仅没死，看起来还毫发无损。才3道雷劫就想镇住我，最好是来几道9霄雷劫，才够我挠痒痒。快看，那雷劫变了！劈又劈不死我，还磨叽那么久，太慢了。上古紫霄神雷，一种不该出现在这一世的雷劫。这是天罚呀！恐怕祭坛都不能承受这股神威吧？我们所有人都得陪葬！快跪下来祈天，否则我们族的圣地将会被消灭呀！哦，对，快祈天！老天爷，放过我们吧！这猴头无礼，但我们不认识他呀！齐天，我乃齐天大圣孙悟空，与天齐！4道天劫同时降临，完蛋了！龙腾9变，第9变，开！杀人剑与龙腾9变的加成，加上振奋铠甲与女妖面纱，这是我虚缺此时最巅峰的实力！我要这天再遮不住我眼，我要这地再埋不了我心，我要这众生都明白我意，我要那诸佛都烟消云散。恭喜宿主打脸成功，奖励300点打脸值。检测到雷霆之力冥王镇御体，雷属性已累计吸收45%。加上这4道紫雷，本大圣已度完7霄雷劫，还有2霄呢，拿来！什么情况？这个猴子居然没死！侥幸逃过4道紫雷，还敢对老天叫嚣！大王，猴子哥哥他没事，快看天上，雷云开始消散了，天劫要结束了。如此叫嚣，老天却退缩了。孙悟空，大王和虎王都拿下了6霄雷劫，但是猴子哥哥扛下了7霄。那妖皇之位岂不是？你别跑！9霄雷劫才给了7霄就想跑，没门儿！把最后2霄还给我！这猴子到底是何方神圣？还追着老天要第8霄，他咋不上天呢？这才对嘛！爽！喂，你就不能给齐了再跑啊？给我去死吧！炸天帮孙悟空，这下真的要炸天了！打脸成功，获得60点打脸值。恭喜宿主打了一个好脸，奖励200点打脸值。恭喜宿主渡劫成功，1个时辰后金丹转化为元婴，即可自动升级。还要1个时辰，怎么那么磨叽啊？警告警告！宿主接近雷池大阵将会被检测出人类修为，宿主是否要再次封禁修为？封禁修为？我冥王镇御体正朝吸收不足雷霆之力，这不正好送上门来吗？看我把这9座雷池全都吸干，冥王镇御体应该就能圆满了吧？哎呀，来吧，让我洗个雷霆澡！这猴子一下勾动了9座雷池，这下他要被电死了吧？检测到大量雷霆之力，冥王镇御体将加倍运作。开启修复功能。检测到振奋铠甲被动效果，修复功能将加倍运作。我要控制不住体内的红火之力了！溢出的雷霆之力聚集在了我体外。检测到大量雷霆之力，冥王镇御体雷属性已吸收65%。检测到大量雷霆之力，冥王镇御体雷属性已吸收85%。检测到大量雷霆之力，冥王镇御体雷属性已吸收99%。将我体外的雷霆之力尽力压缩。
喜宿主，冥王镇域体雷属性吸收100%已经饱和。恭喜宿主获得冥王镇域体8大法诀之一——掌控雷电。只要宿主意念一动，方圆100里之内蕴含雷霆属性之万物，皆能被宿主所控。好家伙，掌控雷电，我这是变成雷电法王了吗？检测到宿主成功领悟一门法诀，等阶暂时不明，请为法诀自定义一个名字。自创法诀？没想到啊，随便爆发了一下洪荒之力，就自创了一门法诀，叫螺旋丸雷切螺旋丸。哎呀，太没有新意了。我想到了，就叫豪塞雷。命名成功。我居然将雷池里的雷霆之力都吸收了！万一雷池没法恢复，我族日后该如何是好啊？太自私了！就算他渡的雷劫比虎王多，他也没资格当妖皇。谁在雷劫祭祀上得分最高，谁就是新妖皇，这是祖宗定下的规矩。雷池就算被吸光，100年之后便会恢复，你们别找借口了。新妖皇，必属孙悟空。若是有人想破坏祖先的规矩，我倒是不介意再次清理门户。可恶！雷劫祭祀已经结束，雷阵不会再压制真元力了。苏灵儿已经成功渡劫应变期，除了虎王，这里没人是他的对手。可是我们效忠了虎王，不可能承认那猴子是新妖皇。灵儿小姐，不用劳烦你出手教训他们。不承认我是新妖皇很简单，我就打到你们认。猴头，你什么意思？想对我族出手吗？饶我渡劫还偷袭我虎地，区区一个金丹期妄想与我作对！我已渡劫应变期，不是你玩弄几下闪电就能胜过我的。哼，猴头的，请叫我大圣或者妖皇大人，吃我一招猴塞雷！曾经让我忌惮的应变期，我以金丹期之身便可只手碾压。待我升级至元婴期，哼，什么火元国皇陵，我也是想进就进，易如反掌。龙纹虎王，妖王之争你失败了，连小小部族都摆不平，谈何跟随我攻击人界？妖兽领主，你听我解释。哼，又来了个什么家伙？我乃妖兽之王，妖兽领主。区金丹期就夺得妖皇之位，你们一族也太弱小了，毫无利用价值。小的们，把他们灭了吧，就当做进攻人族的开胃菜吧。孩子，给我吃光他们！你居然是妖兽族的走狗！虎王劫持了苏小七，要求苏灵儿先行渡劫。还为了夺得妖皇之位投靠妖兽族，反而野火烧身。而现在，妖兽族要对咱们赶尽杀绝，大伙好好想想，这就是你们要追随的妖皇吗？我是不会放弃你们的。我名正言顺夺得妖皇之位，就会对异族负起责任。妖兽族的小喽啰，以为靠数量就能胜过我？冥王镇域体之力操控雷电，雷劫大阵。除外族为我所用，异族传承万年的雷劫大阵，雷劫祭祀已经结束了，为何他还能启动？妖兽族没有再进攻了，有雷劫大阵的保护，他们是没办法突破的。灵儿，你想干什么？小七，你没事吧？姐姐，我没事，但是妖兽族要怎么应付啊？暂时有孙悟空唤动雷劫大阵。他们无法攻入雷池，我们在这里是安全的。但是雷劫大阵是被动性阵法，如果妖兽一直耗在外面，我们也没有办法主动出击。若是能够直接解决妖兽领主就好办了。妖兽们都听命于他，但是他有应变期2层的实力。应变期2层，待我扩大雷阵范围，就电死你们这帮畜生！又是你这个畜生！糟了，雷劫大阵的操控中断了。二弟，你虎哥。异族已经完了，不可能胜过妖兽族的。我主动从内部破坏阵法，妖兽领主，可否放我2兄弟一条生路？
识时务者为俊杰。龙纹虎族兄弟可加入我妖兽族，小的们，接着进攻！雷劫大阵消失了，妖兽大军又攻过来了，快逃！不要慌，单只妖兽战斗力并不高，大家团结起来。开什么玩笑！登基第一天就想灭我全族，有问过我手中的侯赛雷愿不愿意吗？冷却时间结束，宿主成功渡劫元婴期。二弟，快躲开！虎哥，二弟，不要伤心，一定要活下去啊！虎哥！哎，打住！你俩演什么苦情戏呢？老子已经升级至元婴期，一发豪赛雷你俩都得死，好吧？击杀元婴期一族，获得50万经验值与储物戒；击杀婴变期一族，获得100万经验值与储物戒。升级，目前修为元婴期3层。灵儿小姐还有大家都辛苦了，都往后稍稍，让我来吧。操控雷劫大阵的雷霆之力，增幅雷劫大阵的覆盖范围，然后一发送你们上西天。击杀129只筑基期妖兽，击杀68万2千妖兽，获得60万经验单期妖兽，获得15万经验值与3枚金丹。头头，你惹怒我了，我要亲手将你撕成碎片。大爷，我叫齐天大圣孙悟空。头头，我乃婴变期2层，你只有元婴期3层的实力。你可知道这代表了什么？是虐杀！你侥幸击杀的虎王只是刚渡劫婴变期，对于真正的婴变期来说，他就如同婴儿一般脆弱。准备迎接死亡吧！打就打，哪那么多废话？孙悟空小心，那是他的本命法器妖兽脚。死到临头还嘴硬，决定是你了，豪赛雷！哼，你完全抵挡不住！喂，猴子！放心，我没事。哦，不愧是真正的婴变期，攻击力太过霸道，雷霆之力无法阻挡他的法器。若是被他拉开距离，我只有被动挨打的份儿，还会波及其他异族。待和他拉近距离，才能找到机会。这法器一直纠缠我。我实在没有办法摆脱他，杀老孙一棒！终究是赝品金箍棒，抵挡不了婴变期的法器攻击啊！还是得靠自己吃这个家伙。臭猴子，你跟他的法器折腾什么呢？直接上啊！我也知道啊，但是没机会冲过去啊。虽然能用3000雷动暂时在空中快速移动，但是还是比不上真正的翅膀啊！而且3000雷动身门法诀只能作为爆发手段，不能长久的使用。猴子，你千方百计想突破我的法阵，可知道我的肉体强度是你的1000万倍？有时候，我觉得修为低会让原本处于优势的敌人粗心大意，露出致命的破绽。反而是好处。什么意思？你觉得你有可能伤到我吗？我不但能伤到你，我还能杀了你！死吧！没用的，猴头，你的雷霆之力只能给我挠痒痒，用尽全力也不可能伤我1分1毫。我知道，所以我根本没想用侯赛雷伤你，但是。只要让我接近你，等等，这连环蕴含的破坏力为何如此惊人？我一身婴变期的修为，居然被这个猴头！击杀婴变期妖兽，获得150万经验值与储物戒。升级，目前修为元婴期7层。由于宿主第1次击杀婴变期妖兽，奖励神秘大礼包。孙悟空将婴变期2层的妖兽领主击杀了。我再问你们一次，我
我孙悟空获得雷劫祭祀第1名，成为异族妖皇。谁有异议？新任妖皇孙悟空，吾等唯有异议。异族妖皇，千秋万代。千秋万代就不用了，但是我得在这里立一些规矩。首先要声明一点，妖皇的命令，谁都不能反抗。消耗10点打脸值，兑换纯金皇冠1顶。堂堂异族妖皇，连个传承的物件都没，太简陋了。我宣布，这顶皇冠成为妖皇的象征，见皇冠如见妖皇。孙悟空，我宣布，我孙悟空自愿放弃妖皇的权利，新任妖皇是天耀部族苏灵儿。我孙悟空自愿放弃妖皇的权利，新任妖皇是天耀部族苏灵儿。你怎么能够让出辛苦迎来的妖皇之位？我不能戴上这个皇冠。别低头，皇冠会掉。还记得你曾经答应过我，会无条件帮助我2件事吗？替我成为新任妖皇，就是答应我的第1件事。但是，雷劫祭祀的获胜者是你，按照传统，哼，规矩都是人定的。我是妖皇，我说传给你就传给你。我从小就游历四方，对于如何治国完全不在行。这妖皇我实在当不来，大家都希望你来领导。加上你不是反对虎王的政策吗？现在你是妖皇了，大家能安稳的生活了。孙悟空，这样说的话，现在我是妖皇了，我把皇冠传给你，你也不能拒绝。我开玩笑的，我会好好领导人民的。啊，对了，当初你让我答应你的第2件事是什么呀？渡劫也完成了，我也该前往火元国干正事了。啊，灵儿小姐，妖皇交给你，我也就放心的离去了。虽然很不舍，但是以我的性子，是无法长时间待在同一个地方的。怎么会？你这就要离开异族了吗？我此趟前来，便是想见识一下雷劫祭祀，所以关于你答应我的第2件事，上次我们一起吃过饭了，下次见面，我们一起喝一杯吧。好呀。瘦猴子，你要走了吗？猴子哥哥，为什么你不待久点呀？我才不会想你呢，赶紧走吧。猴子哥哥，我会想你的，我也是。我有空就会回来看你们的。这里赶到火元国，是一段遥远的路程了。哎呀，看看系统之前送的神秘大礼包里有什么好东西。上次得到神秘大礼包是击杀了阴鬼门门主，属于第1次击杀元婴期强者。礼包送了我古灵冷火，是我纵横仙界的资本。赶紧打开神秘大礼包吧！恭喜宿主获得唐诗300首1本，恭喜宿主获得异火排名榜第6的八荒破灭焰。八荒破灭焰，八荒破灭焰来自斗破苍穹中炎族拥有的最高级异火，被炎族历代掌控者注入了不可磨灭的灵魂印记，可化为一对庞大的火焰双翼，增添飞行速度。唐诗300首，非卖品，流传甚广的唐诗选集，习得后可记忆各大诗人的大作。别整那么多有的没的，快把八荒破灭焰收入体内！嘿嘿嘿嘿嘿，我梦寐以求的翅膀终于得手了！有了这双翅膀，极大的增加了我的移动速度，任着大陆如何辽阔，再也困不住我翱翔天地！哈哈哈哈哈哈！火元国，我来啦！唉，飞了1天1夜，就已经到达皇城了。本想直接杀进皇宫，将那火皇老儿打个屁滚尿流，但好歹他也是应变第7层的强者，火元国内无人是他的对手。敌人在明，我在暗，这是绝佳的优势。我得混进皇城内打听一下最近的局势。还有，炎阳公主和紫萱，
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有没有帮我搞到皇陵的地图，又或者已经出卖我了。哎，这位兄台，你没有金帖就别排队了，大家都想进去呢。无金帖者可到此排队答题闯关，成功者可参与宴会。哎，兄弟，这里这么热闹，是在做什么？哦，兄台是外地人吧？火皇面向全国，新招驸马爷呢，必须参加文试与武试才有资格评选。这文试啊，便是在雅夫人这里举行。啊，我怎么记得驸马爷是一位名为徐缺的帅气天才少年啊？为何招贤？你有所不知，前段时间火皇昭告天下，驸马于1年前因病去世了。大家为了能够当上新的驸马爷，都来这里挤破头了。这无耻的狗皇帝！兄弟，再问你一件事，你认得我吗？兄台长相平平无奇，倒是第一次见你。那就好，看来炎阳没有在皇城通缉我。哎，快看，有飞机！什么？使用伪装傀儡成功，成功隐藏修为至筑基期。刚才那位兄台呢？刚才那位兄台呢？什么兄台？我乃炸天帮李白，还问兄弟如何称呼？在下唐柳峰，是东城书院的学子。李白兄也是来参加宴会的吗？在下刚到皇城，看着热闹就过来瞧瞧，烦请堂兄带我见识一二。没问题，我也是单独一人来参加宴会。那我们进去再说。哎，李白兄稍等，你刚到皇城，可有雅夫人颁发的金帖？啥？还要请帖才能进去啊？这是雅夫人多年来的规矩。若是没有金帖的话，可参加那边的问答环节，只要通关便可获得宴会资格。只是，已经很多年没人成功了。没人成功，正好，这个脸我打定了。走，堂兄，我们去答题。慢点，慢点。两位公子，入宴还请排队呢。小妹妹，时间就是生命，在下不想把时间浪费在排队上，特来答题通关。您确定要闯关吗？正是。今日闯关问答由雅夫人亲自出题，公子可自行接榜答题，但每道题限时10息之间。答题闯关正式开始。雅夫人别院的锣声响了，这是有人要答题闯关了吗？哎，快去看看！自从1年前明圣书院的莫公子失败了之后，就再也没人闯过关了。莫公子可是明圣书院4大才子之一啊！1年前他第3个问题差了2息时间，实在可惜了。走去看看。这位公子，请开始吧。怎么是那个白衣少年闯题关啊？此人如此面生，不像是我皇城中人啊！快看，他竟然是跟东城书院的人在一起啊！难道是东城书院的学子？他们也有胆子闯题关，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堂兄别理他们，待会儿他们就会闭嘴了。假如一个人吃1碗饭需要1刻钟，那么8个人吃8碗饭需要多少时间呢？好高深的题目，这不是脑筋急转弯吗？这题我会，1碗饭1刻钟，8碗饭便是8刻钟，显然是想考验我们算术的加减能力。太简单了，早知道我也去闯一闯。公子，实习时间快到了，请尽快在木匾上写出答案。答案就是1刻钟。怎么会是1刻钟啊，白痴！我无语了，就这点智商，哪来的自信闯题关啊？李兄，你这答案不对呀。小妹妹，告诉他们正确答案吧。恭喜公子，回答正确。此题答案正是1刻钟。什么？果然，老天爷将智慧洒满了人间，唯独你们这些家伙撑了把伞。来，开始第2题吧。就你们这群人的智商，还敢瞧不起东城书院？打脸成功，奖励150点打脸值。一次考试中，有2名书生交了一模一样的考卷，主考官发现后，并没有认为他们在作弊，这是什么原因呢？应该是考官被收买了。这肯定是被收买了呀！因为交的都是白卷。恭喜公子，回答正确。雅夫人，
外面有位公子答题闯关，已经答对2题了，而且他看完题目立马就能作答，丝毫没有困扰。哦，这些题目都是我今日才写下，答案也只有小莲知道。哦，对了，那人还问现场的才子们，为什么他长得那么帅，还那么聪明？这世界怕是再也没人能难得住他了。看来是个有意思的小家伙呀，我亲自去会会他。可以动用法诀的情况下，如何以最快的速度将冰变成水？冰变成水，这自然得用火诀啊！唉，这都是什么3岁小孩题目啊！这是答不出来，然后恼羞成怒了。你们快看，这样也行吗？恭喜这位公子，答题关已全部回答完毕。居然闯关成功了，这连4大才子都没办法做到啊！本宫今日算是大开眼界了，很不错，少年，你的天资比许多人都卓越，但本宫从未在皇城见过你。说说看吧，你是什么来历？雅夫人居然露面了，以前可从未出现过这种情况。夫人问我的来历，看来是想听我的故事。不错。抱歉，我的人生没有故事，唯有帅字贯穿一生。公子这回答倒是与众不同啊，不知公子如何称呼？在下乍天帮李白，乃是北京的学子。乍天帮是什么？真是个有趣的人。李公子，既然3道题关已过，不如继续下一关吧。轮到你出一题，10息之内无人答对，便算你赢。轮到我出题，看我不玩死你们！哼，那在下便开始了。诸位今日来参加宴会，若是雅夫人给各位的金帖不小心掉了，请问该怎么办？金帖掉了，这是什么奇怪的问题啊？金帖掉了，那只能自认倒霉回家了。雅夫人如此大度，掉了也能找雅夫人再拿一张吧？哎，不对，这题有陷阱，正确的答案应该是像他一般来闯题关才对。没错，就是这个答案。你输了，金帖掉了，答案就是闯题关。没错。李公子怎么会问出如此简单的题目？唉，你们这智商，还好意思说闯题关？金帖掉了，捡起来不就行了？啊！我竟无言以对。恭喜宿主打脸成功，奖励200点打脸值。李公子，从今日起，你便是本宫的座上贵宾了，请进。啊，那是名胜书院4大才子之一，有着狮王之称的莫公子。他旁边那位，竟然是名胜书院4大才子之首的赵公子。没想到雅夫人连他俩都请来了，这下我们在宴会上定然可以见识到2位天才的高学才华。李公子，这2位的才华可一点都不在你之下哦。唉，想不到雅夫人也是这样的人。什么意思？夫人，我希望你不要用世俗人的眼光看待我。在下并非靠脸吃饭之人，我知道我的才华都被这张帅脸抢去了太多风头，但终有一日，我还是会让世人看见我真正的才华的。堂兄，我们先行一步吧。这个小家伙当真是有趣呢。待会儿宴会之上，倒是真想看看你们3人中，谁的文采更胜一筹。公子，这边请。话说，你们这地方很高雅呀，正适合我。公子，请入座。哎，这是谁？你见过吗？没见过，或许是今年刚入宴的新人吧。
李白兄，我这第一次进来雅夫人的宴会，好紧张啊！淡定，这些所谓才子不过是些书呆子而已。莫公子、赵公子，这边请。什么？两位大才子来了？莫公子、赵公子，久仰大名啊！今日能与两位大才子相聚一堂，实在是在下的荣幸啊！哼，虽说四大才子名声在外，但未免也太会拍马屁了吧？谢谢各位。对了，雅夫人，我听闻有一位公子闯过了提关，不知他在何处？什么？有人破了提关？哎，李白兄，你可得小心了。这莫公子啊，1年前破不了题，怀恨在心，他肯定想找你麻烦。难道莫公子认识他？啊，不认识。但是不少同窗都跟我说，他方才在外面借用些小聪明戏耍众人，所以我想问问这位李白兄，是否太过分了？你若真觉得自己才华横溢，那在下倒想跟你讨教一下诗词之道。这莫公子要与那李白诗词对决？感谢莫公子为我们讨回公道，李白就是他。唉，我生平求一敌手而不可得，诚寂寥难堪也。但也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随随便便挑战的，否则我会忙死的。阿猫阿狗？莫公子乃是名胜书院4大才子之一，将来入朝拜官，定然飞黄腾达，身居高位呀！这个李白竟然说莫公子是阿猫阿狗，这简直狂妄至极！打脸成功，获得100点打脸值。哎呀，真是火药味十足啊！诸位，既然相聚于此，本宫希望今日只谈诗词歌赋，以诗会友。各位意下如何？还请各位学子落座吧。雅夫人说的是，文人学子以宽容为美德，不应咄咄逼人。今日我们只谈诗词歌赋。既然雅夫人这么说，那在下也就不与登徒浪子诸多计较了。恰好逢春，外面乌云密布，也许今年的第一场春雨会在今日降临，不如就以春雨为题，如何？春雨，行。题材刚出，莫公子竟立刻可以作诗，如此才华，不愧为诗王。春雨细如尘，楼外柳黄湿。风约绣帘去，透窗纱寒碧。好诗，好诗啊！且是诗不成诗。果然名不虚传啊！莫公子此诗，真乃经典绝句啊！哎呀啊，失礼失礼，这能叫绝句？你在逗我吧？怎么？莫非李兄是看不起在下这首诗吗？还行还行，也谈不上什么看不起。抱歉啊，莫公子，我并不是针对你，我是想说，诗不成诗，在我眼里实在不够看呢。在下并不会10步写1首诗，在下只会10步写10首诗。10步10首诗，如此狂妄跟荒诞的话，你竟敢拿来开玩笑？未免太过目中无人了。终究是个笑话。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雅夫人，在下献丑了。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这是5言诗，而且4句全是绝句，每一句都比莫公子的要高明。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这竟然是首7言律诗，而且又是绝句。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大明湖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7、8个星天外，2、3点雨山前。这雨出生于天，死于大地，中间的过程便是人生。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场雨，不看天，不看地，也不看雨，而是这场雨的一生。这便是生死。想不到仅仅一场雨，李兄竟能从中感悟天地，说出如此有深意的话来。看来我们都错怪李兄了。虽然他看上去放荡不羁，可那就是他的真性情啊。实际上，他也确实是个有才华之人。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此前我不懂他，现在我想我懂了。那10首诗全都是经世之作，我一点瑕疵都找不到。这场较量，我彻底输了。10部10首诗，这等荒诞之事不可能是真的。此人可能是早已创作了这些诗词，今天正好拿出来罢了。又或者，那些诗词并非他所创，只是他不知从何处所得而已。诸位莫要被骗了。倘若那些诗词是他人所创，又如此经典，为何我们从未听说过呢？我们都没有证据，不能靠自己的臆想就去否定李兄的创作。是啊，诸位，无需再争辩了。我们今日只是一场宴会，以诗会友，并非以人会友。无论那些诗词是否为李公子所作，我们都没有必要去考究。既然是诗会，那便欣赏诗词即可。诸位认为呢？哎，雅夫人说的对。既然如此，那么宴会继续。在座还有谁有诗词想拿出来鉴赏吗？李白那10首诗镇场之后，哪里还有人再敢出来献丑啊？当晚，徐缺酒足饭饱后，找了一处客栈下榻，却不知炸天帮李白的名声一夜之间传遍了皇城。打脸成功！打脸成功！怎么那么吵啊？快看，那就是李白！快看，李白出来了！什么情况啊？在宿主睡觉的这段时间，一共收到了8753点打脸值。什么？这打脸值涨的，真是做梦都能笑醒啊！哼，今天要举行驸马的武士，我没空陪你们玩了，拜拜。驸马武士报名，在此处排队，都别急，一个个报名。Hello， 侍卫大哥，跟你说件事啊，排队的人太多了，请问我能插队吗？什么？开什么玩笑！速速退下，否则当场斩杀你！喂，我们都是辛辛苦苦排了2天2夜的队，插队的滚开好吗？哎呀，侍卫大哥，你看看，这是雅夫人的信物，能够给我通融一下吗？雅夫人，嗨，您说什么通融啊？
阁下能持有此物，必定是雅夫人的贵客，快请进。狗皇帝，没想到我回来了吧？圣旨到，奉天承运，火皇诏曰：天下天骄才子无数，唯有文武双全之人，才能成为我火元国驸马。在此将举行驸马招聘之武艺试炼，请诸位自行排队进场。阵法会随机匹配合适的对手，但规则有3，必须3战全胜。每一战必须更换武器，不可伤及对手性命。只有通过武艺试炼的人，才有资格进入下一场的殿试，一睹火皇尊容。我宣布，武艺试炼正式开始。第1战，张三短剑对李四阔刀。连金丹期都没几个，都是些乌合之众。阁下，请问有见过炸天帮李白吗？谁在找我？唐柳风，这货怎么也跑来武士了？我还是不要轻易暴露身份的好。我乃是炸天帮叶良辰，不知阁下找我李白兄何事？你也是炸天帮之人，是关于雅夫人的事情。雅夫人？我不能就这么告诉你，除非你证明你真的是炸天帮之人。哎呀，好了，你看清楚我是谁。李白兄，你为何如此装束？哎，没时间跟你解释了，赶紧说雅夫人发生什么事情了。昨晚火皇召见了雅夫人，后来不知怎么的，将大明湖别院整个封锁起来了。雅夫人的一名书童正好碰见了我，他想让我传话于你。雅夫人说了什么？她说救我。什么？李兄，你可得小心呐！雅夫人恐怕对你动了心意，被火皇发现才将她软禁了。雅夫人遵从先皇遗命，为火神守节，此生必须保持纯元之体，一旦违背，便会让整个火元国失去火神的庇佑。对啊，所以李白兄，你可千万当心呐！淡定点，雅夫人只是被软禁，火皇不可能对她有性命威胁。我先与火皇玩上2手，看看他有何手段。玩？想必火皇现在很着急，想抓到炸天帮李白吧？敢动摇雅夫人，那就是跟整个火元国作对。火皇必定要对我杀之而后快。李白兄，不如先出城暂避锋芒吧。若是被火皇得知你在此，怕是插翅难飞啊！离开？不，新老旧账我可得一并跟火皇算了。让我下一位参赛者上前来，好给他来个惊喜吧。38号比武场，长枪李福菊对阵叶良辰，空手。只懂得使1、2种武器，只好留到后边再用。抱歉，第1场就遇上我，算你倒霉。受死！叶良辰第1战上。启禀皇上，武士的进程已经过半了。有一名叫叶良辰的考生，凭筑基期与赤手空拳连胜3场，资质不错。赤手空拳？那叶良辰自称是本地人，并且他也是炸天帮之人。炸天帮？又是炸天帮？此帮派突然出现在京城之中，为何此前从未听人提起？严阳、子轩，你2人可知晓些什么？我也从未听说过。炸天帮叶良辰，肯定又是徐缺假扮的。过了那么久，他终于来到了皇城了。我们服下了徐缺的毒丹，没有办法向火皇透露他的真实身份。有意思，莫名出现的神秘帮派，里面个个都是人才。走，陪朕出去一探究竟。公主，我们怎么办呀？终究要面临这一步的。他只不过想要皇陵的地图，我们给他便是。叶良辰
第3战胜。李白兄，没想到你打架这么生猛。小意思。火皇驾到！火皇为啥会出现在这里？哼，来得正好。火皇万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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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主，看那边，这股气势。放肆！看见火皇陛下还不下跪，化为灰烬吧！无礼之徒！皇城将领全是元婴期修为，他不可能挡下这一招的。什么？筑基期能够挡下李将军的一击，小子，你是谁？是谁？伪装傀儡效果解除，境界封印效果解除。李白兄，元婴期7层。我是谁？我是你虚缺爷爷！驸马招聘，可笑至极！本驸马爷就在此。此处耳目众多，徐缺一番言论，怕会对陛下名声产生影响。他的目的是皇陵地图，为何要正面与父皇对决？父皇他一定会。徐缺，是他？他居然没死！不能让众人听信他的话。李将军，胡言乱语的贼人，给我拿下！是。只要杀了徐缺，就没人会相信他是驸马。狗皇帝，你可真贴心啊，还给你送经验了。消耗1200点打脸值兑换美甲的窃魂卷，击杀敌人可获得荣耀，使法诀威力翻倍，最高30层。击杀元婴期强者，5000荣耀28层。真正的驸马早在1年前病逝，乃朕亲手埋葬。你竟敢假冒驸马，妖言惑众，死不足惜！火焰组成的翅膀。父皇帝，别以为鹰变期就能为所欲为，遇到了我，你今日就得栽在这里了。他自称是驸马，可驸马徐缺不是已经死了吗？火皇否认了他，应该是假的吧？他明明被父皇夺取了天火灵根，为何还会有如此高深的修为？如此诱人的火焰，若是被朕所得，快回家！美甲的窃魂器成功累计30层荣耀，当前法诀威力加成30倍。贼人，你是不可能伤到朕的，束手就擒。朕考虑赏你一条全尸。别废话！却，朕虽然不知道你是如何活下来的，但是你选择上门来找死，那就只好再送你死一次了。不见了！好快！古灵能火燃烧起来了，狗皇帝，这下你玩完了。什么？哼，冰属性的火焰还真稀奇。很可惜，朕贵为火元国之皇，论操控火焰，你远不是朕的对手。朕在想，就这么杀了你，也太过无趣了。近日朕得到了些小玩具，正好用来实验。来，让你瞧瞧朕的神威充能炮。什么？这是我送给苏掌门的神威炮？狗皇帝，你在哪儿得来的这些神威炮？从何得来？哼，恐怕朕无需与你这欺世诈众之辈交代吧。我欺世诈众？今日如此多的群众在场，我就揭开你的老底。我年幼时因拥有1000年难得一遇的独特灵根，被这火皇召为驸马。待我修炼至金丹期，
他便将我的浑身修为与灵根天赋一并夺走，然后处死了我。哼！只是他没有想到，我居然没有死。今日他又新招驸马，定然是想找下一个受害者。狗皇帝，我说的对吗？李白兄，你说的都是真的吗？说实话，我也觉得袁驸马死得很蹊跷。那人来路不明，怎么能信他的话？父皇是备受尊敬的火元国之皇，徐阙只是一个无名无姓的外来者，民众是不会相信他的。神威炮，开炮！父皇根本不屑于回答他，这神威炮的威力我见识过，徐阙不可能防得住的。狗皇帝，你可知道这神威炮是谁造的吗？怎么会这样？小子，朕怒了！你浪费朕太多时间了，给朕去死吧！龙颜，哟，好像放了个不得了的大招啊！礼尚往来，我也送你个最近刚学会的技能，来尝尝我的三色火莲。去吧，三色火莲！不愧是火元国之皇，就算是三色火莲的火焰，也无法对他造成伤害吗？再花哨的火焰也是火焰，便无法威胁到朕。龙颜！切，狗皇帝，招式喊得再大声，打不中也是扯淡。狗皇帝的优势是强大的攻击力与防御力，但他速度不快，我有翅膀与3000雷动的加成，他是无法追上我的。火焰攻击对你无效是吧？那好，还敢前来？龙颜！惊人的速度，在火焰之间躲了过去。狗皇帝，30倍威力的猴塞雷，给你尝尝。为何他的天火灵根能使用雷电之力？大意了，躲不开！徐阙，陛下对你可是有知遇之恩，大庭广众之下，为何出手相向？什么？小子，战斗中往哪儿看呢？3000雷动！居然让你躲开了，那双翅膀着实让人着迷。我真是大意了，要不是有女妖面纱和振奋铠甲，这一拳差点把我打死。还有，那个女人是谁？为何会让人有种奇妙的感觉，仿佛我与她相识多年，不是共度多年。我想起来了，这种感觉，难怪如此熟悉。你是炎阳，但为何？能够再次与驸马相见，臣妾稍稍有些高兴呢。毕竟虽然是奉陛下之命，但终究我们是有夫妻之实的呀。臣妾焕妃见过驸马爷。焕妃，我明白了，狗皇帝，你这个死变态！你居然让你的妃子假扮炎阳当我老婆！宁愿戴绿帽也不想嫁女儿，你还是人吗？那女人是谁啊？距离太远了，听不清她在说什么呀。戴绿帽，他说的是真的吗？笑话，别把朕与庶民混为一谈。朕后宫佳丽3000，女人不过是朕的物品，能够被朕所用，便是他们的意义宿命。朕向在场的子民宣告，不用听信那贼人的胡言乱语。原来的驸马英年早逝，炎阳公主乃是冰清玉洁之身。现在就来进行殿试，谁能拿下那贼人，就能荣升驸马。胡言乱语，狗皇帝，我来告诉你什么叫胡言乱语。不如问问你的宝贝女儿，还是不是你所谓的冰清玉洁？什么？哼！炎阳，他说的可是真的？父皇，
陛下，当时是形势所迫，公主也不想的。可恶！可恶！朕要将你碎尸万段！狗皇帝恼羞成怒了呀！你的龙炎威力虽大，可惜速度太慢了。闭嘴！哟，数量真多，狗皇帝功力深厚啊！哼，吃我一发猴塞雷！真是难缠。得与狗皇帝拉开距离，保持速度优势，寻找机会，再一口气收拾他。驸马爷，爷飞来飞去的，多累啊！你下来给陛下道个歉，兴许陛下能够饶你一命呢。烦死了，去死吧！小子，休想伤我焕妃！陛下如此保护臣妾，臣妾太感动了。这对狗男女，不得不承认，狗皇帝你实力确实强大。我徐阙闯荡大陆所遇见的敌人，你是第一个让我觉得有些吃力的。不过，你想不想知道，被夺取了天火灵根，为何我还能修炼到如此地步？哦，因为我的师傅是段九德。什么？段九德？是那位？怎么可能？你居然！狗皇帝上当了吧？给老子玩聊天柳，回敬你一波！可恶！陛下！掩护踢！焕妃，焕妃，可恶啊！可恶啊！父皇，你这是……警告！警告！敌人正凝聚帝皇之气，实力将会提升至炼虚期1层。结合宿主目前的修为与法器，本系统建议宿主立刻逃命。啊！炼虚期，没想到他还藏了一手，这打不过呀！检测到进度34%、47%。许阙，地图，这是答应给你的火源国皇陵地图。至于水源国的，我再想办法。尽快！狗皇帝，我刚才思考了一下，我觉得我们不该这么意气用事。冤冤相报何时了？我今日吊打了你那么久，你身为一国之君也是要脸面的。哎呀，我正好有点尿急啊，就先走了啊，下次再见啦，拜拜。什么？你给我回来！对了，临走前送你们些礼物，不用谢我。好臭啊！这变态临走前还扔屎！不，那不是屎，我在天香谷见过此物，那是臭豆腐，吃下之后能够提升神魂力的宝贝啊！真的假的？我试试。好好吃，太美味了，而且我的神魂力突然暴涨。别急，这块是我的，都滚开，这是我的！可恶的小子，居然让他给溜了。不过他们说补充神魂力，是真的吗？正好朕的神魂力增长到了瓶颈，若是有所突破的话，为何感觉有些苦涩？神魂力也毫无波动啊！这股气味，陛下，我精通妖兽生物学，那是猎蛊狐臭的粪便，不能吃的。啊！你许阙！哇塞，在皇城戏弄了一番火皇，居然收到了2000多大炼值，杀了那么多元婴期的将领，境界也达到了元婴期8层，哼，很快就能突破至婴变期了。皇陵的路线，系统，帮我计算一下，看看有什么办法进去。系统无法计算准确路线，
宿主必须升级本系统至3.0版本。升级成功后进行突破。5000打脸值，最近勉强存下了1万点左右的打脸值，这一下就得去一大半啊！可这火元国皇陵绝非一般法子能进去的。为了早日复活小柔，进入皇陵是最重要的一步。区5000打脸值算什么？升级！升级成功，解锁新商品——专业技艺传承。技艺传承，这可是好东西啊！兑换技艺比兑换装备可厉害多了，就是有点肉疼。兑换，成功兑换，专业技艺消耗2000打脸值。成功兑换专业技艺，消耗2000打脸值。这是。你2人加入我搬山派，不会擅长炼器炼药，不擅长与人对战，但能学会一门老祖宗的技术。许多修士的墓都得请我们出手寻找风水宝地。要说这风水宝地之术，普天之下唯有我搬山派敢称第一。不过有些墓，就算拥有再好的技术与修为，也是万万不能下的。弟子谨遵师父教诲。比如眼前这座火元国皇陵，今日为师带你们前来，就是让你们亲眼看看这座神秘的古墓。总算找到火元国的皇陵了。哎，怎么有人？这四周的阵法禁制十分古怪，会限制人的修为。无论使用何种法诀，都无法破坏这阵法。哦，若不依靠修为，仅用人力挖掘此墓，起码得挖个7天7夜。这么长时间，一定会被官兵发现。能够建造此皇陵者，必定是位强大的存在呀！谁？闲杂人等都让开！你这家伙疯了吗？这可是火元国皇陵！道友，你认真的？别进去呀！此阵压制修为，就算你有元婴期8层，进去也是肉体凡胎。浑身的修为突然被封印了，而且这场景……哼，障眼法，八卦星。寻常人被封印了修为，遇到这场面肯定吓死。好一句寻龙口诀！此世间阵法不离阴阳八卦，但变化多端。此人显然是个高手。师傅，那他岂不是能顺利下墓？不，他破的只是外围阵法，接下来还有一道难关，那就是这座山的山体。修为被封印，只凭肉身是无法挖穿的。他突破了外围阵法，想必守卫很快就会赶过来了。这压制修为的阵法，真的无人能破吗？在阵内，只要运起真元力，就会被阵法吸收，反而加强阵法。除非境界比这皇陵的创造者更加强大，但那得炼虚期或者合体期了吧？快看，他往上走了。就是这里了。系统，挖山的道具有什么好东西推荐的？由于系统已升级至3.0版本，加入了新的商品，此物只需500点打脸值，兑换1天使用权限。我这都有？出来吧，挖掘机！那是什么东西？看起来好强啊！嘿嘿嘿，只需10分钟，我就能挖穿这山。启动！喂，系统，这玩意儿怎么开来着？宿主可购买蓝翔挖掘机技术，只需100点打脸值。还搞2次消费啊！真是奸商！哼！我现在就是挖掘之神附体，冲啊！此物居然不用真元力便可催动，而且速度奇快，山体就要被他挖穿了。
啊，那是皇灵的强体，此墙坚硬无比，他似乎无法洞穿。花不穿，开玩笑。杀人剑，30倍力量的杀人剑，赋予在挖掘机上，这便是30倍挖掘机力。穿了，穿了。哎，那边的，辛苦你解说那么久，一起下墓吗？不了，老夫只是带弟子出来参观参观。不过还问道友尊姓大名？在下炸天帮之蓝翔技校。炸天帮？打脸成功，获得100点打脸值。哎，修为的压制没有了。我看看啊，这地图好复杂呀。这边吗？好疼！这墨玉是那老头送我的，怎么突然有反应了？为何你又回来了？为何你还不放过我？谁？什么声音啊？你还要怎样？你还要我怎样？要怎样？闭嘴！烦死了！要怎样怎样？你以为你是歌手啊？逮到你了！我错了，你别打我。你不是说你离开就不再回来了吗？你为何又回来了？你是魂魄，为何会认识我？您的气息，我怎么会认错呢？数百年来，只有您一人活着进来并离开。但您不是说得到了夜光杯就不会再来了吗？是这块墨玉散发出那臭老头的气息。既然你能认出我，那就好办了。老规矩，帮我办几件事，就不打扰你了。好的。正好让他给我带个路。你这魂魄是如何在皇陵里活下来的？前辈，我也不清楚。你在这墓里这么多年，想必对这儿的地势非常熟悉了吧？是的。前辈又想找什么宝物吗？宝物？历代皇帝都埋葬于此，那想必是有非常多的宝贝吧？那些皇帝可都是狠人呢，您还是不要招惹他们比较好。啊？你的意思是，那些皇帝的魂魄也在墓中？是，不过这些魂魄经过了太久的岁月，神智都已经磨灭了。切，怎么着？我还怕他们不成？走。前辈，这是一个非常厉害的禁制，可不能随便硬闯。有许多魂魄想要硬闯，然后灰飞烟灭了。依靠记忆传承倒是也能破解，只不过比较繁琐。还有更简单的法子吗？本系统提供代破解服务，此禁制需要50点打脸值。好，给我破！破解成功。前辈，你真厉害啊！洒水了。打脸成功，获得50点打脸值。天哪，这里究竟埋葬了多少人？或许我的肉身也埋葬在这里。不，你说的压根儿不是重点，重要的是，系统，棺材你回不回收啊？此棺属于上等品，可回收为炼气精华。真的吗？回收，全部给我回收！我要将这皇陵回收个一干二净。炼气精华已储存到500点。系统，干尸你收不收啊？不收。小气。走，咱们去下一个墓穴。消耗50点打脸值，破解禁制成功。嘿嘿，回收成功，炼气精华已储存1200点。消耗50点打脸值，破解禁制成功。回收成功，炼气精华已储存2300点。前辈，你已经掏空5个墓穴了，还要继续吗？当然了，整个皇陵都得掏空。前面就是历代皇帝的墓穴了。
这风水格局是皇陵的主墓室啊，这禁制的威力非同寻常，还真不好破解。经过计算，破解此禁制需要500点打脸值。这么贵？哎，行吧，主墓室里应该也有许多好东西，给我破解。破解中。提醒宿主，禁制内有几道异常强大的魂魄，请宿主做好战斗准备，以免被敌人吊打。那就是历代皇帝的魂魄吧？破解成功。前辈，那几个就是先代皇帝，他们的实力可非同小可呀。哼。对付魂魄，寻常的法诀并不起作用。只要使用这类法诀的话，立正！第8套全国中学生广播体操，时代在召唤。前辈，我的身体不受控制了。第1节，准备运动。1、2、3、4、5、6、7、8，破圈运动。1、2、3、4、5、6、7、8，2、2、3、4、5、6、7、8。哎，系统，给我自动演奏啊！哎，手给我抬高点儿，别偷懒啊你！叫什么叫？给我认真做操！下一节，跳跃运动。系统。你能把这几个魂魄给回收了吗？先皇魂魄修为过高，无法回收，建议宿主兑换锁魂塔，将魂魄收服在内。哎，感觉可以有啊！消耗1000点打脸值，兑换锁魂塔成功。都别跳了，给我进来吧！搞定，赶紧去主墓室里瞧瞧。头好晕啊！前辈，等等我呀！好大的灰尘啊！哇，这主墓室这么大！前辈快看，柱子后面藏着很多宝箱，那边也有啊！好多的宝物啊！系统，全给我还上！这几具干尸是那些皇帝魂魄的吧？都腐败成这样了，尸身里散发出一股奇怪的力量，是那狗皇帝的帝皇之气。狗皇帝，这就是你的底牌吗？既然被我撞见了，那就给我化为灰烬吧！嘿，帝皇之气全数泄露，这一下你不能再凝聚成合体期了吧？师傅，这是什么？那小子闯入了皇陵主墓穴了吧？陛下，大事不好了！有人闯进了皇陵墓穴，打破了禁制。你说什么？帝皇之气无法凝聚，闯入皇陵的是虚缺吗？这下糟了！帝皇之气是火焰国立足5国之首的资本，绝不能让他国知道这个消息。啊！虚缺居然！报！启禀皇上，水源国女帝即将前来皇城，她将借用皇城举办天香谷最后一道考核。可恶！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先接待女皇。皇陵内禁制重重，虽不知她是如何进去的。但是想出来就没那么容易了。这岩浆充满了危险的气息啊！系统，龙脉就在此处。经检测，龙脉被经过特殊手段放养于岩浆之下，必须收集龙脉之主后来的血脉与悲痛，才能将其释放出。将龙脉与皇室血缘捆绑在一起吗？真会玩啊！系统，直接跳进岩浆里能找到吗？此岩浆蕴含大量火元灵气，轻易靠近会瞬间灰飞烟灭。若是强行扯出龙脉，将会因失去灵气滋润瞬间枯萎。唉，
看来只能出墓重新找所谓血脉与悲痛了。等等，你刚才说岩浆内蕴含大量的火元灵气？爽啊！老子有冥王镇狱体在手，这岩浆简直是送上门的福利呀！检测到庞大的火元精华，冥王镇狱体开始吸收，吸收进度3%。我遇到皮肤好，吸收进度97%。恭喜宿主，冥王镇狱体的火属性已达到圆满，获得能力掌控火焰。由于宿主修炼了火元法诀佛怒火莲，掌控火焰会使此法诀威力大幅提升。火焰之力尽在我的掌控之中。狗皇帝，这下你的龙颜再也无法对我造成伤害了。皇族的血脉与悲痛，你给我等着！现在就去收了你的狗命！雅夫人是不是得了什么怪病啊？这些不是我们能议论的。是。这安道的灰尘也太大了吧！这是雅夫人的院子，臭老头的墨玉驯鹿怎么把我带这里来了？大胆贼人！竟敢擅闯雅夫人别院！李公子，这个声音是雅夫人吗？雅夫人，李公子，真的是你来了吗？对，我的脸。雅夫人，真是在下。李公子，妾身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为火元国守节的雅夫人，一生都得保持纯元之身。雅夫人所受的煎熬，便不复存在了。夫人，早点歇息吧。明天的皇城将会卷起血雨腥风。王将军有令，诸守军全数化妆成小贩。水皇待会儿到达皇城，伪装在闹市，暗中保护火皇。水皇，隔壁的老大怎么这时候过来搞事啊？伪装成小贩，哼，这下有的玩了。哎呀，这衣服好臭啊！是谁找回来的？将军下令，将就着穿吧。喂，那边还没换好衣服吗？来了来了，赶紧到城门去报道。哎呀，抱歉，这衣服小了点儿，穿起来有点费劲。你们两个负责水果摊，你安排在首饰摊，面摊你们3个负责，你负责这个猪肉摊位。遵命。都就位了，进入伪装状态。卖水果喽！吃面喽！这面它又大又圆。不错，保持这个状态。卖猪肉啦！要翻肉大的猪肉啊！哎呀，你疯了吗？这么大声干什么？抱歉。水源国至尊至善玄武皇帝驾到，闲杂人等速速让道。水皇来了啊！你给我安分点，别闹事。遵命。水皇不知道是长怎样的呀？什么？灵域之塔上的那个女人，居然是水皇！恭迎水皇！水皇万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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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岁万岁万岁！五国之首的火元国，确实是有些实力的。灵域之塔内的那个我赠予了他天阙玉佩的少年，为何会感应到他在此处？好吃的猪肉嘞！猪肉铺，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嘞！哼，这双贼溜溜的眼睛，找到你了。陛下，火皇正在皇宫等候，我们这就前往吧。等会儿。
火元国皇城如此雄伟，不买些小物件带回去太可惜了。请问这对耳环怎么卖？哦，2文钱。是吗？来。陛下，你怎么逛起街来了？今天生意好吗？这苹果给我来一个。这女人在做什么？啊？这猪肉看起来真新鲜啊！今天卖了多少斤啊？啥？朕问你，今天生意如何？这个女人，我怎么隐隐约约觉得她看穿了我的伪装？哎呀，咱的肉当然是好肉，但是今日1斤都没卖出去。为何？哎呀，陛下大驾光临咱皇城，寻常百姓都受了禁足令，不得外出的，所以再好的肉也没人来买啊。百姓禁足，为何还有小贩在此处摆摊？这些小贩都是火皇的暗线。这傻小子，是在提醒我注意安全吗？那么，你在这里做什么呢？哎呀，陛下问的这是什么问题呀？咱在这儿卖猪肉啊！不，我问的是你在这里做什么？这女人果然看穿了我的伪装，她早就知道是我。我都扮成这样子了，你还能认出来啊？你的眼睛，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你是隐藏不了的。我就知道，像我这么出众的男人，无论躲到哪里，都像黑夜中的萤火虫一般，亮得鲜明，亮得耀眼。无论我躲到天涯海角，终究还是被你认出来了，对吧，小姑娘？你这人真是……什么情况？女帝怎么在和一个猪肉佬谈笑风生？父皇驾到！火皇怎么亲自出来了？嘿，来得正好，省得我要去找他。杀气，这家伙想对火皇出手。虽然不知道你与火皇有什么纠葛，但此处兵力雄厚，你不要轻举妄动。你在此等我，我会再来寻你。等等！这女人坏我的事儿啊！你留在这儿引火皇下来，我正好偷袭他呀！这下只好正面硬刚了。红颜，近来可好？尚可。火皇近来又如何？红颜何须明知故问？前几日的丑闻想必已传遍整片大陆。只怪朕一时大意，让那卑鄙小人趁虚而入。可惜只将他打跑，没能擒下。不过这次他若还敢来，定叫他有来无回。这一点，红颜看得出来。皇城之中隐约感受到危险的气息，想必火皇是请动了高手助阵。来，让我们回宫内详谈。火皇，这是……大胆逆贼，竟敢偷袭朕！你是何人？没能砍爆你的狗头，可惜。我是谁？废话，当然是你徐阙爷爷。徐阙，华无缺竟是个假身份吗？皇城将士们，将这反贼给我拿下！狗皇帝敢对你爸爸不敬，看看这位是谁！先皇陛下，真的是他吗？怎么可能？父皇，这股气息是烈虚期的魂魄，难不成真的是父皇？这小子闯进了皇陵，难不成他进入了主墓？历代先皇的肉体都储存于主墓，难不成他们的魂魄也……这小子手中那奇怪的法宝，他就是用那玩意儿将父皇禁锢起来的吗？卑鄙的小子，竟敢拿先皇的魂魄开玩笑！拿命来！狗皇帝，你来来去去就那么一招，我已经看腻了。给我滚！
只一拳就将陛下的龙颜给……什么？明明他之前都对我的龙颜束手无策。火皇虽然只用一招龙眼，但那却是修炼至巅峰的象征，无需花里胡哨的技巧，单纯释放火焰的力量，便能达到境界的碾压。能够正面接下火皇的龙眼，5国之内能做到者寥寥无几。如此一拳击散至纯火焰组成的龙眼，连我也不敢说。这小子明明只有元婴期，却如此轻松地做到了。他到底还隐藏着多少秘密？主角掉下山崖，钻进洞穴，就能得到奇遇，实力大涨。这么简单的道理，狗皇帝你都不懂吗？我从皇陵之中得到，你的火焰已经无法伤害我了。乖乖下来受死，我就不把你爷爷拉出来了。什么先皇祖宗，你不要乱说话！不知道哪里来的孤魂野鬼，休想冒充我父皇！这小子实在太诡异了，让天煞将他收拾掉吧。呀，还不想认亲了吗？那我把你爷爷放出来，你好好看看。不好，差点说漏嘴了。以我的立场，可不能去提醒他。拜托，没看见我在装吗？请不要打扰我好不好？发不出来，这家伙好大的劲！天煞，怎么又是你们？这世界上难不成没有其他杀手了？论暗杀，没有人能够比肩天煞。死吧！击杀元婴期修士，获得20万经验。这是个狠人，我们不是对手。好汉不吃眼前亏，撤！居然连高手云集的天煞都吓退了，这小家伙深不见底啊！连天煞也不是对手吗？既然这样的话，那只能……守卫将士们，给我拦住他！朕想回皇宫休整一番。皇怎么跑了？王将军，连火皇和天煞都干不过他，我们上去也是白给啊！大家稍安勿躁，看，这是火皇他爸爸。这下你们相信我是个好人了吧？虽然他很像先皇，但谁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我们为什么要放过你？大家看，这是火皇的爸爸，爸爸的爸爸，还有爸爸的爸爸的爸爸。火皇全家都在我手上，你们还不赶快让开！居然真的是先皇们！打脸成功，奖励100点打脸值。打脸成功，奖励100点打脸值。皇城将领们，我的目标只有那狗皇帝而已。待我把他解决后，皇位后事你们再自行处理吧。将军，我们真的就放任他走吗？听他的吧，这已经不是我们能插手的境界了。哼，狗皇帝哪里跑？我乃炸天帮徐缺，快过来给你祖宗们磕头！皇帝别跑！你听说了吗？那些魂魄是炸天帮从皇陵中带出来的。那都是先皇陛下的魂魄。先是一个诗词歌赋无敌天下的李白，后来又出了这战力如妖孽的徐缺。这炸天帮里个个都是人才啊！而且前阵子天香谷试炼，更是出现了一名炸天帮花无缺，以结丹期境界登上灵域之塔8层。炸天帮，我懂了，这小家伙是真会玩。所谓的炸天帮根本就不存在，民众口口相传的炸天帮众人，其实全都是徐缺一人所办。若是让其他人得知徐缺一人便是炸天帮，恐怕会震惊的腿软吧。可恶！这该死的徐缺！父皇，发生什么事情了？不，是国运，是国运！他破除了主墓室的帝皇之气，国运受损，必须得到火神更强的庇护，重新增强国运。父皇，献祭，需要献祭！只要
将纯元之体的亚夫人当成祭品献给火神，就能让龙脉之力瞬间旺盛，火元国国运不衰。那朕无论如何也不可能陨落。炎阳，派人去把亚夫人带去皇陵祭台，待我凝聚出帝皇之气后，许雀必死无疑。可是父皇，快去！父皇，我知道了，这就去办。好，这才是我的乖女儿。只要献祭亚夫人，就能重新获得帝皇之气。献祭，快去献祭！狗皇帝，快给我滚出来！你有本事找杀手，你有本事开门呢！是谁擅闯皇宫？给我下来！哎呀，好烦呐！怎么那么多卫兵？我又不想杀你们。出来吧，武正！他在干嘛？就给我乖乖的在这里跳舞吧。弹起了曲子。Everybody， 音乐起！什么情况？那些魂魄是先皇陛下们。我的手，怎么不听使唤啊？梦境里大浪淘沙，洗尽了谁的铅华？海市蜃楼，千年之气都化作土呀！梦境里大浪淘沙，沉寂多少梦啊，今日都看他被冲刷。这小家伙又在闹什么？系统，给我托管音乐。狗皇帝来了，有杀气！这股气息是……这火皇居然将这号人物都请了过来，看来他是铁了心要杀许权。曾经在海外暗杀过阴变级9层，无人能见其剑。天杀的头号人物，杀神！你就是徐雀吧？哟，你这装的也挺在行啊！这走路方式我以后得学一学。哪怕是没有以后喽。杀神，好久不见。哦，朕……哎，水皇还请免开尊口，这人情老朽不能卖给你。当年老朽欠了火元国先皇一个人情，如今他的子嗣许诺8座城池，求我出手，所以这小家伙的命老朽收定了。8座城池，这未免也太大手笔了吧？你说什么？区8座城池就能换我的命？太廉价了吧！总算停下来了，再跳下去，身体都要被掏空了。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你哪里知道8座城池的分量？不和你多费口舌，去死吧！杀神你！水皇，老朽劝你不要插手此事。你我相识一场，老朽可不愿对你出手。我着实震惊了，老头你够能装的呀！不过很可惜，你遇上了我。你小子！我说你这老头也太不敬业了！好强的力道！杀手讲究的是一招致命，你却跑来跟我刚正面。你专业水平有待提高啊！小子，你的确有几分实力，此等速度与力量，难怪火皇需要求助老朽。你想见识一下老朽的暗杀之术？满足你！废话真多。人呢？徐姐，小心！死吧！
为什么我的剑无法动弹？明明只差一点就能将他刺杀。人怕出名猪怕壮，杀神威名远扬，谁还不知道你用剑偷袭？我的杀神一剑！哼，兵自灭，你的杀神一剑归我了。这小家伙到底做了什么？杀神的剑彻底被他夺取了控制权。这一招，我分明感受到了法则之力。老崽子，把老朽的剑还回来！杀神一剑，一剑夺魂，一剑追命，无人可挡。这招实力强大，但你还是学艺不精啊。系统，将皇陵中搜刮来的宝贝全分解成炼器精华，将这杀神一剑给我强化到满级。拿命来！不要装模作样学我的招式！杀神一剑岂是你能施展得出来的？给我出来！不要躲来躲去！破绽！哼，看懂了吗？这才是真正的杀神一剑。真正的杀神一剑，一剑夺魂，伤的是神魂；一剑追命，要的是性命。你自己创造的招式，却不得其精髓，真是失败。这小家伙瞬间领悟了这招绝世功法，就连杀神都败在这招之下。那可是鹰变期9层的大拿，居然被这徐缺一招毙命！打脸成功，奖励160点打脸值，击杀鹰变期高级强者，奖励200万经验值，升级，当前境界元婴期9层。也就一般般了。陛下，不好了！前来助阵的天煞杀神被那徐缺给击杀了。据将士们说，徐缺用的还是杀神的绝招——杀神一剑。什么？就连杀神也败在他手下？这个徐缺到底吃错了什么药，实力如此飞涨？陛下，守卫军士气低落，已无再战之力，天煞全数撤退，杀神也陨落，我们已经没有元首了。不需要元首，准备传送门，前往祭祀台。小家伙，没想到你能击杀天煞的杀神，但是你现在进入皇宫，估计也抓不住火皇。啊？此话怎讲？皇宫后宫有一股力量涌动，应该是火皇在开启传送门。后宫之中有禁制保护，只有姬家血脉才能开启。又是这种老套设定，我们要不要打个赌啊？打赌？没空和你开玩笑了。火皇开启传送阵法，或许是想前往皇陵祭祀，莫非火皇是想用那个方法？祭祀？他拿什么祭祀？火元国的传统需要一名为火神守节的人，从而得到火神的庇护。但据说还有一个邪门的方法，直接将人献祭给火神，便能获得更强大的力量。难道是雅夫人？陛下，再过一会儿就能打开传送门了。加快进度，错过了祭祀时间，全部人头落地。是。发生什么事情了？有皇帝，你想跑哪儿去呀？大男人躲躲藏藏算什么本事啊？赶紧出来，和我一决高下！那是什么怪物？红颜，你这是何意？你与他同坐，莫非也想要朕命，与我火元国宣战吗？火皇，你误会了，红颜不会插手你们之间的恩怨。如此甚好。只不过，徐缺曾参加天香谷试炼，获得了精英入门令，算是我天香谷半个弟子。师出同门，我必须确保他不会受伤呀，你说对吧？你说什么？
好啊，江红颜，就连你也如此对阵，你们都给朕等着！此处可是皇族禁地，凭你们有多大的能耐，都没办法闯进来。等我献祭成功，就回来把你们都杀了。将这些围墙挖倒，倒是能破坏禁制，可只有1台挖掘机，效率不够啊！哎，屋顶上什么时候来了那么多人？你追着火皇来皇宫闹事，可算闹得沸沸扬扬啊！这些修士都是来凑热闹的吧？凑热闹？那这些修士想必对火元国是没有什么感情的。火皇陨落也无所谓吧？既然这样，出来吧，我的挖掘机！哎，楼上的哥们儿，看热闹不嫌事儿大，这里有整整10台挖掘机，不想来试试吗？昔日炸天帮就是用这挖掘机直捣黄龙，一举拿下皇陵，无需真元力，包教包会，都赶紧来试试啊！我听说过这挖掘机，皇陵就是被这玩意儿所迫，力大无比，却不用真元力便能驱动，真有传闻中那么强力吗？要不咱们去试试？不许试！坐进挖掘机者，连诛9族！你这狗皇帝怎么那么暴力呢？大家别怕，尽管开。谁要是不开，我拉他祖宗出来跳舞。这就尴尬了，必须得罪一边啊！但是对比起来，还是徐缺更可怕呀！哎，不管了，反正能开挖掘机道爽就行了。冲啊！陛下，禁制出现裂痕了。抓紧时间启动法阵，禁制一时半会儿破不了，都给朕抓紧时间。小姑娘，按那个键启动。哎，那根杆子往前推。哎，对，这家伙真大胆，居然敢指使女帝！那可是鹰殿后期的超级强者，动一动手指就能毁天灭地。哦，这家伙力气真大啊！对付无法使用法诀的禁制简直太好用了，对吧？加把劲，把枪推了！真好玩！冲啊！各位，再加把劲，绝不能让狗皇帝跑了！挖掘机作业结束后，给你们发毕业证书，以后都好找工作。看这进度，一时半会儿也挖不穿这禁制啊。系统，有什么办法阻止那个传送法阵吗？宿主可购买虚空封锁禁锢此地，传送法阵则会失效，售价1万点打脸值。鉴于宿主并没有1万点打脸值，所以此方案无法实施。你说了不等于白说吗？能不能来点靠谱的？宿主若是想击杀火皇，没有必要阻止传送法阵。火皇传送离开后，宿主使用临时驱动法阵，跟随过去便可。对哦，这我怎么没想到？果然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啊！哎，怪我太聪慧了。启禀陛下，传送法阵启动完成，可以动身了。做得好，众亲家，随朕前往皇陵，一起祭天请神。狗皇帝，别跑！朕离开之后，你将法阵破坏掉，否则诛你9族。遵命。哼。哎呀，我们迟了一步，让火皇溜了。破坏法阵，这该怎么弄啊？小老弟，你弄啥嘞？火皇都溜了，你还想着给他殿后呢？不要命了？您请用，我还有事儿，我就先走了啊！快看，那边有个太监溜了，追，别让他跑了！筑基期开挖掘机追着元婴期跑，这场景真诡异啊！居然让火皇给跑了，估计他已经到达了祭祀场。现在如何是好？哼，我们跟去便是。可恶！杨呢？
为何还未将雅夫人带来？时间就快到了。启禀陛下，公主已动身多时，但不知为何还未回来。该死的，真是没一个靠谱的。若是太监没把传送门破坏，徐缺岂不是跟了过来？父皇，啊！炎阳，你总算来了。你为何只有你们2人回来了？雅夫人去哪儿了？父皇，你听我解释。水牢，这是……狗皇帝，你不用白费功夫了，在你选择祭祀雅夫人的那一刻，你就已经输了。许缺，知道为什么炎阳没带雅夫人来吗？我来告诉你，你想献祭她获得强大的力量，很可惜，雅夫人她已经不是纯元之体了。你说什么？我听说雅夫人倾慕炸天帮一美貌才子，2人已洞房花烛夜了呢。你祭祀的阴谋已失败，女儿也在我手上，还不束手就擒？父皇，他说的没错，雅夫人的手工纱已经消失了。真是废物！如此简单的事情都办不好，召唤火神雕像，准备祭祀。父皇，哎，连自己女儿都不救，狗皇帝真没人性。小家伙，那雅夫人就是为火神守节之人吧？为何她会失去纯元之身？哎呀，是我炸天帮的一个兄弟，你懂的。这小李有两下子呀。哦，原来是这样啊！请火神。狗皇帝，我劝你收手吧，你都没人可以献祭了，还折腾个啥呀？等等，这玩意儿怎么这么眼熟啊？竟然对火神不敬，待会儿就杀了你！小家伙，别小看那尊火神像，我感受到了一丝危险的气息。瞧你们，一个个都是封建迷信啊！现在都什么世纪了，要讲究科学，懂吗？要信啊，就得信自己。火神，尝尝这个。什么？他把火神雕像给炸了，我们在这里围观会不会有危险呢？火神，你小子！打脸成功，奖励130点打脸值。恭喜宿主打了一个好脸，还得罪了火神，特别奖励500点打脸值。啊，得罪火神有什么后果？未来渡天劫时难度将会被提高。就这样啊？那既然要搞，就搞个大的。火神，老子给你整个容吧！火神的手臂断掉了，我们赶紧撤吧！小家伙，你扎他手臂做什么？哎，这你就不懂了。雕像就是要断臂才显得珍贵，如果完整的多没意思啊！现在缺了2条手臂，就叫残缺美。残缺之美？仔细看看，这火神像没了手臂之后，似乎是比较美了。炸天帮，瓦镇皇陵，回镇帝皇之气，破雅夫人手工纱，灭火元国火神庇护，现在还要炸火神雕像手臂。炸天帮，是你们逼我的，朕今生今世必灭你炸天帮！哇，好怕呀！陛下，没有雅夫人，你以为朕就没法献祭了？太天真了！陛下，你这是我的手！陛下，快住手！是力量，力量涌了进来，但是还不够，还需要，我还需要更多。什么情况？发生啥了？
狗皇帝怎么突然速度暴涨溜了？火皇他竟然将身边的侍卫给献祭了，不好！他想将整个火元国的百姓全献祭给火神，快追上去，不能让他得逞！还有这种方法？这狗皇帝开挂了吧？快追！向伟大的火神献上生命！哈哈哈哈哈！喂，你们在干什么？狗皇帝要把你们献祭掉啊！献给火神。再这么下去，皇城的民众会全部被献祭，火皇将会得到无与伦比的力量。可恶的狗皇帝！吃我一发十枚充能炮！什么？在皇陵献祭掉的那些卫兵，让火皇得到了强大的防御力。民众之所以自愿被献祭，是因为火皇的信仰之力。什么意思？火皇贵为一国之君，受万人敬仰，这般力量便是信仰之力。他正在利用这股力量洗脑民众，让他们自愿被献祭，同为一国之主。我明白信仰之力有多强大，民众无法与之抗衡。这种洗脑是我们没有办法阻止的。若是献祭完成，火皇会得到无与伦比的神力加持，但神力消散后，他也会因此暴毙而亡。所以，你先随我躲避一段时间吧。躲？我怎么可能躲？看看这些被控制的群众，他们马上就会被火皇献祭。若是我们不去救他们，还有谁能救他们？可我们没有办法阻止信仰之力。自古以来，百姓就是被皇族奴役，这股力量是深刻在灵魂之中的。灵魂被奴役，这一番解释对从小历史科目都得优的我来说，简直太好理解了。这不就是封建思想吗？百姓被封建制度给奴役了。我有办法了，小姑娘，你就静静地在这里看着我的吧，看本少侠如何拯救火元国，还老百姓朗朗乾坤。这小家伙，难不成他真的有办法？系统，给我准备那首歌。那首歌需要5星乐师才能演奏，升级至5星乐师需要1万点打脸值。升，为拯救天下苍生，区1万点打脸值算什么？宿主一发言语令人热血沸腾，但是宿主打脸点数余额不足，无法升级。大哥，我前戏做的那么足，你不让我升级，这很尴尬的呀。能不能通融下，打个欠条什么的？看在宿主为拯救火元国千万百姓而奋斗，本系统决定贷款5000点打脸值给宿主。看进不进？系统你也有图人性的时候啊！那就赶紧升级吧！消耗1万点打脸值，成功升级至5星乐师。开始演奏。都给我醒来吧！这是什么歌声？魔力们摆脱了我的控制！不，斗兽的力量开始溃散了！不，给我住口！不许唱！发生什么事情了？是那歌声把我们唤醒了？不知道为何，我浑身充满了力量。那狗皇帝想让我们卖命，替他换取力量。杀火皇，解放火元国。没错，杀火皇，解放火元国。杀火皇，解放火元国！可恶！他们的解放意志正在觉醒，朕无法控制他们献给火神。这是至高无上、代表解放的歌曲，是不容侵犯的。它代表了一个伟大民族的精神，代表着不屈不挠的意志。就凭你那半吊子的洗脑功夫，是不可能比得过这首歌的。民众们，都起来吧！一起打倒火皇！小畜生，给朕闭嘴！莫要伤我天香谷弟子！
哇，居然连神力加持的火皇之焰都能挡下来，水皇果然名不虚传啊！小姑娘，我来助你。不，你继续演奏。皇城中还有许多未清醒的民众。但是我皇帝有神力加持，你搞得定吗？放心，我可不是一般的女人。你这个贱人，都不怕引起两国纷争？你的所作所为有辱一国之君，我可不能坐视不管。可恶！能和神力加持的狗皇帝有来有回，小姑娘可以啊！系统，自动托管音乐，将声音覆盖到全城。成功托管。妈妈，发生什么事情啊？这歌声，我的头啊！发生什么事儿了？火皇，民众都已醒悟，信仰之力救不了你，束手就擒吧。接受失败，或许还能留你一命。开什么玩笑！这堂堂火元国之君，怎么可能失败？狗皇帝，当初是你说弱肉强食，你对我下手，就该想到有这一天。这个机会，我足足等了1年，我失去的东西，就一定会亲手夺回来。想不到，朕的一世英名，即将再次终结。小子，你不应该出现在朕的面前。是吗？要怪就怪没人教过你杀人要补刀吧？不！我说的是，你现在不该来到朕的面前。小畜生，陪朕一起上路吧！小家伙，小心！这是燃烧灵魂之火，谁都无法扑灭。哦，是。捉住你了，死！把你杀了，灵魂消散，火不就灭了？杀神一剑送你上路，够给面子了吧？已获得皇族血脉。父皇，火皇真的陨落了，是徐缺干的吗？据说火皇曾将他浑身修为抢劫一空，难怪他要击杀火皇。这火皇真是个垃圾。击杀高级应变期强者，获得200万经验值。升级，当前境界元婴期9层。打脸成功，获得大量经验值，一共8654点。获得火皇的储存戒指，内有大量宝物。小家伙，这么下去，皇宫会全数烧尽。要将火灭了吗？由他去吧，不会波及百姓就行了。区区，天作孽犹可活，自作孽不可活。许缺，这一战是你赢了。如果没有我，就不会有什么昭天驸马。我姬家再也不欠你什么了，公主。属于徐缺的过往已经结束，从今往后，便是我徐缺的故事了。小家伙，你大仇已报，接下来有何打算？可愿随我回天香谷？男儿志在四方，我的愿望是世界和平。这次只是拯救了小小的火元国，还有那么大的世界等着我去救呢。以你的资质，跟我回天香谷，数年内定能突破至应变期。不了，像我这样的男人，无论在哪儿都不会久留。天香谷不适合我，我就是风一般的男子。接下来我还得去挖火元国龙脉，可不能和你走呢。再说了，你身为水元国女帝，总有一天我还得去挖水元国的龙脉。到那时，我们之间或许会起冲突吧。万分感谢你对我出手相助，不过大家出门在外，讲的就是一个缘字。此次一别，
终究还会再见的。哼，缘吗？你说的没错，有缘自会相见。希望下一次相见，你会改变主意，加入天香谷。到那个时候再说吧。再见了，小家伙，我们有缘再会。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李公子，你现在会在何方呢？啊，李公子，是你吗？这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李公子，炸天帮有令，谁若敢对雅夫人不敬，炸天帮108位好汉不会放过你的，保证你们的下场比火皇还惨。这是李公子为了保护我，妾身会一辈子为你守身如玉，等你归来。徐总，血脉和眼泪都齐了，把龙脉弄出来。检测到太初火灵草，是否消耗500点打脸值采摘？喂，刚还了你的贷款，就又强制消费？哎呀，算了，快给我采摘！采摘成功。怎么了？啊，岩浆池怎么突然干了？检测到坑底有上古符文存在，是否进行复刻？上古符文是用来干什么的？这是上古传送阵的符文，作用与普通传送阵相同，但不需要灵石与祭坛，能够随时发动，贯穿虚空。有了传送法阵，就能在各国之间快速移动，其余的龙脉也能快速获得。啊，别说了，快给我复刻下来！消耗1000点打脸值，复刻成功。回来我的事情都办完了，正好出发去别的国家。启动传送。开启传送，目标金元国。我讲的是这里，我要被死死了。到达目的地。快让开！快让开！快让开啊！你怎么突然跑到大马路上啊？我的宝具，我的宝具让你给弄坏了，都怪你，害我忘记了停止灵宝神驹的符文。哎，这不是地球上的汽车吗？这破东西靠符文驾驭的？什么破东西？这可是灵宝阁的神驹，你赔我！赔？哎呀，撞人啦！女司机撞人了，要死了！天理何在呀？你血口喷人，明明是你撞的我！快看，那边出事故了，这宝驹是撞到人了吗？你不会操纵宝驹就开慢点吗？就是啊！胡说八道！我可是灵宝阁的弟子，整个金元国有大半的神驹都是我灵宝阁炼制出来的。这也能叫宝驹？阴阳怪气的，你是看不起我的宝驹吗？我看着应该叫宝驴还差不多。我让你瞧瞧炸天帮的高端神驹吧。炸天帮，有点耳熟啊。哼，就凭你也有资格拥有宝驹？出来吧，法拉利！消耗500点打脸值，获得法拉利1天使用权；消耗10点打脸值，获得顶级赛车技巧。无需灵石驱动，只要便宜的汽油加上灵活的手脚就能跑，这才叫宝驹，懂吗？这外观太炫酷了，与这宝驹对比，灵宝阁就是狗屎啊！你说无灵石驱动，从来没人能研发出如此神驹，你骗人！哎，别不信啊，小姑娘，快上车，老司机带你领略下真正的车技。恭喜宿主在众人面前打了个大脸，获得500点打脸值。师伯叫我赶紧到皇陵集合，可宝具被他给破坏了。可恶，那就看看他到底有什么本事。哼，谁怕谁？
我不信你这破车能比我的宝驹跑得快。系好安全带。啊，安全带？那根带子插到这个孔里。真麻烦。然后呢？然后。这才叫速度与激情！好点了没？缓过来了。我为之前看不起你的神驹而道歉，这个确实厉害，敢问少侠尊姓大名啊？在下炸天帮藤原拓海，秋名山车神，外号老司机。哦，藤原少侠，真是少见的姓氏呢。藤原少侠，我有一个不情之请。你说。我原本要去皇陵参加剑种试炼，可我的神驹现在也损坏了，所以不知藤原少侠能不能送我去皇陵一趟啊？金元国皇陵，正好我也要去呢。剑种试炼，那是什么？藤原少侠，你不知道吗？这剑种试炼乃是金元国100年一度的试炼，若是具备剑意天赋的修士，将能走入剑种，从中获得一道剑魂，以此淬炼神魂，让神魂力变得更加强大。剑种就在皇陵那儿，想必这剑种试炼会有各门各派参与其中，这真是赚取打脸值的大好时机呀！师伯好不容易给我争取到最后一个名额，如果我没赶上，就只能让给别人参加了。小姑娘，皇陵咋走啊？你先走那边，然后那边在那边就到了。哦，原来如此，我记住了。小姑娘，你下车，我有事要告诉你。什么事啊？突然想起我有急事，先走一步啦！喂，你干什么？